你不想活了，滚开！这会儿想到和本王欲擒故纵了，已经晚了。一阵爆裂般的剧痛从灵魂的深处袭来，终于挨不住男人的狂野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睁眼，天已经亮了，床上一片狼藉，竟然被个男人给玷污了。季雨哥愤怒地坐了起来，刚迈出一步，就咚的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我的腿竟然没有知觉了！小姐，你怎么摔下来了？来，奴婢这就扶您上床。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季雨哥一把推开了他，人又倒在了地上，却觉脑内一阵刺痛，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忽如海浪一般的狂涌而来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您可别吓唬我呀！我没事，扶我起来吧，再去给我打桶热水来。是。忽然眼前光芒一闪，他的实验室竟然以全息立体的方式在眼前出现来。难道实验室也跟着我来了？转了一下实验室的视角，果然看到了一堆他养的蝎子、蛇，还有一只他用来做实验的边牧。宝贝，过来。小环提着热水进来，看到王妃的床上有一条大狗，顿时吓得妈呀一声。没事，不用怕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就行。哦，另外给我看住门，谁也别让进来。小姐不是最怕狗了吗？还有这么一条大狗，是从哪儿来的？宝贝，你也出去看着，谁要敢来，你就咬他，小环除外。你来干什么？哼，今日是妹妹进门的好日子，我这个做主母的哪儿能不出来送上些祝福？哼，狗男人，你如此对待我，自己却想坐享其人之美，想得美！老娘偏要给你添堵。我身边就坐着季雨哥和那条大狗，也没有别的人了。可季雨哥的声音并不是这样，难道是那条狗在说话？这太荒谬了！看什么看？再看老娘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狗男人，得了便宜还想卖乖。这该死的季雨哥抿着嘴在那儿笑，并没有说话。可那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？雨哥姐姐，妹妹好想你啊！哪来的狗啊？王爷，我怕。怕你娘个腿！小时候他亲眼看到李芳华掐死了一条小狗，这会儿倒装起了柔弱。敢欺我主人，小心我咬死你！这一回他几乎可以确定，之前听到的就是季雨哥的心声，这回居然又能听到了狗说话，莫非自己中了邪？王爷，你快把他弄走了！妹妹放心，我这宝贝他不咬好人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和王爷赶紧夫妻对拜吧，姐姐还等着亲自把你们送入洞房呢。不过像你这样的贱人可就没准了。还有那个狗男人，哼，今晚定让宝贝掉了他的命根子。姑奶奶的身子可不是好碰的。林墨池听得冷汗嗖嗖直冒，他一身武功能征善战，自然不会怕一只狗。可这一声接着一声的声音实在是太惊悚了，别说拜堂了，现在他是什么心思都没了。来人，把夫人送到后院去。王爷，咱们还没拜堂呢。不必拜了，都退下吧。林墨池一挥手，丫鬟顿时把李芳华给扶了下去。同样都是赐婚，他对李芳华的好感并没有比季雨哥多多少。妹妹先去歇着，稍后姐姐就去看你。不就是玩绿茶吗？谁不会啊？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枣吗？绿茶是什么？怎么又和猪联系上了？既然王爷不拜堂了，
那臣妾就不打扰你了。这些宾客总是要照应的，妹妹新来府中，规矩我还是要去介绍一下的，就不奉陪了。等等，既然你腿好了，就和本王一起去谢客吧。臣妾的腿疾刚好，怕是不方便行走太久，还请王爷见谅。奶奶个腿，你娶的又不是老娘，凭什么让老娘和你一起去谢客？走不了，本王就叫人抬着。来人，举椅子来。滚开，狗男人！不要碰我的主人！闭上你的狗嘴，这里还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话一出，所有的丫鬟都对他投来了异样的目光。王爷竟然让狗闭嘴，怕不是疯了？好在椅子已经被抬来，多少缓解了他的尴尬。季宇哥眼见他这么诚心，也只好不情不愿地坐了上去。王爷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臣妾就不打扰你洞房了，臣妾告退。不准走，今晚本王到你那儿去住。啊！昨晚刚折腾完老娘，今天还没够。狗男人，你不是喜欢李芳华那个绿茶吗？干嘛还来找老娘？老娘还要治腿，可没工夫伺候你。这恐怕不行。臣妾越是来了。哼，你越不让本王去，本王就偏去。你放心，本王对你那干瘪的身体没兴趣，只是单纯的睡觉而已。狗男人眼瞎吗？我这36弟也叫干瘪，李芳华那才叫棺材板吧？36弟是什么玩意儿？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，再敢胡思乱想，本王就强压了你。说完，他就大步流星地前往了季宇哥居住的宁香阁。怎么办？他真要去？要不我咬他一口？不行，我的武功还没恢复。狗男人府中侍卫不少，万一他们打你，我未必能拦住。没事的，主人，我死也要保护你。没关系的，宝贝，一会儿我就给他下药，让他晕过去。林墨池走得并不远，一人一狗的心思他听得一清二楚，不由攥紧了拳头。这胆大包天的狗女人竟然想给他下药，一会儿说什么也不能吃，茶也不会喝。王爷，请用茶。不可，这儿还有糕点。本王不饿，出去，狗也出去。宝贝，去外边吧，找个暖和的地方趴着，狗男人就交给主人对付。这该死的狗女人，用得着一狗一个狗男人吗？王爷，既然你想留在这儿，就赶紧更衣吧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该早些休息。你这狗女人，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我去，堂堂王爷竟然说出了这种粗鄙之语，简直笑掉大牙。那就过来给本王更衣。王爷，姐姐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？这要是给别人知道了，我哪还有脸活呀？这是有多贱啊？没男人碰你就活不了了？那你这10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？本王不过是没去你那儿，你有什么没脸活的？今日是臣妾和王爷大喜的日子，王爷不与臣妾拜堂也就算了，如何能连洞房之夜都不陪我？也从来没有夺姐姐所爱的心思。臣妾只是想加入这个大家庭，以后好好伺候王爷和姐姐，还求王爷和姐姐成全。同样是某瑶阿姨的台词，可是你哭的实在也太丑了。幸好晚上没吃什么，不然非得把隔夜的饭都呕出来。够了，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丧？退下。姐姐，你快说句话呀，求求姐姐了，今日就让王爷去妹妹那儿行吗？王爷，我看您还是……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季宇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整我？哟，妹妹这话是打哪儿说的？姐姐已经使尽浑身解数为你争取了，
林墨池看不上你，只能说你自身没有魅力。你不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却怪起我来了，这话到哪儿都说不出呀。你少在那里阴阳怪气了。今日是我和王爷大婚的日子，若不是你出来搅局，王爷根本不会生气。啊，这话就更不对了。我是林墨池的正妃，丈夫娶妾，做主母的若不出去，外人还以为咱们俩有什么嫌隙。难道你刚进府就想落一个排挤主母之名？你别你啊你我啊我的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赶紧洗洗睡吧，宝贝。做客。哼，你少跟我装模作样。好好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季宇哥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宝贝真乖，给李芳华送去。今天是她大婚之日，我这个做姐妹的若不送她点什么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季宇哥这个贱人，我要弄不死他，我就不姓李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平时一个比一个能，现在全部都成哑巴了啊！倒是想个法子呀！那季宇哥原本是个瘸子，现在腿突然好了，明日主子正可带着他一起去静安寺上香祈福，到时候就说碰到了山贼。哼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山贼的事情就交给你办，若是能弄死季宇哥，我就赏你1000两银子。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，小人这就去安排。这是什么品种的狗，竟然能上这么高的房？王爷，侧夫人被蛇吓晕了。肯定是季宇哥那个狗女人搞的鬼。毒蛇吗？本来是毒蛇，但是这条蛇的毒囊已被摘除了。莫非这也是那个女人干的？怎么可能？堂堂太傅的女儿，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，如何会做出这么恶心的事儿？赶紧弄死，扔出去！王爷，臣妾好怕，求王爷留在这里陪我一夜吧。瞧着他哭得要死要活，林墨池也于心不忍，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。躺在床上，林墨池却是毫无动作，心里还在想着那条蛇、那条狗以及那个女人。王爷，芳华好想你。狼困了。哼，姐姐怎么刚吃饭啊？昨天不是说了要走着瞧吗？怎么今天就又登门了？是姐姐听错了吧？咱们姐妹情深，我哪里会对姐姐说那种话？你的脸皮倒是够厚。姐姐可真是节俭啊！我倒也想像姐姐这么节俭，可是王爷他不同意呀，非说我昨晚太累了，今早刚一起来就让人给送了很多吃食。哦，蠢货，这都不明白。昨晚妹妹的住处进了一条蛇，王爷心疼的不行，就留在了妹妹的住处。可怜我初经人事，全身酸痛不已，都快散了架子了。这狗男人还是去了。呸！男人果然都是单细胞，外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唉，咱们王爷年少体壮，这也是常事。我瞧着你还好，倒是姐姐我，瞧着这印子，哎呀，都1天多了还没退呢。回想昨晚他使尽了浑身解数，林墨池都没有转身。再瞧季宇哥身上的战绩，顿觉胸口发热，差点都要吐血了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吃饭可不喜欢别人盯着。姐姐别生气嘛，听闻姐姐的腿复原了，便是我去静安寺为姐姐祈的福灵宴了。如今斗胆请姐姐和我一起去还愿，不知姐姐意下如何啊？我呸！你这种绿茶会给我祈福？这话便是原主也不会信。瞧着李芳华眼珠子连转，就知道他没憋好屁。不过若是能因此出去溜达一圈，倒也比在这个监狱一般的府中待着强啊。行，那我这就去和王爷知会一声。还有一事，我想告知姐姐，
静安寺不能带狗，姐姐还是莫要触犯寺规的好。真以为没有狗，老娘就怕了你们了？那我就让宝贝留下来看家。小环，你也不用去了。啊，小姐，这怎么能行？你的腿才刚好。无妨，你就在家看着宝贝，以免他乱跑。那姐姐就等着我的消息吧。那小姐，这李芳华不是好东西，若非他造谣生事，王爷哪会对小姐如此排斥？你不能相信他。放心吧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他那点小伎俩，你家小姐我还没看在眼里。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，希望能够早点回去。离开？要是回不去了，就请菩萨保佑这对狗男女快点死翘翘，早日还我自由身。拜托拜托。这个狗女人，她竟然敢诅咒他死！王爷，别过去，要不被发现了。告诉廖安不要拦着李芳华的人，我倒要看看季宇哥有什么本事。王爷，您不怕皇上皇后怪罪了？怕？他都想他死了，他还怕什么？别说，这里的花草还真多，不少在现代都已经灭绝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他们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那个就是你们要玩的人。不过你就放心吧，哥儿几个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。好好办，办好了自然有赏，要是办不好，当心你们的脑袋。仆役一挥手，几个乞丐便勾着身子靠近。呀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个小美人啊！今日兄弟们可赚大发了。小美人，别害怕啊，大爷会好好疼疼你的。太丑了，不知道洗洗澡吗？小美人儿，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眼见着季宇哥被逼到了山边，那些乞丐就要碰到他了。林墨池突然冲了过来，季宇哥侧身，其实是打开防狼喷雾的盖子。该死的，怎么打不开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一群傻缺玩意儿，包装做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啊？关键的时候竟掉链子。他们怎么倒了？这男人也太完美了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。大侠？怎么是这只狗？还以为是哪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呢。季宇哥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我眼神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林墨池一时语塞，总不能说他听到了他的心声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狗男耗子多管闲事，狗男人出现在这里肯定没好事，说不定是担心李芳华赶过来的。别说，近看的话，狗男人长得还是不错的。这句话还算是人话。可惜是个渣男。季宇哥，本王救了你，你难道不应该说句感激的话吗？你救我是为了让我感谢你吗？不是。那我说了有什么用？你怎么来了？担心李芳华？本王就不能担心你？一点都不好笑，还会关心我就怪了。要真的关心，就不会刚成亲一天就娶新人入府，换作是一般人早就受不了自己了。林墨池面色有些不自然，可是那是父皇赐婚，他也做不了主啊。本王灵蛇草？你就是为了这棵草来的？当然了，难不成还是为你来的？这可是灵蛇草，有毒，但是也可以在危机时候救人一命。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来，躲开点。林墨池默默地退后了2步。他的根部发达，稍有不慎就会毁了整株药草，一定要小心小心。林墨池听到他的心声，又默默地退后了2步，还示意暗处的人把这些人拖走，动作要轻，免得打扰了他。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季宇哥吓了一跳，手上一滑，险些伤了根部。奶奶的！他想说什么？原来这对狗男女是打算让我死在这里，然后两人双宿双飞，卑鄙无耻，简直不要个 face！ face？ 心思歹毒，卑鄙无耻，
狼心狗肺，忘恩负义，蛇蝎心肠。够了！他跟谁说话呢？我可怜的姐姐，你怎么就……王爷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妾身寻不到姐姐，特来寻找姐姐。你怎么能够做出对不起王爷的事情呢？我做什么了？姐姐，我知道王爷宠我，你心里不舒服，可是你也不能私会其他男子，这不是给王爷抹黑吗？他莫不是疯了吧？说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行了，本王不过是和王妃在这里歇歇脚，并没有你口中所说的事情。行了，都回去吧。说着就拉着季宇哥的手往山下走去。你别拉我呀，我自己会走。你不是来找李芳华的？本王就不能是来找你的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他真的是来找我的？都上车了还不信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父皇下旨封的王妃，本王又怎么会舍得你一个人在外呢？狗男人没病吧？一晚上不见变性了？他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？难道是怕季家知道不好应对？也是，我父亲好歹是太子太傅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只要他不傻，就不该太过分。看来他也不笨。王爷，那些人呢？扔了。别扔了，我还有用呢。你要他们干嘛？试毒，这些人都是来害我的，应该交给我处置才对。林墨池瞥了他一眼，略微一想便点了点头。他也想看看这些人落到他的手里会是什么下场。来，把这个吃下去，不苦的，是甜的，我往里面放了很多麦芽糖的。哦，还有你，别忍着，这可是我研制出来的高级养阳粉，你蹭破皮都止不住的。来，这个是我刚刚研制出的毒药，快吃下去，让我看看多久才能死。太臭了，这到底什么味道啊？算了，还是回去吧。王妃实在是太可怕了，这些人到了她手里真是太惨了。你去查一下王妃在闺阁之中到底什么时候学的医术，怎么学的，谁教的。王妃，该吃饭了。知道了，你去找府上那个负责人，让他把这些人拉出去。主子，这些人都死了吗？哼，没死，我不让他们死，他们怎么可能死呢？你说什么？竟然没死？老奴还特意去看了一眼，那几个人都没死，我还找府上的大夫给他们诊断了，大夫说他们身体没什么毛病，就是被吓破了胆。在他们身上可检查出了什么？大夫说没看出什么来。王爷，您看这些人该怎么处置啊？敢行刺王妃，全都杀了。你来的正好，王府这么穷吗？顿顿青菜萝卜。松江堤坝决堤，朝廷的银子都用在上前了。母后下令后宫节俭，本王身为皇子，自然是要跟随母后，所以缩减了府中一半的开支。所以府里连肉都吃不上了？王妃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查账。一般府上的一应事务都是谁打理？当家主母。这么说来，王府的事情该归我管是不是？原本是想交给你的，只是你我刚刚成亲，很多事情需要交接。等明日进宫拜见母后之后，家中一应事务就可交托给你。你确定是交给我，不是交给李芳华？你是王妃，自然交给你。看不出来，他还懂点事儿，不像其他男人一样宠溺妾室。勉强还算是可以。当然，要是不那么凶，说话温柔一点就更好了。林墨池无语，他不自在地咳嗽了2声，说话温柔了几分。明日进宫之后，本王会随你一同回季家。季宇哥恍然大悟，他就说嘛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原来这男人是担心他3招回门告状，给自己惹麻烦，所以才在这里委曲求全。真是辛苦了，演得真不错，差一点他就相信了。
林墨池心口堵了一口气，上不去下不来。我知道了，辛苦王爷走一趟了，慢走不送。最后啊，林墨池气冲冲地离开了凝香阁。夫人，这些都是侧夫人的人，要来抓宝贝的。宝贝就没出去过，怎么吓到侧夫人？奴婢说不行，可是他们不听，还打了奴婢。老虎不发威，当老娘是病猫啊！你先回房间，梳妆台有一个黑色的瓶子，里面的药膏是疗伤的，你先继续疗伤。这些人我和宝贝对付就行了。小姐，你和他行吗？要不奴婢留下来帮你吧。放心，快进去。主人，这些杂碎交给我就行了。不行，我也想看看这副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。真乖，回头给你买大骨头吃。主人真好。没死就都起来，一个个的等着我去扶你们吗？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毒药，这可是我刚刚萃取出来的，还没有试验过，便宜你们了。王妃，饶命啊！王妃，饶命啊！王妃，我们知错了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们吧。这是怎么样了？主子，真是神了！奴婢用了一点，很快就消肿了，也不疼了。晚上再擦一回，明天就好了。想让我饶了你们也行，每个人20两银子，我就给你们解药。众人吓得呀，一个堂堂的玉郎王妃竟然给他们下毒，就是为了钱。想想是你们的小命重要，还是钱重要？要是不给钱，估摸着一炷香你们就死了。王妃，我给钱，求王妃给我解药。小环，你赶快拿钱去买肉，我要吃排骨，宝贝要吃大骨头啊，再买点山药。王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六个家，你这是？王爷，是王妃做了些排骨，可香了。是挺香的，林墨池都闻到了，然后馋虫都勾出来了。自从节俭之风开始，他也好久没吃肉了。去凝香阁。王妃，真是太香了！你怎么做出这么好吃的排骨？我从来没吃过。好事你就多吃几块。别说你小子还行，有眼力劲儿。王妃呀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您就吩咐一声，小的就给您办了。够意思，来来，喝酒喝酒。众人交杯换盏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门被人踹开了。我说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参见王爷。那个，要不过来吃点儿？季宇哥看着越来越少的肉，不乐意了。哎，你是饿死鬼脱生啊？慢点吃。你来说本王，你不也是毫无形象吗？你吃，怎么不噎死你们？王爷慢点吃啊。这是酒。废话，不是酒是什么？便宜你了，这可是老娘酿的水，蜜桃酒，清爽可口，还不醉人。季宇哥打了一个饱嗝，他发誓啊，这是他来到这里吃的最好的一顿。王爷，这天可不早了。是不早了。所以还不滚？本王今天就在凝香阁歇着了。还是不用了。你放心，就算是你不来我这儿，明天我也不会跟我爹告状的。本王不怕你告状，你尽管跟季大人说，再不济，本王顶多就是被父皇训斥几句，无伤大雅。主人，给他试试你新研究出来的那个。不好吧，弄不好会死人的。林墨池不由得坐直了身体，不由攥起了拳头。就因为奈何不了他，胆大包天的狗女人竟然想给他下药。主人，少下一点不就行了？还是不行。他身边有人跟着，虽然我不知道在哪儿，但是我闻到味道了。万一被他保镖发现了，
你跟我都得死啦死啦的。要不要说给我听听？没准儿我能给你出个主意。啊？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事情？听到的呗。王爷，天色不早了，想来侧夫人在等着你了。我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实在是伺候不了您。王爷，你不知道，下午的时候，侧夫人让人来捉王妃的狗，王妃就跟他们打起来了，肯定累坏了。王爷还是别为难王妃了。这顿肉没白吃啊！哄好了王妃，没准以后能够多吃几顿。嘿嘿。最后啊，林墨池还是没能留下来，倒不是怕季宇哥下药，而是被招进了宫。小姐，该下车了。到了。小环，你家小姐这样怎么样？特别的好看。霸气不？能镇得住人不？能。小姐，我们是回娘家，又不是打仗，霸不霸气的有什么用啊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宇哥，王爷呢？王爷啊，京郊出现难民，王爷昨夜就被叫走了，今天可能来不了。你祖母年纪大了，腿脚有些不好，他听说你要回来啊，早上多吃了一碗饭呢。多吃？只怕是吃不下吧。大姐，姐夫怎么没陪你回来啊？该不会是嫌弃你，不愿意陪你回来吧？血腥！妹妹怎知我被王爷嫌弃？王爷明明喜欢我，喜欢的不行。玉郎王何等人物，竟然真的跟他就不嫌弃恶心吗？看样子这玉郎王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不近人情的。不管怎样，只要女儿在王府过得好就行。季秋想要搀扶季宇哥，却被季宇哥搀住了。爹，不用扶着我，我的腿已经好了。真的好了？真的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腿怎么可能好了？真的好了，宇哥你真的好了，徐管家你看到了吗？真的好了。是真的，奴才看到了，大小姐是真的好了，老爷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呀，二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好像不高兴啊。难道二妹妹不为我感到高兴吗？高兴个屁！你的腿是怎么好的？之前大夫不是说治不好了吗？大夫不也没说一定不能治好。说来也奇怪，我在跟王爷圆房之后，就感觉腿好像热乎乎的，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样子你嫁给玉郎王真的嫁对人了。嫁对人个屁，那就是一个渣男。阿姐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要不回去休息一下？本王没事。应该是有人在背后骂他，一定是季宇哥，除了他没别人了。王妃是回季家了吗？回去了，走的时候带了不少人，连账房先生都带走了，还带走了10辆马车。这是打算去抢嫁妆呀？当年崔家将嫡女下嫁给探花季秋，可谓是十里红妆，一时间成为佳话。按理说这些嫁妆都是季宇哥的，只不过现如今季家做主的是杨氏，只怕这嫁妆不好要啊。廖福，你留下来安顿灾民，本王去季府。王爷，现在去怕是来不及了。王爷，大小姐来了。狗男人看什么看？给王爷请安。王爷怎么来了？爱妃在这里，本王当然要来。这男人疯了吧？你才疯呢，你全家都疯。一旁的人啊，就看到两人眉来眼去的，有人高兴，有人愁，也有人嫉妒。臣女季雪心给王爷请安。起来吧。原来季雪心喜欢的也是林墨池，看不出来这狗男人还挺抢手。不知王爷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上座。季雪心不甘心被季宇哥抢风头，主动上前，手刚要触碰到林墨池，就被一旁的廖安抓住了。大胆！我只是想要扶王爷坐下，没别的意思。王爷亲近之躯，也是你能碰的，请王爷勿怪。季大人，您是太傅，按理来说这些话我不该说，现在看来
还是提个醒比较好。季大人为了皇子公主的教导费尽心思，可是在自家子女的教导上却有所欠缺。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这句话还是您教本王的。王爷说的是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王爷做到了吗？正在努力中。努力个屁！看样子要找母后要个教导嬷嬷，免得日后王妃出口成脏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这里有好戏，特意过来看看。你不是来看戏的，你是怕我告状吧？之前是有那么点担心，可现在谁告谁还不一定。哼，他不是喜欢温柔的男子吗？他就温柔给他看，但愿他受得住。放手！放手可以，不准再骂本王狗男人。我什么时候骂了？这个狗男人怎么这么狗啊？狗？好，我不骂你了，放开我。这才是本王的好王妃。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狗男人，狗男人，狗男人！你才是狗，你全家都是狗。哈，全都傻眼了。季宇哥狐疑地看着他，他好像知道他在骂他。宇哥在王府当真过得好吗？原来季宇哥是装的，他并不得宠，王爷根本就不喜欢他。林墨池见众人都在看自己，有些不自然，他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听说王妃打算捐一部分嫁妆给灾民，本王在这里替那些灾民谢过王妃了。你大爷的，感情是来打劫的。父亲，嫁妆收拾好了吗？其实我也想过了，母亲留下的嫁妆太多，一时半刻也怕收拾不好，不过想来有5天的时间也足够了。5日之后我再叫人来取。宇哥，你娘的嫁妆的确有点多，5日之后我亲自给你送过去。爹，到时候我叫人来取就是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王爷现在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觉得抓住我爹把柄了？非也非也，本王只是看清楚了王妃的面目，未曾想王妃竟然是一个擅长伪装的小狐狸。要是早知如此，说不定本王会早一点把你娶进门。得了吧，你该不会是惦记上我娘留给我的嫁妆了？我可是听说为了赈灾，你把府中钱财都捐了。堂堂的王爷，背地里竟然连肉都吃不起。林墨池又听到了他的心里话，攥紧了拳头。王妃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明明是个季家的嫡女，却被一个小妾霸占嫁妆多年。要不是靠着本王，你能夺回嫁妆吗？要是没有玉郎王妃的身份，想要夺回嫁妆还真有点难。那我们就算扯平了。好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城外，父皇让巡防营帮助难民安置，这个差事落到了本王的头上。本王临时回来的，现在要回去盯着点，就辛苦王妃陪着本王走一趟了。我不去，我去有什么用？你该不会是想趁机把我的嫁妆也捐出去吧？我告诉你不可能，嫁妆是我娘留给我的护身符，谁都不能动。我们做个交易好了，你信不信5日之后季家也凑不齐嫁妆？但是若是你今天跟我去看了难民，本王有办法帮你把嫁妆抢回来。季家账面上你娘留下来的嫁妆不足50%，剩下的都被杨氏送回她娘家了。她娘家倒是有人擅长经营，这几年利滚利也挣了不少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说说你条件吧。识趣，事成之后本王要1半。1半？哼，1半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顶多给你2成，还要不要？2成也行，反正是白来的。这些都是军用帐篷。不错，这次难民有点多，要盖房屋耗费的时间不少。朝廷还没有决定这些难民的去留，所以从兵部那里临时调集了一批帐篷。好在现在是春季，天并不是很冷，还能够受得住。为何只是吃粥？朝廷库存的粮食并不多，之前松江堤坝决堤，粮食大部分都运过去了，剩下的还要备着军方，所以眼下只能吃粥。京城的情况其实还好，听说松江已经出现易子而食的现象。易子而食？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，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
你们这样不行，让他们全都住在一起，谁知道他们身上有没有病菌？我建议应该让他们洗个澡，把脏衣服烫一烫，可以减少病菌传染，不至于让他们感染瘟疫。瘟疫？你没听说过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这句话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。科学是什么？就是一门学科。原来是王爷和太子殿下，你们不是巡查难民营去了吗？怎么会过来？还不快给太子殿下请安？给太子请安。玉老王妃不必如此多礼。还是太子前辈，长得帅还会说话，不像是他看什么都露着个脸，好像谁欠他几百吊钱似的。林墨池听到了季宇哥的心里话，气得拳头紧紧地攥了起来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比谁眼睛大吗？谁怕谁啊？玉老王妃，你刚刚在干什么？为何盯着一块石头看？太子说的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一块石灰石。太子看它外表都已经湿了，这边比较干燥，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难民营里的情况了，肯定是又潮湿又闷热，时间一长，难民身上恐怕会起疹子，或者引起内表外湿。这么一块小小的石头就可以看得出来？这是当然，太子若不相信的话，随便找一个大夫过来询问询问就知道了。而且我刚刚看到有蚂蚁搬家，估摸着应该很快就会下雨。你们选的难民驻扎地方是处在低洼区，一旦下雨必定会积水，到那个时候难民怕是没有办法好好安顿。不管怎么说，要真的下雨就得给难民换地方了。两个人正说着，只见季宇哥跑到了难民营里面，在询问着什么。还请太子恕罪，王妃她可能是好奇而已。不妨事，我倒觉得玉郎王妃天真可爱，跟你倒是蛮般配的。哪里般配了？以前总觉得你心思沉稳，不爱说话，又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，母后为此担心不已，生怕你找不到好姻缘。可是刚刚看你对王妃的样子，我觉得母后可以放心了。而且啊，王妃性子活泼一些，刚好可以治治你这个毛病，省得父皇整日都说你像是一个老学究，明明年岁不大，却好像是过了七老八十似的。见李墨池面色有些僵硬，太子也不再打趣他，抬手将季宇哥叫了过来。玉老王妃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刚才问过看守的士兵了，他们说来这边的难民有630多人，600多人一时间怕是难以迁移。离这里最近的不就是静安寺吗？寺庙有那么多客房，完全可以腾出一半给灾民安置。静安寺是国寺，哪能够用来安置难民呢？怎么不能了？佛曰有曰，出家人当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。难道这些难民不是众生吗？出家人哪里有看着不管的道理？他们要真的不管的话，还当什么出家人？你怎么能如此大胆呢？敢议论佛家？我怎么了？我也是照着佛家说的，我哪里错了？再说了，你现在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季宇哥见太子好像没生气，又说道：静安寺吃了那么多人的香火钱，每年都有多少人给他们捐款，更不用说谁家有大小事都会捐一笔银子，这些年来早就成金山银山了。静安寺修得富丽堂皇，连菩萨雕像都是用金子做的，难民都这样了，他们还能睁着眼睛不帮忙？我觉得和衣冠禽兽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季宇哥越说越起劲儿，林墨池的脸则是越来越黑。不过后面说着说着，他竟然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季太傅教出了一个好女儿啊。哪里，太子客气了，我父亲常说为人要谦虚。我先让人送你回府。再见。季宇哥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事先提醒你，最好是正事儿。我累了一天了，要是小事儿，别来烦我。自然是正事儿。明日是我3朝回门的日子，还希望王妃能够高抬贵手，让王爷陪我一同回李家。这是应该的，我不会从中作梗。不过我好心提醒你，你最好提前去跟王爷打一声招呼，以免到时候王爷因为难民的事把你给忘了，这可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放心吧，王爷一定不会忘的。慢走不送。明天侧夫人回门，你把东西都准备一下，免得回头让人以为我欺负她。王妃放心吧，这些小的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夫人，要看看侧夫人回门的单子吗？不必看了，廖管家准备的肯定是最合规矩的，这些你自己决定就好。
不过回门的仪仗确实要好好注意的，毕竟我是王妃，她是侧妃。王妃可以放心，这一点奴才不会弄错的。不光是奴才，就连王爷也心知肚明。林墨池回来的时候已经半夜子时。王爷，这是给侧夫人准备的回门的礼物，还请您过目。这些事情你做主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明日一早，本王要前往静安寺安顿灾民，怕是没办法陪侧夫人回门了，就让她自己回去吧。如果中途本王有时间的话，会去接她的；要是没时间，就让她自己回来吧。你先退下吧。怎么样，查到了吗？王爷，我心尽力了，可实在查不出来为什么王妃会精通医术。只是有一点，王妃似乎很喜欢看书，说不定王妃是久病成良医的。久病成良医？我在查王妃的时候查到了继父一桩往事，觉得还是要告诉王爷的好。什么事儿？第二日一早，林墨池早早的就出府了。季宇哥也不关心，他熬了一晚上，终于把药给做出来了。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粒小药丸，威力应该能够榨干一个猛男。哎呀，只可惜没有人能够帮他试药，要不然用在林墨池的身上，让他跟李芳华试试。反正你之前一直都想成为寡妇，等臭男人死了，侧夫人也难逃责任，又怪不到你的身上。说的也有道理哈。不行，还是不行。你以为朝廷里那些人都是傻子呀？太医回头一检查，没准就会查到我身上。还是算了，等什么时候有空再试试吧。花园和这些屋子是怎么回事？王妃有所不知，本来是要修缮的，可不是，这不是出了灾民的事情吗？王爷就把银子给用了，所以修缮的事情就只能往后拖延。不是说王爷得皇上和皇后的宠，给王爷准备的府邸竟然有一半是破的。王妃慎言呐，这样的话若是传到皇上和皇后娘娘的耳朵里，这王爷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原本皇后娘娘给王爷准备的是另一座府邸，可是府邸太过于富丽堂皇，堪比半个东宫了。王爷觉得住着不安，所以才随便找了这么一座府邸。明白了，又是忌惮太子，怕太子多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房子还是要修一修，看着光秃秃的，太难看了。而且再不修的话，怕是要重建了。重建的话，花的钱更多。可是这事儿怕是要请示王爷呀。需要请示他干什么？我是王妃，王府本来应该我做主，就按我说的做，让人把这块地给我开垦出来，回头我有用。廖管家的速度很快，一上午就把工匠、泥瓦匠、木匠都给找好了，热火朝天的就干了起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王爷回来了，正好我们在修屋子。我看这屋子要是再下几次雨，怕就要彻底坍塌了。趁着还没有坍塌之前，把屋子修葺修葺还能用。房子又没人住，修缮它干什么？谁说没人住？我住，而且还有大用处呢。宁香阁不好吗？怎么想到住在这儿？宁香阁是很好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这里。等我将这里收拾好了，肯定不比宁香阁差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陪李芳华回李家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本王有事先回来了。你该不会是压根儿忘了吧？这些房间你都安排好了，本王的房间呢？王爷的房间不是在书房吗？再说，不是还有李芳华的秋梨阁，旁边还有2个院子，还不够你住？这么多房间非要跟我抢，男人果然都是这样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季宇哥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夫妻？本王跟你是夫妻，自然应该住在一起。王爷，别逗了，你跟我的婚姻是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知道王爷你生气我算计你得来这门亲事儿，我都做出弥补了。以后王爷想跟侧夫人怎么玩都随你们，只要别来打扰我就行了。哼，感情他还挺大方。
狗男人得了便宜还买乖。娘亲说的对，别理狗男人，以后我陪你睡。真乖。林墨池惊奇地瞪着大狗，宝贝被他看得冷汗连连。怎么感觉这男人有点可怕呢？不行，不能怂，还要保护娘亲呢。臭狗，敢睡我的女人！王爷有什么不满意的冲着我来，干嘛拿我的宝贝撒火？你叫他宝贝？当然了，不行吗？不行。王爷，妾身知道比不上王妃得您的疼爱，可是你也不能厚此薄彼。今日是妾身回门的日子，你不去送也就罢了，竟然还让妾身自己回来。王妃，你之前明明答应我好好的，今日不会霸占王爷的，可是你为何说话不算数？这事儿可真不怪我，我本来好好的装饰花园，哪成想王爷就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也跟着一同回来了呢，没想到你还没回来。哎呀，说到底这事儿都怪王爷，你们两个去你的秋离阁好好商量商量，这哪有隔夜仇啊，是不是？季宇哥还把林墨池往李芳华身边推了推，可林墨池就好像是根钉子一样，死死地钉在原地。季宇哥不但没推动，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。这般样子落在李芳华的眼中，却变成了打情骂俏，心里越发的委屈了，哭声越来越大。王爷，这件事的确和王妃无关，是本王疏忽了。本王原本是想去安顿灾民的，结果一时疲惫，就忘了去接你。回头本王自会和李大学士致歉，稍后本王会让人准备厚礼给李家送过去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王爷，那你陪陪妾身吧。对，王爷，你看这事儿本来就是你的错，李侧妃都已经原谅你了，你还不好好宽慰看看人家。来人，把王爷和侧妃送到秋离阁，再做一些好吃的送去。林墨池虽然不太情愿，但想到此事自己是有些过错，最后还是跟着李芳华走了。王妃，府上没钱了。外面铺子不是每日都有盈利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？哎呦，王妃有所不知啊，一般铺子都是3个月一结算。王爷新婚，内务府当初给的铺子不全是好的，有些的确盈利，可有些却不怎么值钱。王爷的家当本来就少，再加上这次把老底儿都捐出去赈灾了，所以实在没什么钱。没想到天皇贵胄也有穷的，果然哪里都有鄙视链啊。不过刚刚王爷说了，以后府上大小事情都由王妃管着，王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就算都给我，我也变不出钱来，远水解不了近火。王爷来的正好，这是我1下午的成果，发现账面上有很多大笔亏空，民间的鸡蛋最多才2文钱，府上买的鸡蛋竟然最高达到50文一个，这鸡蛋莫非是银子做的？更不用说其他煤炭、柴油、米粮了，价格也都远远高出市价10倍不止。怪不得本王每次要钱都没有，原来都是被你们这群刁奴给贪了。那倒不至于，大头还是被你给花了。按照王妃的意思，该怎么处置？咦，这是打算交给我了？刚来就处置下人，不太好吧？你是王妃的主母，这些事情理应由你来管，你不必顾忌着本王。这些刁奴既然敢做出如此胆大包天的事情，不必对他们容忍。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都说季家大小姐无才无德，府上管家的又是个继母，她到底会不会管家呢？敢不听话，我就咬死你们！以后后厨的事情就由崔嬷嬷接管。之前你们从账面上亏了多少钱，全都给我补回来，补不回来的直接见官。你们都做出这等没皮没脸的事情，本王妃也不必跟你们客气。王爷，王妃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王妃饶了我们吧！饶了我们吧！3个管事嬷嬷不断的磕头求饶，那么多钱全都要补回来，就算是把他们给卖了，也补不回来呀。至于情节轻微的，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从今日开始，为期30天的考察期。若是你们能够做得好了，
就可以留下来；若是做不好，就跟他们一样赶出去。4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有的是，缺你们不缺，少你们不少，别太把自己当作是一回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个人的月份减半。下面的人正要骚动，季宇哥摆了摆手压制住了。你们先听我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别的人家给普通下人的月俸是多少，给你们的月俸是普通人家3倍不止。我只是给你们减半，已经是照顾你们了。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就滚。至于情节严重的，廖管家即刻将他们拖出去，把钱吐出来之后卖给人牙子。本王妃以后不想在京城看到他们。是王妃。廖管家重重的应了一声，挥手让人将他们拖下去，任由他们怎么哭爹喊娘的求情都没用。王爷觉得我这样处置可还好？王妃处置得很公道。既然你们都不反对，那我就给你们说说王府里新定的规矩。是。哎呀，说了半天腰酸腿疼的，要是有人给按就好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掌搭在他的肩膀上，被他捏了捏，季宇哥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王爷，王妃辛苦，本王给你松松筋骨。王爷莫非专门学过推拿？这手法挺专业的呀。母后的身子骨不好，时常腰酸背痛，我曾经跟太医讨教过，所以会一些。看不出来王爷还是个孝子。气氛一时僵硬。季宇哥明显感觉到在谈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。王爷觉得我刚刚做的怎么样？王妃做得不错，没想到王妃能够将此事处理得圆满妥当，只怕是多年的王府管事也不会有你这般雷厉风行的手段。王府交给你，本王也放心。哪里，要不是有王爷在背后给我撑腰，我也不会做得这么好。王爷客气了。说起来，这里面有1半功劳都是王爷的。这样客客气气的，季宇哥还是有些不太适应。其实说那些都是虚的，最主要的还是把那些钱要回来，这样王府就有钱修房子了。转眼之间，5日的期限已到，季秋亲自登门，将崔氏的嫁妆悉数搬了过来。爹，听说你把杨氏赶出去了？我也没想到杨氏背地里敢如此的胆大包天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我已经将府上曾经欺辱过你的人全部给发卖到边远地方去了。你祖母也知道了此事，还让我特意把这2只镯子给你送过来，算是她的一点心意。既然是祖母的心意，我就收下了。你能收下就好。以前爹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爹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爹，如果没有你，哪有女儿的今天呀？换作是旁人家，若是女儿瘸了腿，怕是早就当作是脏东西一样，给赶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您辛苦为我谋划，还为我换来这么一桩婚事，女儿对您只有感激。至于其他事情，不提也罢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跟王爷怎么样了？家里的事情没有影响你跟王爷的感情吧？王爷对我还算不错，如今整个王府都是我在管着，只不过没什么钱就是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表哥很快就要来京城了，到时候肯定要来看你，你提前做个准备。这些年呢，你表哥可一直记挂着你呢。是崔家表哥吗？是啊，听说他这一次是来进京赶考的。季宇哥点了点头，记下了此事。王妃，刚刚侧夫人预支了半年的月钱，账房那边没答应，所以李侧妃身边的人就把账房先生给打了。哼，他这是反了天了，竟然还敢打王府的人！你去把打人那几个抓起来，每人打上20大板。另外，账房先生所有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就从那几个下人日后的月例银子里扣。如果他们敢再犯的话，就直接请示王爷，将他们赶出去。是。季宇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竟然敢打我的人！你不知道打狗还是要看主人的吗？原来你还知道打狗还要看主人啊！这账房先生是我刚刚从外面请过来的，按理来说是王府的人，也是王爷的人。你的人打了王爷的人，可是把王爷放在眼里。我当然把王爷放在眼里了，我只是不服你而已。我只不过是想要预支半年的月钱，你凭什么不给啊？
你还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吗？你快点把他弄走！宝贝回来，我这狗不咬好人的。你刚说我针对你，我怎么针对你了？你想要预支月钱，也得按照王府的规矩来。想要预支月钱，必须要上报申请，同时拥有我还有账房的批准才可以。你张嘴就要钱，还把人给打了，凭什么给你啊？哪里来的规矩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定的，王府里谁都知道，不信你去问问。我要这钱有用，你当真不肯给我？人人都说要银子有用，又是干这个又是干那个，但是户部如果不经核实就发了，只怕国库的银子早就没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总要走个流程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若是你误了事儿，别到时候怪我没提醒你。小环，你去打听一下，这段时间他都干什么了？奴婢听说李侧妃让人买了不少的粮食，好像是想要送给灾民。他买了多少？这个，奴婢就需要去打探一下了。这个傻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如今正是灾情节骨眼上，他大张旗鼓买粮食，粮商必定会坐地起价，到时候只怕普通百姓吃粮食都成问题了，这不是添乱吗？他这哪里是帮王爷一样，明明是给王爷添堵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今日怎么这么好心了？还是说有事求于本王？王爷，有什么可值得我求的？你是有钱呀，还是有钱呢？林墨池瞬间黑了脸，一把将他扯了过来。季宇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你放开我！我来找你是有事。林墨池这几日的火气没处撒，户部拦着赈灾银子不发放，灾民又怨声载道的，他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安慰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嫌弃他，火气一旦爆发，便怎么都止不住。林墨池也不听季宇哥说话，直接将人甩到了床上，堵上嘴巴就开干。林墨池，你个王八蛋！他明明是好心提醒他，结果他却好，竟然敢吃干抹净。林墨池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你吃亏的时候。好啊，我还以为他有多么矜持呢，哼，原来也是个下贱胚子，红妹子。你不是说只让我等着就可以让王爷回心转意吗？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不主动却被季宇哥给抢了先。侧夫人，您不必管王妃如何，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您现在不是已经在做了吗？我等不了，等晚些时候王爷回来，我就跟王爷说。侧夫人，眼下还不是时候。现在不是时候，什么时候是时候？我已经筹备了这么多日子，不能再等了。再等下去，黄花菜都要凉了。王爷，你回来了。已经是4月天了，晚上温度还是有些低，穿这么薄，就不怕冻着吗？王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有些事情想要跟王爷说吗？王爷，我们去书房说好不好？一边说还一边眨着眼睛。林墨池想着他穿着单薄，再加上门口又有人，在这里说的确不太好，于是便点了点头。说吧，你找本王有什么事儿？本王今日有些累了，侧夫人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明明刚刚还好好的，为何如今就换了这么一张冷脸呢？王爷，在你心里当真没有芳华的半点位置吗？本王说过了，本王还有事儿，如果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回去吧。王爷，当初是我和季宇哥同时看上您的，甚至说我比他还要早，要不是他父亲求了皇上，如今我已经是您的王妃了。若是我当了王妃，是不是你也会这么对我？林墨池没说话，李芳华的心都沉到了谷底。我知道王爷在忙着赈灾的事情，听说户部那边迟迟不拨款，灾民全靠着静安寺的粮食度日，这么下去只怕不是个事儿，所以我特意让人在京城收购了一批粮食，正打算献给王爷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帮王爷筹集到了一批粮食，虽然不能彻底解决灾民的事情，但起码可以解决燃眉之急。胡闹！本王还以为这几日周遭粮价涨价是因为他们囤积居奇，想哄抬粮价，却没曾想竟然是你把粮食给买了。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王爷，我只是想帮你的忙，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呀。再说这粮食涨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那些粮商没良心。你出去，本王现在不想见到你。另外，那些粮食你自己处置，本王不要。王爷，粮食都买来了，为什么不要啊？再说都是给灾民的，我又不找你要钱，我只是想让王爷有空的时候多来看看我，疼疼我，难道我这也有错吗？你过来，本王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王爷就在这里说吧。他还能在这里强了他不成？今日一早有大臣参奏李侧妃私自囤粮，使得粮价上涨的事情，本王险些被连累，多亏了你。真的？怎么你不知道吗？知道，那天去找你就想提醒你这件事情，但是后来不是发生那事儿吗？就没来得及说。那一日的确是本王错怪你了，本王还以为你要勾引本王。谁要勾引你啊？虽然长得帅，但是脾气臭得很，还是个渣男，为什么要勾引他呀？嫌自己活太长了？本王的脾气很臭吗？咦，他好像知道我在骂他。宝贝冲着他点了点头。好奇怪啊。本王的意思是，本王就那么不好，遭你嫌弃？也不是嫌弃你，就是你之前不是嫌弃我来着，又不想娶我。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不想去打扰你了。但是你我毕竟是夫妻，你有事我怎么能不管？谁想到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然以为我在勾引你，也不知道你想什么呢。如果不是脑袋被驴踢了，肯定就是脑子进水了，又或者说是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发春了。主人，他要是再敢欺负你，我就帮你咬他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林墨池突然感觉到身下吹来一阵凉风，忍不住退后了半步。此时你算是立了功，也算是帮本王解了围。父皇说了，过几日等母后身子好了一些，让我带你进宫。进宫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进了宫里面说什么呀？宫里面有那么多规矩，不像外面自由自在的。而且谁知道皇后娘娘是个什么样的脾性，万一不满意我该怎么办啊？哼，原来她也有害怕的呀。你放心吧，母后人很好，为人也和善，不会为难你的。而且母后生着病，也不会久留你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到了宫里，本王会让人陪着你，不会出错的。至于李侧妃，她这一次犯了大错，险些连累了整个王府，不能轻饶。依你之见，该怎么处置她？你让我处置她？你是王府的王妃，她是侧妃，犯了错，自然应该交由你来处置。我才不要！李芳华犯了错也是因为你，你才是王府的真正主人，应该交给你来管。让我管不是欺负我了吗？刚刚还说要感谢我，现在就想算计我，没门儿！要处置你自己处置去。本王去就本王去。那感情好，快些去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林墨池连看李芳华都没看，直接让廖管家把早朝发生的事情告诉他，并且禁足3月，抄写100遍佛经，为灾民祈福。另外没收了他购买的粮食。李芳华越发生气了，竟然直接将自己气晕了。既然侧夫人生病了，就给她找位大夫。京城这些大夫我不太熟悉，廖管家看着找吧。可是王爷那边人命关天，王爷不会怪罪。况且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别忘记李大学士还在朝中，不可做太过。你也当心着点儿，既然王爷说了要禁足，就不能放他出来，也不能让他和外界取得联系。林墨池傍晚回来，得知此事，也没有发表意见。正如季宇哥所说的，人命关天，不能看着李芳华病死不管呢。廖管家，本王记得库房里有一套前朝谢大家的字帖，你找出来给岳父大人送过去。是，王爷，
听说如今季家的几位小姐公子都在外面读书，要不要给他们准备几套文房四宝啊？你说的对，就给他们每人准备一套文房四宝。儿媳季雨歌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起来吧，来，到本宫的身边坐。多谢母后。母后，该喝药了。这药苦苦的，也不知道要喝多久。良药苦口利于病。季雨歌耸了耸鼻子，隐约闻到了几味中药。不对啊，皇后面容发白，眼底乌青，牙龈带血，肺热咳嗽，应该是肝火旺盛，内表虚热。玉郎王妃这么看着本宫干什么？母后，你能不能让他们出去？母后，表妹不是胡闹的人，说不定她真的有话要说呢。不如就屏退左右吧。你们都退下。现在没人了，你可以说了。母后，你这药有问题。你怎么知道这药有问题？这药可是太医院开的。母后，你应该知道之前我的腿脚不好，为了治好我的病，父亲兄长没少给我搜集医书，我看得多了，也懂得一些医理。我刚才闻到药有些不对，所以才出声提醒。要是旁人，他还不会说呢。要不是知道皇后对林墨池不错，又是一个贤德的，他才不管呢。稍有不慎，可是会掉脑袋的。这药有什么问题？母后，这药肯定有问题，不知有没有药方？皇后朝着太子妃招了招手，太子妃便立刻回到内室，很快捧着一张药方出来了。这个就是太医院开的药方。谢谢。崔文云心间一颤，总觉得表妹好像是变了，跟她以前认识的表妹不太一样，具体的又说不出来。母后，您看药方上面明明写着给您开的是蛤蚧，可是我却闻到了五味子的味道。这两者药效相反吗？不是，蛤蚧是一种壁虎类动物研磨出的药物，多用于肺虚、咳嗽、肾虚、哮喘等。您的病症服用这个药正合适。五倍子则是用来化痰滋阴的。若是将蛤蚧换成五倍子，虽然没有什么大错，却治不好您的病，时间一长，损耗的是您的身体。咳症拖延不根治，很有可能转变成肺痨。肺痨？表妹，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母后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一位信得过的太医，我敢肯定蛤蚧一定被换成了五倍子。母后服药应该有很多时日了，病可有减缓？皇后的病当然没好，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。想到这里，皇后越发咳嗽了，仿佛要将肺咳出来。韩嬷嬷，韩嬷嬷，这是怎么了？皇后娘娘是气急攻心，有没有银针？给她银针。很快银针就找来了，季雨歌在皇后衣领处扎了几针，皇后的咳嗽竟然慢慢的止住了。好了，娘娘现在最好不要说话，劳烦嬷嬷去沏一些雪梨膏来。一炷香的时间一过，季雨歌把针拔了下来。现在皇后娘娘可以开口了。娘娘，本宫没事。母后没事儿，真是太好了。刚刚辛苦你了。母后说的哪里话，我也是恰好一试，说起来是我唐突了，还请母后恕罪。你没错，你很好。一定是韦贵妃。未必是她。今日幸亏你这孩子进宫了，要不然本宫被人暗算了都不知道。我也只不过是尽点心意罢了。懂事又不邀功，真是不错。表妹，好些日子不见，感觉你和之前不大一样了。你的腿是什么时候好的？嫁过去第2日就好了。之前我的腿可能就好了，只是我总觉得腿是坏的。嫁给王爷知道我想快点好，谁知道就站起来了，然后就好了。季雨歌胡乱地说着，听着很荒唐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的腿好了就好。看样子是相信了。季雨歌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哎呦呦，皇宫真是太可怕了，他争取以后都不来了。表姐，看你的神态都有倦怠，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，别因为年轻就不注意，等老了以后是要吃苦头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没想到有一天也能被你说教，以往都是我在说你。狗男人想干什么？
叫他起来。宝贝迟疑着跟他对视，林墨池出去一趟，杀气满满。宝贝对视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怂了，跳上床拽季宇哥。别闹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娘亲快起来，狗男人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。季宇哥。季宇哥瞬间惊醒，鲤鱼打挺坐了起来。娘亲，衣服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都快到中午了，王妃倒是睡得香甜。不知道外面发生事情了吗？外面发生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倒是你，昨日不是带着三皇子一起回来了吗？现在不应该进宫去守着他吗？赶紧穿好衣服，出来吃饭。早上准备的菜还挺多的，季宇哥上手就要抓包子，却被林墨池打了一巴掌。三桌间不可无礼，你父亲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警告你啊，别一回来就找事儿。林墨池心里告诉自己，不要跟他计较，好男不跟女斗，更何况还是个疯女人。好不容易吃完了饭，季宇哥还想回去再睡一觉，却被林墨池给拉住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之前是我一时不慎才着了你的道，这次我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。你要是不怕我废了你的宝贝，你就尽管来，当我是泥捏的吗？好歹我也是练过功夫的。练过功夫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跟我说一说一进宫之后都发生了什么，一句不落的都告诉我。就为了这事儿？季宇哥打了个哈欠，有些慵懒，跟他讲起了宫里面的事情。这群人当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对母后出手。的确是胆大包天，不过乔太医已经死了，又死2个药童，这事儿怕是没办法再调查下去了。宫里又出现三皇子这样的事情，你进宫的时候小心一些。你这是在关心本王？我呸！我是不想做寡妇。林墨池脸黑了，他运了运气。三皇子已经接回来了，只是他的腿被截肢了，已经废了。母后那边没有童阶羽这个助手，只怕有诸多不便。哪怕有太子妃帮忙，肯定也不够。韦贵妃又虎视眈眈的，你要是没事儿，这2日就进宫帮忙母后。我有事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放下，母后的事情最重要。我能不能不进宫啊？不能，母后抚养我长大，你身为她的儿媳妇，有照顾她的责任。法律上儿媳妇可没有照顾婆婆的义务。这是哪本书上写的法律？自古以来的儿媳妇照顾婆婆都是天经地义的，她竟然还敢推辞，难不成季太傅没有教过她孝经吗？要不让侧夫人出来，她也是皇后娘娘的儿媳妇，由她去照顾皇后娘娘最合适不过了。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呢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告诉别人，我想要学习医术。这一次皇后娘娘被人换药的事情还多亏了我，不过我之前都是自学，肯定有不妥当之处。这次的事情让我看到了不足之处，我想精进一下医术。你真的只是想要精进医术？该不会是不想伺候母后找的说辞吧？当然不是了。宫里那个地方人多眼又杂，个个都是卧虎藏龙的本事，我又不是一贯谨慎的性子，万一被人捉住了把柄，岂不是要死在里面？林墨池听到了他的心里话，颇为认同。这话倒是没错，他的性子啊，的确是不适合进宫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李侧妃进宫吧。好好好，就让她进宫吧。你倒是高兴，你就不怕她进宫之后哄了母后欢心，回头给你上眼药？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只要我不犯错，母后还能废了我的位置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李侧妃的性子能够得到母后的疼爱？母后看人一向很准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宫中鲜少有祸事发生的原因，却没想到被她一语中的。她到底是傻呢，还是心有成算？李芳华被突然放了出来，十分的意外。这么大好的机会，季宇哥怎么会让给了自己呢？哎呀，不管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到手当然不能让出去。
侧夫人，这一次皇后娘娘生病，宫中又添了三皇子的事情，您进宫照顾皇后娘娘，可千万别乱说话，免得惹了皇后娘娘不高兴。我进宫能够说什么话？再说这么好的机会，你难不成让我放弃？哼，要是讨好了皇后娘娘，没准儿我就能够做正妃了，还不是她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侧夫人，您别忘了还有皇上，再加上之前您犯下了错，眼下在皇后娘娘面前做小伏低，准没有错，您就听奴才的吧。行就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李芳华一走，季宇哥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哎呀，在他看来呀，宫里面就是虎狼窝，还是宫外自在。崔嬷嬷，你去准备一下弟弟妹妹们爱吃的点心，等明日他们来的时候，好拿给他们。王妃就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李芳华了，万一她真得了皇后娘娘的宠爱，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不会的，就算她得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这个王妃之位早想让出去了。王妃这话可说不得呀，要是让王爷听到了，肯定会多想，您费了多少心思才能够嫁过来，哪能够说让就让呢？我这不也是话赶话吗？他还真不太在意这个王妃之位。嬷嬷放心，皇后娘娘心中自有成算。再说，不是还有表姐在宫里吗？表姐怎么会眼睁睁看着李芳华如意呢？王妃说得对，侧夫人是有些小聪明，这些小聪明到了表小姐的面前根本不够看的。表小姐她可是崔家的嫡女，崔家的掌上明珠，不可能连这点小人物都收拾不了。那是当然。母后该喝药了，太子妃你也辛苦了数日了，不如让我为母后喝药吧，还是不用劳烦李侧妃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而且你不知道母后喝药的习惯，你去给本宫做2道点心来，本宫记得你做的枣泥山药糕很不错，本宫有些想吃。既然皇后想吃，那我这就去做。说完忙不迭的就出去了。本宫不喜欢这个孩子，只是因为李大学士的缘故，本宫不好将他赶走。母后说的哪里的话，儿媳不会连这点事情都不懂的。儿媳防备着他，只是担心他将手段用在母后的身上。之前灾民的事情，就是李侧妃私自做主，险些害了玉郎王，甚至连累殿下。其中的缘故，实在让妾身不得不多想，也不得不多几分防备。更何况母后身子要紧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娘娘，太子妃说的有理呀，您的病刚刚有了起色，孙院正说了要小心点儿。再说啊，奴婢看着李侧妃心思也实在太多了一些。昨日明明是御膳房做了一盅燕窝过来，李侧妃非说是她自己亲自熬制的。昨日啊，给娘娘捶腿的是冬夜，可娘娘醒来，她话里话外又将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，奴婢看了呀，都觉得上不得台面，也不知道李大学士又是怎么教育子女的。本宫只不过是不愿意拆穿罢了，毕竟是玉郎王的人，如今三皇子病重，太子在朝中能够帮衬的兄弟不多，也就是玉郎王了。宇哥，那孩子怎么没来？母后有所不知，表妹这几日身子不太爽利，怕进宫来冒犯母后。大姐姐既然做了王妃，为何会住在后院？莫不是失宠了？她这是来找打的，这么想不开吗？真是的，好不容易出来见大姐姐，真不知道二姐跟来干什么。不会说话就别说。三妹妹、四妹妹，听说你们在女学读书了，最近都学了些什么呀？学了画画，还学了算术。大姐姐，怎么没见到玉郎王？王爷呢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上朝去了。王爷事忙，时常不在府中。怎么，二妹妹找他有事？没事，就问问。玉郎王也是他可以问的，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二小姐也就在府里看着还像样子，出来真是让人没眼看。表姐，我听说三皇子的腿坏了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命是保住了，只不过腿截肢了，以后怕是和我之前一样在轮椅上度过了。倒是可惜了。我听说皇后也病了，你怎么不进宫啊？李侧妃进宫了，这几日我身体不太好，免得过了病气给皇后娘娘。哎，看不出来，二妹妹这么关心皇后娘娘。
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，我当然关心了。反倒是大姐姐，身为皇后娘娘的儿媳，不侍奉在侧，却让侧妃进宫，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姐姐不孝顺呢。二姐，你没听说大姐是怕过了病气给皇后娘娘吗？哪里不孝顺了？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听说玉郎王府的花园景色宜人，不如二表姐去看看吧。他实在不敢保证季雪心接下来会说出些什么来，不如出去呢。也好，崔嬷嬷，你带着二妹妹去看看风景，顺便清醒一下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哎呀，他一走，屋子里的空气似乎都清新了许多。王妃，不好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崔嬷嬷，你别急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陪季雪心去看景色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季雪心呢？王妃，您快去看看吧，二小姐落水了，还有王爷他……林墨池。季玉哥神色慌张地赶来，就看到被救上来的一身湿漉漉的季雪心，还有不远处负手而立的林墨池。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王妃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本好好的，季二小姐看到王爷过来了，突然就跳到荷花池里了。是你自己跳下去的？我就是脚底一滑，没想到王府的地这么滑。王妃明鉴，这地铺了鹅卵石，一点都不滑，除非是故意，否则是不可能滑倒的。而且刚才季二小姐不是在地上滑倒的，而是站在栏杆上直接跳下去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今日的事情谁都不准说出去，负责下水救人的人赏赐1碗伤寒药，再赏每人100文钱。表妹还是带着二妹妹先回去吧，我想父亲这个时候应该在府中。大姐姐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二妹妹，我看你是喝水喝多了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你自己失足落水，我玉郎王府的下人好心救你上来，有什么需要做主的？你什么你？难不成你想说我府上的人对你负责任？刚好他们有的还没成亲呢。之前救人的几人就抬起头，嘿嘿，会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季雪心想起被救的时候有人摸到了他的身体，不由得一阵恶心，摇了摇头，绝口不提做主的事情。让王爷看笑话了。原来季太傅教出来的女儿竟然是这样的。王爷这话有些偏颇了，恕我不敢苟同。一个人品行如何，和生母的教导撇不开关系。我父亲一心为公，所以忽略子女教导。王爷如果要怪，就怪杨姨娘好了。再说，王爷如果觉得我爹不会教人的话，岂不是在质疑太子的品行？季宇哥，这话也能随便说？传到太子的耳朵里，他怎么想？不说是太子，就是传出去，怕是就会引起血雨腥风。他不过是说了一句季太夫的教养，他竟然要害死他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。王爷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要死大家一起扫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弟弟也是杨姨娘的孩子，他的性子是不是也跟季雪心一样？ No， 季少峰从生下来就是我母亲养着，一直到母亲去世跟杨氏接触多不多，后来更是直接被父亲送到宫中做伴读，跟杨氏可没关系。林墨池收回视线，懒得跟他辩解。王爷，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最近事情不多吗？刚刚送三弟回王府，父皇念在他查案有功，封他为御牙王，赏赐了很多珠宝。三弟一听说，就嚷嚷着要出宫。三弟向来心气高，在宫里的时候还险些自裁，幸亏被看守的人拦住了。我担心他回到王府之后，就此会医治消沉，到时候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。害了三皇子罪魁祸首定罪了吗？涉案人员不少，死伤无数，背后之人至今还在逍遥法外。那就行了，只要罪魁祸首没有被定罪，我想御牙王是不会寻死的。当然王爷也不能掉以轻心，可以找什么东西分散他注意力。他现在不是腿废了吗？需不需要轮椅？我知道有一种轮椅活动自如，可伸缩，还可以设置暗器，想来御牙王会喜欢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哎，不辛苦。季宇哥心中松了一口气，看样子林墨池也没打算抓着季雪心跳水的事情不放。
既然如此，他不如卖他一个好。况且要真的能够帮助玉牙王，也是好事吧。季宇哥回去就画轮椅的样式。这是你画的？你刚才不就在这儿吗？是不是我画的你不会看啊？本王的意思是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图纸十分的精确，而且还复杂，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想出来的。本王见过你之前的轮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，只不过太复杂了，而且太危险，我一个小女子用不上。不过我想玉牙王是男人，说不定他会喜欢。这副轮椅不但可以自由活动，还有伸缩功能，可以躺可以靠着，在把手处还有暗器，可以防备人偷袭。回头让玉牙王在里面装些毒药，威力就更大了。照他所说，此轮椅的杀伤力很大，比得上好几个侍卫了。本王会让人做出来的，想来三弟应该会喜欢。看在这张图纸的份上，季雪心的事情就算了，不过你最好提醒提醒季太傅，好好的约束一下子女了。今日碰到的是本王还好说，若是碰到的是别人，别说是季太傅，就连本王都丢不起这个人。哼，要不是他，季雪心还未必会干出这么蠢的事情。什么叫做没有我，季雪心干不出这种事情来？韩嬷嬷，不好了，李侧妃被窦公公的人给带走了。什么？好端端的窦黎明带走李侧妃干什么？窦公公可有说什么？奴婢也不知道，李侧妃是被捂着嘴带走的。奴婢看是窦公公身边的人，也不敢拦着。既然是窦公公让带走的，肯定是李芳华做了什么让他知道了。窦公公是父皇身边的人，应当知道李侧妃的身份，绝对不会乱来的。要是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的话，一定会放了他的。太子妃就怕李侧妃做了什么呀？如果他真的犯了事儿，也跟我们无关。对呀，李芳华要是犯了事，那就是自己找死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还以为他进宫能清静清静呢，没想到他都进宫了还不消停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要是他自己作死也就罢了，就怕连累了您和王爷，那才是糟糕的。王妃，难道不知道进房间要敲门吗？王爷还是先别管话了，李侧妃出事了。他出什么事儿了？太子妃说他被父皇身边窦公公带走了，似乎很严重。本王要进宫一趟，你在王府好好待着，别乱走。廖管家，你知道这位窦公公是何许人也吗？王妃，出什么事情了？跟窦公公有关系吗？这位窦公公很厉害吗？窦公公当然厉害了，王妃有所不知啊。这位窦公公不同于其他的内侍，他的武功奇高，整个大汉朝都没几个对手，而且出手狠辣无情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，只效忠皇上一个人。哦，原来这位窦公公这么厉害。既然他这么厉害，怎么进宫当太监了？只是宫里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好像是皇上救过窦公公，窦公公为了报恩才进宫的。至于是真是假，奴才就不知道了。难道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？王妃怎么好端端的提起窦公公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听说李芳华在宫里被窦公公的人给带走了。窦公公将李侧妃带走很严重吗？廖管家迟疑的摇头。王爷已经进宫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快就知道了，没道理让王妃担心。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要是有事的话，廖管家派人去告诉我一声。一定一定。李侧妃的事情，本王打听出来了。哦，很严重吗？不算是严重，此事事情涉及到朝政，他怕是要在里面待上几天，等调查清楚之后才能出来。李芳华犯了什么事情？好端端怎么会涉及朝政呢？他不是在景阳宫伺候母后吗？你知道大哲王朝吗？当然知道，是大浩王朝劲敌。去年不是还打仗了吗？也是因为打仗的缘故，今年朝廷过得结结巴巴的。还记得元宵节礼部都没发灯笼，以往都是会发的。怎么扯到灯笼那里去了？再说他都多大了，还惦记着灯笼？母后被曹太医暗中换药的事情你应该还记得。曹太医入宫多年，一直本本分分的做事，
这一次铤而走险，意图加害母后，定然是有人指使。父皇命窦公公彻查，结果在曹太医家中发现了关于大哲王朝的图腾印记，基本可以断定他是大哲王朝潜伏多年的内奸。窦黎明查得越多，牵扯到的人就越多，偏偏人人自危的时候，李芳华好死不死的竟然往上凑，没事瞎打听。宫里本就没有什么秘密，更何况他又在母后身边，自然更受关注。李芳华应该只是打听，跟内奸没关系吧？有没有关系，总要查过才好。尤其是关于内奸的事情，即便是没关系，只要沾上一点就难逃。况且他不是一个安分的，在宫中口出狂言，言语之中有对你的贬低和对太子妃的极度轻视。他不会有性命之忧吧？他这么大胆子，之前觉得李芳华胆子够大了，没想到想的还是太低了。敢拿皇上和皇后的事情开玩笑，敬他是条汉子。什么汉子？乱七八糟的。她是李大学士的嫡女，自然胆大一些。眼下她是出不来了，不过好在她是李大学士的女儿，又是本王的侧妃，窦公公应该不会用刑。不过刑房杂乱不堪，他这一进去怕是要吃苦了。你担心李侧妃？废话，能不担心吗？万一他真的跟敌国勾结，岂不是要连累我？好歹他也是玉郎王府的人，回头真的出事了，李大学士肯定没胆子找皇上理论，他肯定会找我们呀。本王打听过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。要是真有事儿，本王也不会好端端的回来了。李侧妃好歹也是玉郎王府的人，王爷要不要去救救他？这话一听就是口是心非。本王才不去呢。王爷，人家好歹也是你的心上人，之前还跟人家鱼水之欢，看人家出事了就不管了，这不太好吧？本王什么时候跟他？你这是吃醋了？呸呸呸，我吃哪门子的醋啊？我娘亲才不会吃你的醋呢。你不是吃醋，这么在乎本王和李侧妃的事情干什么？我这还不是担心王爷落得一个薄情的名声，我们现在是一体的，你要是丢了脸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所以我这是为了自己，绝对不是为了你，更不是因为吃醋，懂吗？他这是大度，可不是吃醋。林墨池笑了笑，也不知道是懂了还是没懂。就在季宇哥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林墨池已经靠近了他，手随意地搭在他的后面。宝贝正要提醒，林墨池率先阴恻恻地看了他一眼。算了，谅他也不敢欺负娘亲。欺负？哼，好主意。林墨池若无其事地拿起茶几上的桂圆，弹指间扔了出去。啊！季宇哥吓了一跳。哎，这可是你自己主动的啊。第二天清晨，季宇哥睁开迷蒙的双眼，紧接着一阵阵的酸痛从四肢百骸传到脑海。禽兽，无耻之徒，调戏良家妇女！王妃，快些起来吧，王爷在前院等着你呢。跟我干什么？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他决定等身上好了，再找狗男人算账去。这一次，他非要让他尝尝自己的厉害。崔嬷嬷一顿，看到他脖颈处的吻痕，瞬间明白了，夫人这是在闹别扭。王妃，今日一早上，东宫传来消息，太子和太子妃要去看玉牙王，邀请您和王爷一起。王妃还是收拾收拾，赶快过去，不好让太子和太子妃久等。太好了，小姐终于如愿以偿了，说不定要不了多久，小姐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呢。王爷，王妃到了。狗男人，稍后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林墨池眉头上挑，嘴角勾出坏坏的笑，哼，他等着。林墨池伸出了手，想要搀扶他，季宇哥连看都不看，直接踩着凳子上车。谁知一掀开车帘，一记重拳迎面而来。看样子本王昨日没满足王妃，王妃竟然还有精神。既然如此，他不介意今天晚上继续。你个王八蛋，昨天晚上竟然敢偷袭我！本王与你是夫妻，同床欢好有什么不对的吗？对个屁！谁要跟你欢好啊？你个渣男，以后少碰老娘。昨天晚上是老娘技不如人，以后你再敢碰老娘试试，我非宰了你不可。你再敢以老娘自居，本王不介意废了你的手。
季宇哥咽了咽口水，瞬间老实下来，恍惚间想起他生母早亡，难怪他会如此的生气。朱轮车缓缓地走着，离开了闹市，朝着最富贵的街道而来。一会儿到了，你少说话。你说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啊，我偏不。太子妃，本宫和玉郎王先进去，免得三弟不好意思见你们。那臣妾跟表妹在这里说说话，太子有什么吩咐我们就是。学学人家太子妃，说话得体，办事稳妥，哪儿像是他。好了，二弟，我们进去吧，别让三弟等着急了。表妹，你跟玉郎王闹别扭了？没有。没有你怎么这副样子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被狗给咬了。狗？崔文云上下打量着他，见他衣领处若有若现的红印，瞬间了然。随后心里又羡慕起来。昨夜太子是在王侧妃那里休息的，宫里皇后娘娘还催着他要孩子，殊不知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要孩子？哼，本宫怎么看玉郎王妃好像不太高兴。没什么，就是昨天晚上吵了几句，他还没消气，倒是让太子看笑话了。听说李侧妃被无缘无故的抓了，要不要本宫向窦公公说说，早些将她放出来？窦公公那人必定是有真凭实据的，太子不必为我向窦公公求情。如果他安分守己，窦公公调查清楚之后自然会放人的。林胜渊的面色好了不少，因为李芳华跟他的关系，昨夜他还特意让人打听了，结果闹了好大的笑话。李芳华虽然口出狂言，可听着都是后宅女子的嫉妒之语，没有什么价值的。殿下，哪来的酒瓶？太子殿下，恕罪。府上的人莫不都是偷懒的，怎么也不知道收拾房间，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？是我不让他们打扫的。三弟，你这般样子，父皇看了岂不是会寒心？就是母后和童洁玉知道也会伤心的。从我这条腿废了，就已经寒了父皇的心。至于伤心嘛，太医叮嘱过，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饮酒。这些你都忘记了，你不要命了？不喝酒我能干什么呀？像文人墨客一样吟诗作对，红袖添香，我可做不来。三弟从前多么的洒脱，像是个小太阳，现在却和酒瓶子为伍，简直就像是一滩烂泥。这一切都怪幕后之人。行了，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吗？既然已经看过了，就走吧。三弟，你这样让我们如何放心？你越是这样，背后的人就越是得意。你难道想要看到他们得意？得不得意的，我还能管得着吗？我能活下来都已经是上天恩赐，至于报仇，想都不敢想。报仇？找谁报仇啊？松江堤坝涉事的人员拿的拿，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，我不是已经报仇了吗？三弟，我知道你心中不痛快，可是此事牵连甚广，光凭你带回来的账册和手上的证据，根本没办法给韦家定罪。太子妃，玉郎王妃，不好了，我家王爷腿上的伤口裂开了，现在前院很乱，太子殿下说让您过去帮忙管一管。我知道，这就过去。三弟，太医很快就到了。等了半天，疼得都冒汗了，太医还没过来。不行了，你们给我一口酒喝，实在是太疼了。听到响声，本能的朝着声源的方向窜了过去。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儿。别乱动，然后迅速的掏出银针，在他的腿上扎了几针。其他人还没看清楚他是怎么拿出针的，血就已经止住了。伤口发炎感染了，这么大酒味，是不是喝酒了？还喝了不少，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身体啊？幸亏发现的早，等到伤口溃烂，深入骨髓，就药石无灵了。玉郎王妃还懂得医术？会一点点。哼哼，听他说的，哪里像是只会一点点的样子。这时，管家带着太医院的刘太医来了。不必多礼，先给玉牙王看看。是。等等，不对，这是谁扎的？可是不对。没有，要是没有这几根针的话，怕是玉牙王等不到臣赶到，已经失血过多了。
只是臣从来没见过这种针法，不知是哪位大夫出手。是我，您是宫里太医吧？刚才情况紧急，我就出手了。我刚才看过，玉牙王不注意自己身体，擅自喝酒，导致伤口恶化。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将腐烂的肉割掉，然后煮用3气来止血，再用生鸡的方子，还要注意调理肝火旺盛。让太医治疗，你别添乱。我没添乱，我也是大夫。看了几本医书就说自己是大夫，谁给你的脸？林墨池，你别瞧不起人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不信的话，你问问太医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林胜渊站在一旁，正要劝架呢，一记旋风腿踹了过来。林墨池侧身一躲，可苦了他旁边的林胜渊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不过二嫂真是好勇猛啊，竟连大哥都打，莫名的兴奋是怎么回事啊？哼！糟了，误伤太子不会被砍头吧？太子，你没事吧？本宫没事，玉兰王妃好身手啊！太子殿下恕罪，我是不会故意的，要怪就怪他，谁叫他躲开了？要是他不躲开的话，肯定就踢不到你了。王爷小心，小心针跑偏，老臣可不会这种针法。二嫂还真是有意思啊！玉兰王妃说的没错，都是她的错，回头本宫让她给你赔不是。哦，还是太子殿下明事理，听不出好赖话吗？太子，他头发长见识短，我替他给您道歉。你头发没比我短多少。玉兰王妃，你可真是有意思。我看玉兰王妃的医术应当不错，说不定可以帮上什么忙，你就别拽着规矩不放了。还是太子殿下通情达理，你也不知道学着点。你……林墨池一口气堵在心口，上不去下不来，等回去再收拾他。殿下，三弟他怎么了？林胜渊喉咙有些不舒服，没说话，眼睛不断地往天上看。今天的天还不错，蓝天白云。崔文云蹙眉不解，顺着门往里面看了一眼，刚好看到刘太医用镊子夹腐烂的肉，脸瞬间一白。太子妃没事吧？崔文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，都要吓死了。臣妾没事，只是里面……太子妃不必担心，三弟的伤口有些溃烂，刘太医正在给他清理伤口。表妹，不对，玉兰王妃呢？在里面呢。什么？她在里面？不害怕吗？表妹在里面干什么？好不容易腿好了，可别吓出毛病来啊！臣妾去将她叫出来吧。里面过于血腥，太子妃还是别进去了，本王进去就行。说完抬脚走了进去，顺手把门给关上了。你这位表妹跟传言真不太一样，竟然会医术，连刘太医都镇住了，可见医术不一般呢。只是季太傅的女儿，怎么会医术呢？不过就是看了一些医书，突然感兴趣了，比不上医者。太子妃不用担心，本宫看她倒是挺高兴的。这些能给我吗？可以。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研究毒啊。毒？什么毒？他中毒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清除大部分的毒，还有一部分残留在体内，不过不清理的话也是很麻烦。我打算用这些毒研究研究，看能不能研究出解药来。刘太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三弟怎么会中毒呢？什么毒？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毒？回太子殿下的话，玉牙王被人下了毒，是臣失职。玉牙王现在怎么样？这个伤口已经清理好了，毒也被剔除了大半，剩下的就是清除余毒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玉牙王中毒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竟然不知道？太医院养你们是干什么用的？今日要不是恰巧伤口流血了，是不是要等到玉牙王死了你们才知道？微臣知罪，微臣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明明之前没有中毒，前些日子在宫里还好好的。我知道了，毒应该不是从口入，也不是从伤口入，而是通过类似于艾柱的方式利用毒烟入体，所以毒素都囤积在一起，时间短还看不出来，即便是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诊断出来。毒，还真是毒，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。
这是打算神不知鬼不觉的置人于死地啊！也不知道玉牙王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，腿都废成这样了还想害他。太子殿下，玉郎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请二位进宫亲自向皇上解释吧。太子妃，本宫和二弟先进宫跟父皇说此事，玉牙王府的事情暂时交给你，等回头本宫跟母后借了人，自然会有人来接手。在这之前，辛苦你了。殿下尽管放心去吧，臣妾会照看好这里的。殿下，刘太医，先让他留下吧。你跟太子妃先留在这里，等本王从宫里出来，再来接你回府。去吧去吧，在这里不要乱走，也不要惹祸。啊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快走吧。表姐，我有些困了，我先去睡一觉行不？是不是吓着了？要不要让刘太医给你看看？谁吓谁呀？不用了，表姐，我就是想要去睡一会儿，这里人多，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行吧，你去休息吧，但也别睡得太死，免得宫里召见。父皇，此事都怪儿臣，要不是儿臣说得太重，三弟也不会从床上掉下来，是儿臣的错，还请父皇责罚。父皇，不关太子的事情，是我说的话让三弟生气，才让他摔倒的。但若是他不摔倒，也察觉不到被人下毒。朕让你们去开导人，没让你们气死人。儿臣知错，说到底也是太医之过。父皇，下毒之人居心叵测，即便是医术再高明的人也察觉不出来。而且三弟自出宫之后就不太愿意让太医亲近，也不能完全说是太医的错。父皇不如让刘太医戴罪立功，饶了他吧。既然太子求情了，此事也的确情有可原，就降刘太医为7品太医，罚俸半年。父皇，三弟刚出宫就有人想要害死他，儿臣觉得和松江的案子有关，不知是否可以翻案重查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此事和松江的案子有关系？儿臣……再说了，朕已经说了，任何人不准再查松江的案子。你是把朕的话当作耳旁风了吗？儿臣不敢。朕知道你们兄弟情深，清河是朕的儿子，朕又怎么会不疼他？此事你们2个都不要再管了，朕会派窦公公调查此事的。太子，你先去后宫看看你母后，朕有话要跟她说。李芳华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儿臣知道，儿臣一定会公事公办的。哼，说得倒轻松。李大学士那边怎么办？罢了，稍后你就将人领回去吧，以后好好的教导他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心里要有数。父皇，您都调查清楚了，不再调查调查了？怎么，你不希望他回去？之前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怎么现在一颗心都偏向季宇哥了？不过偏心也没什么，毕竟季宇哥是正妃，之前又帮过你的忙。相反，李侧妃总是给你惹麻烦。儿臣没有偏心。行了行了，朕都知道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你今天就把人带走。你以为关着人不花钱啊？最近窦公公差事办得好，牢房的花销也直线上升。嘿，窦黎明心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30出头的年纪，古铜色的皮肤，棱角分明的轮廓，刀削般的五官，怎么保养的啊？这人，你是传说中的窦黎明，很厉害那个？玉郎王妃谬赞了。你是怎么保养的呀？不得无礼。我怎么无礼了？他不就是看看吗？长得这么好看，还不让人看啊？玉郎王言重了，王妃只不过是问了一句常人都好奇的话，又有什么错呢？你看人家都没生气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倒显得人家小气似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就不。窦大人，你别理他，他呀就是规矩太多。我没什么事儿，您先忙您的。那我忙了。好说好说，您忙您的。来人，将玉牙王府的人全部带过来。王府里所有的人都被带到了前院。窦大人真是好有威风啊！当然威风了，他可是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杀入敌军，并且全身而退的人。
即便是林墨池不太喜欢窦黎明，也不得不承认他很厉害。他这么厉害啊？表妹，你怎么突然对窦公公如此好奇啊？刚刚你真是吓死我了。我做什么了？怎么吓死他了？你刚刚那么跟窦公公说话，满宫上下都没有人敢跟他那么说话的，即便是我，有时候见到他都会有些打怵呢。表姐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他只不过是长得凶了一点，但我觉得还是很好说话，没有不讲理。外界传言多半是假的，肯定是有人嫉妒他，故意传出话来诽谤他，那些人真是太可恶了。林墨池直接翻了个白眼儿，觉得他脑子有问题。恐怕整个皇城如此看待窦公公的，也就只有玉兰王妃一个人了。他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凶残吗？林胜渊笑着微微颔首，算是认同了他的说法。皇上命你尽心照顾玉牙王，在玉牙王没有脱离危险之前，你要留在这里。若是玉牙王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怕是要换个地方跟你谈谈了。窦大人，你是不是找到下毒之人了？有没有问清楚是怎么下毒的？还有下毒的时候，玉牙王有没有察觉到呢？可疑的人已经抓到，至于到底是谁下的毒手，还要审问之后才能知道。玉兰王妃，刚刚刘太医说玉牙王的伤是你诊断出来的，就连解毒的药方也都是你提供的。可是在下并未听说玉兰王妃懂得医术，不知道王妃可否解释一下？其实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他正要提醒对方长话短说，季宇哥这边呢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要说学医啊，要从他小时候开始。据我所知，普通人要学习医术少则5年，多则10年甚至20年，不知道王妃为何会比别人更快学会呢？因为我聪明啊。王妃确实聪慧，只是刘太医说王妃会用刀，这些就连太医院的太医都未必掌握，您是如何知道的？我曾经看过一本医书，是关于杨医的。杨医就是治疗外伤的大夫。接下来不管窦黎明怎么问，季宇哥都有话回他。等窦黎明一走，季宇哥还有些惋惜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他要张帖子，回头有空的时候上府上拜访去。哈哈，这是有多想不开呀！想上门拜访窦黎明，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吗？林墨池见他总说糊涂话，实在是有些也听不下去了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太子妃见谅，府上还有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不等两人回应，林墨池直接把挣扎的季宇哥给扛了起来。这会儿没人了，你可以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学会医术的？这该怎么说呢？有什么说什么，本王是你的夫君，难不成还会害你？那可不一定，自古以来，男子害妻儿的不在少数，有的为了家产，有的为了小三，有的发神经，哪一个简单？更何况我们之间又没感情，我死了，他正好扶持那个绿茶女上位。林墨池听了一个大概，觉得他想的真多呀。他是那种为了女人害女人的人吗？罢了，你若是不愿意说，本王也不逼迫你，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就行。你觉得今天我跟窦公公说的，有人会相信吗？本王不知道别人是否相信，反正本王是不相信的。不过他们即便是不相信，也得拿出证据来，只要他们没证据就没事儿。他们肯定没证据，这事儿除了我自己，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哦，宝贝也知道，不过宝贝是向着我的，跟我是一体的，肯定不会出卖我就是了。他竟然相信一只狗，也不相信我。林墨池的心有点酸酸的，然而还来不及张口，外面就传来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。王爷，也不知道踹坏没有，需不需要修？这要是需要修的话，这笔钱必须要李芳华来出。这个时候是在乎门的时候吗？没看到眼前还有一个大活人吗？李芳华一把抱住了林墨池的大腿，哭哭啼啼的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在刑房待了1天1夜，吓得大小便都要失禁了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回你的院子，
以后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本王也帮不了你。臣妾知道了，臣妾以后再也不多说话了。其实也不是臣妾说的，是臣妾身边的丫头乱嚼舌根子，哪知道窦公公就误会了。殿下还不知道臣妾这一天一夜是怎么过来的，臣妾还以为要死在里面了呢。李侧妃，抱怨的话你就别说了，万一回头传出去。李芳华想到窦黎明，如受惊的小兔子捂住了嘴。行了，你回自己的院子吧。王爷，你不陪臣妾一起回去吗？臣妾害怕。王爷，要不然送李侧妃回去，毕竟李侧妃受了惊吓，应该好好宽慰宽慰。本王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殿下，人已经死了。父皇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一定会派窦黎明继续彻查。他的本事可在你们之上，一定要把尾巴扫干净，别被他查到什么。是，奴才保证他不会查到什么的。不过，若皇帝真的派窦公公出宫，是不是要派人劫杀？你们想要劫杀窦黎明，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？他的本事你们是知道的，眼下我也缺人手，要是浪费在他身上，就太不值得了。让你查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季太傅为了治好玉郎王妃的腿疾，的确是收集了不少的书籍，甚至是崔家对外帮了不少忙。据说用珠宝从两大家族手里换来了几本医书。至于玉郎王妃是不是通过这些医书而自学成才，却不得而知。你说，一个人真的会因为看了几本医书而变成一位神医吗？殿下，天下间有才之人不少，有些人没读过书却能够出口成章，或许玉郎王妃就是如此。再说她又是季太傅的女儿。但是便宜她了。玉郎王妃会医术是不错，可是那位李侧妃却是个惹是生非的。奴才打听到，因为这个李侧妃，皇帝可是把玉郎王狠狠地数落了一顿，就连李大学士在朝中都不怎么受欢迎了。要不是有韦家帮忙，说不定李大学士会被罢官。此次李大学士欠了韦家一个人情，日后总要还的，也是好事。也是，一好一坏，正好居中。王爷，就在刚刚，四皇子府中的二管家出京城了，奔江南而去，要不要派人去跟着？不用了。四皇子此时派人出去，只怕是有所图谋。若是将人抓住，没准能够查到些什么。此事父皇已经交给窦黎明去查，我们若是贸然插手，怕是会打扰了他。把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。王爷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应该休息了。今儿个晚上是歇在书房，还是去王妃那里？李侧妃在宫中受到了惊吓，王爷要不要去看看她？本王今夜歇在书房，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我总觉得王爷对王妃不一样的呢。王爷和王妃是夫妻，夫妻间哪有隔夜仇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王爷之前对王妃明明很讨厌的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王爷提起王妃，目光里柔的都快揉出水来了。你管这些干什么？王爷和王妃感情好，这还不是好事吗？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好王爷，其他的事情不用管。一会儿你跟我去一趟三弟的府上，刚好轮椅已经做好了，你告诉他怎么使用，顺便给他看看腿。季宇哥直接伸出了手，林墨池不解，以为他想要人搀扶起来，他将手伸了过去，谁知却被季宇哥给打了一巴掌。哼，拿钱来！要什么钱？你让我陪你出去，又让我帮你讲解轮椅，还让我看病，不给钱怎么行啊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拿钱来！你要是不拿钱，我就不去。娘亲别怕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大不了给他下毒。还是你最好。林墨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今天啊，不是跟他讨价还价的日子。钱少不了你的，你先跟本王出去。先拿钱来。本王手上没有现银子，拿这个先抵啊。质地通透，色泽圆润，
雕弓金战是个不错的东西，要是卖出去，应该能卖不少的银子。这玉佩只有皇室中人才有，象征着每个人的身份。若是你敢卖出去，回头可是要受罚的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卖的，大不了找别人换，实在不行就把它给砸碎了，然后弄成玉坠、耳钉什么的，肯定也能卖出去。又没指望能够卖出多少钱来。你到底知不知道玉珏代表的是什么？还想把它砸碎了，还想卖出去？林墨池觉得再这么说下去啊，他真的会忍不住暴走。快走吧。李芳华得知王爷和王妃出门了，气得把屋子里的东西啊都给砸碎了。家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过来？父亲到底知不知道我的境遇啊？奴婢已经送信回李家了，不过小姐之前在宫里的事情被朝臣知道了，老爷在朝堂上被人笑话，家里的几位少爷也被同窗取笑，家里也是闹腾不已，短时间还是没办法来为小姐做主了。这么说来，父亲是不管我了？小姐，你做了什么事儿自己不知道吗？老爷不被你牵连的丢官罢免也就不错了，还指望着老爷来管你？小姐是老爷的亲生女儿，老爷怎么会不管你呢？只不过眼下旁人盯得很，家里又乱七八糟的，老爷只怕也顾不上。有什么顾不上的？他们还能有我重要吗？哎呦，几个丫鬟不敢想象，越发后悔跟着李芳华嫁过来了。哼，看样子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小姐，你想要干什么呀？小姐呀，你可别作了。干什么？哼！只要除掉了季宇哥，我就不相信王爷会不来看我。玉牙王府，多谢二哥好意了，内务府已经给我准备轮椅了，就不用二哥操心了。我有些累了，二哥二嫂没事就回去吧。王爷是不是感觉胸口闷热，喉咙里有异物？我怎么着？不用你管。要不是看在你是玉郎王弟弟份上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现在毒热已经入了肺腑，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，会引发成肺热，甚至是肺痨。父皇已经让窦公公去查了，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你别把自己的身体折腾惨了，到时候背后的人只怕做梦都要笑醒了。就是，可不能让他们得意了。我看要不还是先吃完饭再喝药，把病养好了才是最要紧的。林墨池难得觉得他这会儿会说话了。我没什么胃口，不吃了。不吃怎么能行呢？你不吃我们怎么交代？我管你们怎么交代呢？我说了不吃就是不吃。合着他们是奉旨才来看他的，一点都不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他。本王不用你管。我也没有想管你啊。其实啊，你是不想死的。要是你想死的话，以你的本事早就死了，还用得着我们来看你？你现在不过是在自己跟自己闹别扭，既没有办法找下毒之人报仇，又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。你感觉自己是个废物，是个没有用的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没那么想。你就是这么想的。我说了我没有。你有你就有。你给我滚！我不想看到你。我要是能帮你劝好他，那块玉佩是不是就是我的了？林墨池点了点头。玉佩只是代表身份，给他或者不给他都是一样的，反正都是玉郎王府的东西。季宇哥就笑了，呵呵，为了这块玉佩，他也得努力的劝劝这个闹别扭的小孩。对付小孩子，他还是有些手段的。他想干什么？这古人说得好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人家孙膑被挖了双鬓了，照样写出孙子兵法，人司马迁都自宫了，还写出史记了，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？不就废了一条腿吗？另外一条腿不是还能用吗？孙膑是谁？司马迁又是谁？古今中外的人物我也知道不少，没听说过哪个孙膑和司马迁，就连孙子兵法和史记我也没有听说过呀。难道是他杜撰出来的？这历史上还有很多人，他们身残志坚，做出很多伟大之举，流传百世。你千万别灰心，其实你的腿还是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行走的。
只不过需要一个假肢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的什么假肢？假肢，你先吃饭再喝药，我再告诉你什么是假肢。林清河乖乖的吃饭喝药，甚至还简单的梳洗了一番，看着呀，总算是有点年轻小伙的模样了。二嫂，你刚刚说的可以正常行走，是真的吗？林墨池好奇的看着他，这事儿季宇哥从来没跟他说过，难道又是从哪本医书上看到的？二嫂，你之前说什么假肢，我可以站起来，是真的吗？可以，不过你要先把病养好，等我回头研制出来给你送过来。你说的假肢是什么？假肢就是模仿人的腿做出的肢体，等回头照着你原来腿做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装上去像正常人一样行走。虽然不能跑跑跳跳，但日常走路还是没有问题。轮椅虽然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保护他，可若是能够站起来就更好了。那就麻烦二嫂了。哎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林墨池挑了挑眉梢，觉得以他的性子不会这么大方才对呀。看在是一家人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7折。季宇哥以为林清河不愿意给钱，不由得冷下了脸。你可别以为这假肢好做，首先需要根据你双腿比例测量出高度，然后还要挑选材料，最后才模拟出真腿，这过程可难了，而且还需要专业的知识素养。最主要的是，还不能让你伤口再次发炎、磨损，过程是很难的。要是换做旁人，我都不给他做。这也就是你是他亲弟弟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二嫂放心，钱我一定会给的。哎，其实这个轮椅我也是出了力的，图纸是我提供的，所以别太过分。哦，当然了，主要的功劳呢是玉郎王的，你要给的话，大头是给他的。我去，林墨池无语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二嫂放心，你和二哥费心费力的帮我，钱自然会给的，回头我就让人给你送过去。真懂事儿，你放心，你的假肢我肯定给你好好做，保证让你用的舒服。那就谢谢二嫂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应该的。看样子今天带他过来就对了。三弟啊，我知道有人要害你，你手头上肯定没有趁手的药，这是我最近研究出的，回头你把这个涂抹在剑上。二嫂，这个有什么用啊？用处可大了，只要沾到伤口上，就可以迅速麻痹敌人，过程就好像是被雷击一样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，你不就能够拿活口了吗？这个不错。徐管家，你说姑爷会不会不来呀？不会的，传信的说玉郎王和王妃已经收到帖子了，只怕此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说起来，这一次我能这么顺利的调往内阁，还多亏了宇哥这个孩子。老爷，只有您站得高了，大小姐在王府也能过得好呀。王爷勿怪，王妃是高兴了才多喝了几杯。王妃以前就住在这里？是。她是季家的大小姐，为何会住在这么破的地方？当真是被虐待吗？这里是夫人生前住的地方，大小姐不喜欢人打扰，房子坏了也不修，1年接着1年，就成这样了。1个多时辰，崔嬷嬷说了很多，多半都是季宇哥小的时候的事情。林墨池听着，和现在的季宇哥简直判若两人，应该说就是2个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季宇哥迷迷糊糊中，仿佛听到有人跟自己说话，却又听得不是很清楚。祠堂内，季雪欣从送饭的丫鬟口中得知玉郎王来了，花了大价钱跟丫鬟换了衣服，从祠堂逃了出来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这要是让你父亲知道，可不得了啊！母亲，玉郎王来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。母女2个一合计，杨氏直接拍板，在2个仆人的帮助下，一路朝着季宇哥的院子而来。二妹，母亲和二妹妹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记得二妹妹应该禁足祠堂。
母亲也应该在自己的院子里养病。风儿、咏梅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在祠堂罚跪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莫非还想着嫁给玉郎王？大哥，我只是想来拜见一下玉郎王，毕竟之前王府的事情是个误会，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跟他解释，哪知你们根本都不听我的，所以我才想悄悄地过来看看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妹妹她呀，就是想过来道个歉，没别的意思。她是你的亲妹妹，你还能不了解她的性子？玉郎王和大姐姐应该已经休息了，你们就不用过去打扰了。有什么话我会转告的。你们偷跑出来，父亲应该还不知道。若是父亲知道了，你们想想是什么后果？母亲，莫非是觉得自己家日子过得太安生，想要回娘家去？既然王爷和王妃已经休息了，我先带你妹妹回去。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啊？崔嬷嬷，你也不知道叫我。是王爷叮嘱奴婢不许叫醒您的，王爷也是疼惜你。我看他是怕被人戳脊梁骨，所以才装的对我好。原来在你心中就是这么想本王的。王爷怎么来了？王妃倒是说说，本王做了什么事情，怕被人戳脊梁骨？宠妾灭妻，冷酷无情，打肿脸充胖子，渣男。本王什么时候宠妾灭妻了？你倒是说说看。虽然你现在没有宠妾灭妻，但谁知你以后呢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；男人的心，海底针。本王尊你，敬你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都是一样。父皇的后宫也有许多的妃嫔，他们为父皇生儿育女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地位能够超越了母后。哈哈哈，季宇哥好像是听到笑话一样看着他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男人真会为自己无情找借口。如果皇上真的那么爱皇后的话，就不该找其他女子，只需要皇后一个人就行了。反正将来这皇位只需要传给一个人，找那么多女人，生那么多孩子有什么用？自古以来，男人三妻四妾，历朝历代的后宫都是佳丽3000。可是不同的是，那些君主宠爱妃嫔，多过于宠爱中宫皇后，以至于做出很多荒唐的事情来。可是自父皇登基以来，对母后的呵护有加，哪怕是那些女子多么的千娇百媚，身份如何贵重，父皇对母后依旧是情深意重。况且前朝和后宫息息相关，有些妃嫔并不是父皇主动拿的，而是那些官员送进宫的。我知道后宫里有很多女子和前朝都有关系，就比如说韦贵妃宠冠后宫，韦家盛极一时。父皇做出的一些决断也需要靠韦家子弟来帮忙实行。你还不如说皇上被韦家拿捏着，被逼跟韦贵妃上床，被逼跟韦贵妃生了孩子，被逼着宠爱韦贵妃。闭嘴！这话都敢说，他就不怕传出去掉脑袋吗？怎么，被我说准了吧？说什么前朝后宫是助力不助力的，事实上还不是找的理由和借口。如果真不喜欢，摆在后宫当摆设不就行了？我们不说皇上，就来说说你。皇上要管这天下为天下负责，三妻四妾也很正常，但是你又不需要管天下，要那么多女人干什么？本王没想过要很多女人，但是如果皇上赏赐或者别人塞进来的，你也不得不要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本王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管玉郎王府会进多少人，你永远都是王妃，在本王心中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。牛不喝水，难不成还能强按着头？即便上面有皇上压着，只要你不想要，难不成皇上还能逼着你吗？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找借口。林墨池气得不轻啊，他什么时候给自己找借口了？最后闹得不欢而散。离开季家的时候，林墨池直接骑马走了，理都没有理睬季玉哥。小环，你让人去打听一下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好端端的父亲会将杨氏和季雪清赶去庄子？打听的越详细越好。小姐不用打听了，奴婢知道。昨日奴婢上街碰到了徐管家，徐管家还跟奴婢说起了此事。徐管家都说什么了？徐管家说，老爷和少爷已经知道了小姐回门的那一日，二小姐意图勾引玉郎王的事儿，也知道了王爷和小姐因为此事生气的事情，所以这才将她赶到庄子上去了，也是为了让王爷消气儿，看到季家的诚意，
季雪心什么时候勾引林墨池了？宁香阁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王妃这2日一直都在屋里读书，就连小环和崔嬷嬷都被打发了出来。奴才也实在是不知道王妃在做什么。让人盯着点宁香阁，如果王妃过来的话，就说本王不在。那要是王妃不过来呢？林墨池淡淡的瞥了一眼廖管家，廖管家赶忙退下去忙了。二嫂，你可算是来了。王爷有请，我自然要来了。看王爷面色比之前红润了不少，看样子的确有按时吃饭，按时吃药。那是当然，二嫂说的话我一直都记着，这几日一直都有乖乖的听话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二嫂，假肢的事情你研究的怎么样了？研究出来了吗？我已经画了图纸，为了能够和你身体适配，我还要做进一步测试。怎么测验啊？有了这些测验结果，我就可以尽快拿出图纸，然后为你打造假肢。你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，所谓伤筋动骨100天，需要完全确认你的伤口不会发炎，不会复发，才能给你安装假肢。因为在伤口愈合过程中，你的身体会产生相应变化，而假肢是不能够修改的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气呵成雕工，没有办法从头再来，所以只有你的伤口完全好了之后，才能给你安装假肢。二嫂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都听你的，只要你能够让我重新站起来就行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你一定能够站起来。王爷，王妃恕罪。其实我早想说了，我看嬷嬷神情好像有些失眠。韩嬷嬷，你没事吧？回玉牙王的话，奴婢自出宫之后，每夜晚都心悸难受，时常噩梦惊醒。本来奴婢也没太在意的，可是这2日却总是觉得身体乏累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不醒，奴婢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嬷嬷怎么不早说呀？每日刘太医都过来，应该让他给你看看才是。刘太医是宫中的太医，一般的妃嫔啊都请不到他，奴婢怎么能够劳烦他呢？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如果韩嬷嬷相信我的话，我给你看看。啊，那就麻烦玉郎王妃了。韩嬷嬷，你这是中毒了。二嫂，韩嬷嬷这是中了什么毒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耗损血气的东西，只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只知道它的功效应该是让你变得越来越神经衰弱，身体疲惫，最后可能卧床不起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油尽灯枯而死了。奴婢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呐，这是什么人要这么害奴婢呀？一定是他们，一定是他们害我不成，所以才害你的。韩嬷嬷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？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给玉牙王的茶叶，是贡品，因为王爷不喜欢，所以赏给了奴婢。奴婢这几日啊一直都在喝这个。这茶叶是母后赏的，断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啊？让人去厨房拿一些醋，还有碱水过来。很快东西就拿来了。季宇哥先是抓了一把茶叶泡在热水里，然后又往里面滴了几滴醋。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里面突然冒出了黑色的泡泡，转眼间就把桌子给腐蚀了。对方应该是把这些茶叶特意用药物烘干过了，加入有毒的药水，这样一部分毒素就附着在茶叶里面，即便是用银针也测不出来。王爷，这肯定不是皇后娘娘干的，皇后娘娘对你视若己出，怎么会想要下毒害你呢？一定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。妈妈说的哪里话啊？母后的为人本王自然是清楚的。玉郎王妃，我的毒可有办法解吗？我给您开一张解毒方子，您立刻让人把药抓了。好在您情况并不算严重，喝2副药应该就能把余毒排出来了。不过这几日要多走动，多锻炼，多出汗，出汗也有利于排除余毒。奴婢听您的，奴婢一定多锻炼，多出汗。我去看看药熬好了没有。那就麻烦二嫂了。这件事肯定跟母后无关。我也相信跟母后无关，之前窦黎明来过一次，将府上上下都搜查了一遍，韩嬷嬷也是在那之后才出事的。我想毒物很可能是在那之后下的。你是怀疑你府上还藏着杀手？我看你只身一人在这么大的王府，只怕早晚都会出事，要不然还是搬到我那里去，这样一来既方便照顾你，二来也可以防止背后这人下手，三来
父皇和母后也会放心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会不会太麻烦二哥二嫂？不会。那就打扰二哥二嫂了。韩嬷嬷，本王决定让三弟住到我的府上去，麻烦你收拾收拾东西，带三弟先过去。韩嬷嬷转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季宇哥也跟着走，却被林墨池给拦住了。好狗不挡道。季宇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骂本王是狗。王爷是不是狗自己心里不清楚？王爷既然不在意外面人怎么说你，又何必在意我怎么骂你？反正都是假的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不对。不对就不对，你再松开我。本王不放手，除非你能够保证以后不再咒骂本王，不再说那些离经叛道的话。我怎么离经叛道了？至于骂你，你也可以骂回来啊。你最好乖乖听话，不许再胡言乱语，更不许在心里骂本王。要是被本王发现，本王就让你3天下不来床。你要是敢硬来，我就让宝贝咬断你的命根子。你当真以为本王会害怕一条狗？对啊，他好像真的不怕宝贝。完了，我和宝贝加起来都打不过他，这么一来岂不是要被他给欺负死了？不对不对，我还有毒药，大不了直接下毒。疯女人，你才是狗男人呢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王爷，前面有一辆马车，还有一大堆女子挡住了去路。崔公子，小女子王芸娘，家父是刑部左侍郎，恳请崔公子下车见上一见。崔公子，在下姓袁，单字一个淼字，家父是工部左侍郎，还请公子能够收下我的一片心意。崔公子，小女子仰慕你已久，求求你下车一见吧。季宇哥正看得高兴呢，就在这时被一道大力扯进了马车内。你干什么呀？话音刚落，马车的两边飞过2辆马车，疾驰而去。谢谢。换另外一条街道走吧。是。那个是什么人啊？怎么有那么多姑娘喜欢他？你竟然不知道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前面马车里坐着的应该是崔家的嫡系少爷崔明星，也就是你的表哥太子妃的亲弟弟。哦，说起来我也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表哥了，不知表哥变化大不大？崔明星每次来皇城都要引起轰动，还真是人如其名啊，好像是天上的明星，人人都喜欢他，愿意追随他。我记得上次他在御华园被一众女子给围住了，还有一次是在国子学院，这一次没想到竟然在大街上，他还真是受欢迎啊。崔家少爷长得俊美，即便是女子怕也比不上他，也难怪如此受欢迎。王爷，太医说过，您现在不能大悲大喜。没事，好不容易有个乐子，让我笑一会儿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现在外面都在传季太傅想要停妻再娶，刚一升官就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送到城外庄子上去了，还传得有鼻子有眼的。胡说八道，我爹怎么可能这么做呢？查到是谁在外乱嚼舌根子了吗？奴才也是刚刚听说了消息，特意赶回来的，只怕现在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家看看。啊，此事你就是回去也没用，还是本王回去看看吧。你也留在府中，好好安置三弟，季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这个时候你若是去季家，不是平白给自己惹麻烦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季太傅也是本王的岳父，他出事，本王焉有不管的道理？那就麻烦你了。林墨池嗯了一声就走了。你把徐庶给我叫过来。王妃，关于季家传言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些传言是从哪里传出的，最好查到散播谣言之人。是。另外，你派人盯住杨家那边。王妃这是怀疑是杨家的人背后散播谣言。这只是一种可能。之前因为我嫁妆的事情，杨家对季家都有不满。据我所知，杨家这些年一直都是靠着父亲的名声做些小生意，他们之前损失那么一大笔财物，以这些人的性子，应该不会放过父亲。可是老爷已经是大学士了，杨家没有一个人在朝当官的，只不过是做些小生意，他们真敢如此算计老爷？哼，他们是不敢，但若是背后有人撑腰，总有就不一定了。哎，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小姐，现在民间都在传扬季家的事情，不过传的多半都是季太傅有了高官俸禄就抛妻弃女，甚至还传扬他停妻再娶。哼，这件事你办得不错，多谢夫人。你好好收着，说是以后用心为我办事儿，我保证赏的一定比这多。我现在真想去宁香阁看看王妃的那张脸。侧夫人，刚刚奴婢回来的时候还听说一件事，有人说杨氏和季雪心之所以被送到城外庄子上，就是因为季雪心在季家勾引了王爷，被季宇哥发现，季太傅为了季宇哥，这才不惜将杨氏和季雪心送走。不过奴婢想，既然这位二小姐这么喜欢玉郎王，以后说不定可以利用利用。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，你先帮我记着。你们说了这么多，可有证据？皇上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民间传言纷纷，而且季太傅的妻子和女儿的确已经被送到了庄子上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季大学士，你可有什么说的吗？回皇上，众位大臣所奏之事皆是妄言，事关微臣的家事，臣只想私下禀报皇上。臣觉得朝堂之上应该以国事为重，不应该为了臣的家事弄得满朝堂乌烟瘴气。微臣有罪，还请皇上责罚。此事不是你的错，朝堂是商量国家大事的事情，而不是你们来嚼舌根的地方。臣有罪，有罪。王御史，既然你对朕的官员私下里的家事这么在意的话，看样子御史台的职位也不太适合你。从即日起，你就调往松江县做一任县令吧。皇上，爱卿这是不愿意？臣愿意。微臣有罪，因为家里面的事情污了皇上的耳朵，还请皇上治罪。朕相信你是无辜的，谁家里没有一本难念的经？况且这事儿你之前也跟朕说过，朕都不在意，用得着他们说三道四的。说起来，此事也是朕连累了你，若不是朕把你调往内阁，只怕他们还不会这么穷凶极恶地攻击你。父皇，季太傅刚刚调任内阁，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威信。既然事情已出，儿臣建议，不如借着此事敲打那些不安分的人也好，趁此让季太傅立威。儿臣认为玉郎王所说极是。既然如此，就让御史台自查自纠，朕绝不允许有朝臣互相伤害。此事就交给太子来查吧。多谢皇上。查得怎么样了？杨家有一位少爷，算起来也是杨氏的侄子，前几日在赌坊内欠了一大笔钱，可是就在这2日突然还清了。继续说。奴才悄悄地将他用麻袋罩住，伪装成了劫匪威胁他。他透露是有人给了他们家一大笔钱，让他们四处散播谣言。我可没让你用麻袋罩人家。王妃放心，他们不知道是奴才干的，况且就算他知道，也绝对不会说出去。为什么？徐庶便压低了声音，一旁的小环和崔嬷嬷一脸的嫌弃，就好像是吃了死苍蝇一样难看。难怪你将这份证词亲手交给父亲或者徐管家手上，至于那幕后指使之人，我想父亲应该有办法查出来。王妃还有什么要晓得传话的吗？没有了。小姐，那个杨家公子也实在太恶心了吧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在京城有很多男人喜欢去那种地方吗？王妃，这些事情听了呀，怕污了您的耳朵，您还是别问了。别呀，我就想知道。奴婢知道的也不多，不过在京城的确有一些暗巷子经营着南妓馆的生意，听说有不少人都喜欢去。这么伤风败俗，朝廷不管？朝廷并没有明令禁止，所以底下的人就肆无忌惮了。有些打着是青楼的生意，表面上做着女人的生意，但暗地里也会做男人的生意，总之里面肮脏得很。哎呀，奴婢也是听别人说的，王妃可千万别再打听了，免得被王爷知道，心中膈应。杨家的子弟那一晚就是恰好从南妓馆出来，被徐庶给抓了个正着。王妃，李侧妃求见。去问问他有什么事要见我，要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算了。李侧妃说王爷让他抄写的佛经已经抄好了，特意来请王妃过目的。既然是王爷让他抄的佛经，应该交给王爷过目，给我看是怎么回事。
让他拿给王爷看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去玄虎阁看看玉牙王安顿好了没有？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就去库房拿。季宇哥正打算睡一觉休息休息，结果廖福突然跑了回来，让他赶快进宫。原因是太子被一只毒蛇给咬了。既然太子中毒了，为什么来找我？不应该找宫里太医吗？对啊，太子中毒应该找太医院，找王妃有什么用？是王爷吩咐奴才来找王妃的，想来定然有王爷的意图。王妃还是跟奴才进宫吧。来都来了，总不好现在回去啊。殿下怎么样了？王侧妃，您不能进去，孙院正他们正在里面治疗呢。大胆，你敢拦着我？是本宫让他拦着你的。你现在进去，不但对殿下的病情没有好处，还会影响太医院的诊断。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表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是来找玉郎王的吧？他在隔壁。表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抬回来的人说，殿下被一条毒蛇给咬了。现在孙院正他们正在里面治疗，也不知道情况如何。孙院正是太医院之首，有他在应该不会有事。崔文云点了点头，现在他也只能用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了。林墨池因为帮林胜渊吸出毒血也中毒了。有劳杜太医了，本王有话要跟王妃私下说，你可有办法解蛇毒？我有办法解，不过解毒手段不能让人看见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，只要能够练出解毒血清，解毒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你别硬撑，你也中毒了。本王没事儿，最重要的是太子。太子很重要，你也很重要。本王要是出事儿，不就如了你的意了吗？你不是一直有意想要当一个有钱的寡妇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林墨池剧烈地咳嗽了起来。季宇哥连忙给他倒了杯茶，还往里面掺了一些解毒血清，混在一起倒是看不出来。喝了吧。林墨池还真是有些渴了，一饮而尽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孙院正他们还是没有办法，只怕他们也不会解毒。本王带你过去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帮太子把蛇毒给解了。想要解毒很简单，不过我需要取一部分太子的血。你怎么好了？是王妃找到了解毒的方法。哦，对，表姐，我知道有一种办法，或许能够帮太子解毒，不过我需要取太子一部分血液。殿下金尊玉贵，怎么可能让你们取血？你别开玩笑了。谁开玩笑了？你哪只眼睛看我开玩笑了？表姐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把太子的血给我，我一定能够找出解毒东西。参见父皇母后。都起来吧。太子怎么样了？刚刚玉郎王妃说她有办法解毒，只不过需要取殿下的血液，儿媳不敢私自做主，还请父皇明示。玉郎王妃，就连太医院都没办法解毒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难不成你比太医院的太医还要厉害？皇上，我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学习过医术，但是我看了不少医书。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一种解蛇毒的办法，就是取一部分蛇毒，经过降毒处理，注入到马的身体里，马的身体会产生抗体，等到达一定量之后，再抽取马血注入到人的身体里，这样一来就可以解毒了。这不是胡闹吗？皇后，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就按他说的办法试试看吧。皇上，您怎么能够让他胡闹呢？那你有办法吗？季宇哥上前拿针刺破了林胜渊的脚趾，取了一部分的血。我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，哪里有上好的马匹？东宫就有，你需要什么东西？季宇哥就说出了几样解毒的草药，好在这些草药东宫就有。皇上，太子殿下马上就要毒入心脉了，再找不到解毒的方子，怕是就……赶快解毒！朕告诉你们，若是太子出了什么事，朕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。父皇，可找到解毒的办法了？已经找到了。那赶快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母后，这是解毒血清。他按住了林胜渊的脉搏，发现脉搏已经开始若有若无了。皇后张了张嘴，
正要问这解毒血清是怎么来的，却被季宇哥给拉了起来。大胆！母后，太子情况刻不容缓，你们先退后，我要为殿下解毒。要是你治不好太子，本宫就让你给太子陪葬，明白了吗？皇后也不是菩萨心肠啊。稍后我会为太子注入血清，你们两个帮忙按住太子腿。此时太子毒已经控制不住，马上就要侵入心脉了。有没有金针？有。顾太医把自己的金针拿了出来，季宇哥快速的在林胜渊胸前扎了几针，眼看着太子的脸色就好了不少，毒似乎在慢慢的流入下体。季宇哥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便拔掉了之前孙院正留下来的金针，将血清注入到林胜渊的身体里，接下来就是让血清发挥作用了。有效果了，真的有效果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玉郎王妃的办法果真有效，现在太子的脉搏比之前强劲了不少。太子现在已经开始解毒，接下来只需要安心静养就行了。辛苦你了。这一次救了太子，你立了大功，回头朕一定会重重有赏。父皇您客气了，太子是国之根本，尽微薄之力也是应该的。听说你在太子中毒第一时间为太子吸血了，你身体没事吧？多谢父皇关心，儿臣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倒是太子，儿臣觉得那条毒蛇出现的诡异。御园常年有人打扫，从来没有听说出现过毒蛇，还请父皇下令彻查。此事就交给你去办，一定要查清楚，查明白。朕绝不允许任何人对太子动手。你确定你解毒的办法行得通吗？眼下父皇虽然不会起疑，但是他肯定会让太医院按照你的方法来研究的。如果研究不出来，你怕是要给个说法。放心吧，这个办法行得通。如果太医院想要方子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他们。回头我给你开个药方，你吃上2日，好好调养调养。那就多谢王妃了。如果抓住那条毒蛇了，能不能拿给我看看？我想研究研究。好。接下来的一段路，两人都默契的没怎么说话。不过与之前相比，两人之间尴尬的氛围呢，变得温和了不少。王爷到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王妃走后没多久，李家的大少奶奶便来了，和李侧妃说了好一会儿子的话，也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。管他们说什么，刚才表姐和我说季家的事情，李家可能也参与了，回头让徐叔打听一下。二嫂，我听说太子中蛇毒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毒已经解了。不对，东宫已经封锁了消息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二嫂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太子没事吧？太子的确是中了蛇毒。季宇哥就把林胜渊如何中毒，而他又如何解毒的过程简单说了一下。现在毒已经解了，就看后续怎么调养了。不过太子身体不错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不用担心。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不要乱动，保持心情平和。等过些日子假制做出来，我们进行测试。玉郎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王过来看看你们查的怎么样了。死了2个人，剩下的还在审问。那2个是什么人？就是喂马的，进宫也有3年时间了。那条蛇呢？还没有找到。继续找，找到了给本王送过去。既然是毒蛇，就不是宫里原有的。查查是怎么进宫的。有人说这蛇是被人用特殊的办法训练的。既然蛇能够主动攻击太子，必定是因为有特别的指示。本王已经让人把太子的衣物送到太医院去检查了，剩下的就靠你们了。3天的时间，如果查不出什么来，就把这些人送到庄子上去吧。是。那1人1份。苦男人，这下看李芳华还下不下得去嘴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本王这药里都有什么？为何有点不太一样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就是为了加强解毒药性，我在其中加了2味不常见的草药，味道有些不太好闻，但是等过些日子就好了。二哥，你身上什么味儿？怎么那么臭啊？你敢算计本王？王爷，我可是为了你好，若是你觉得我算计你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这药可以帮你解毒，就是有点难闻，
但效果是好的。二哥，你还是把二嫂放下来吧，这样成何体统啊？再说二嫂应该也是为了给你治病，你就赶快给我解毒。你想想，我有天大胆子敢给你下毒，我是不想活了吗？本王看你是想当寡妇，你给本王死了这条心，只要有本王在一日，你就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。那没办法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想当官夫？对，王妃不是想当寡妇，本王想当官夫，不正好跟你凑成一对吗？谁要这种凑成一对啊？再说谁要跟他一对啊？哎呀，王爷，快将王妃放下来吧，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呀。二皇子，这可能是个误会，你还是放了王妃，好好说吧。二哥，你快放了二嫂吧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真的是为了给你解毒调养身子，蛇毒可不是一般的毒，对身体损害大着呢。我的办法虽然有些不太好闻，但效果好。你没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气在流动吗？林墨池狐疑地活动了一下四肢，的的确确感觉到了一股气在周身流动着。为何给太子解毒的时候没有这种味道？给太子解毒用的是解毒血清，给你解毒用的是草药，自然不一样。血清也不是人人都能用的，必须是中毒深的人。王爷现在就是调养身子，哪用得着血清？林墨池渐渐地被他给劝说住了，将它放在地上。这味道什么时候能消散？这个你别告诉本王，这味道消散不了了。那倒不会，不过这个要看每个人体质如何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2-3个时辰也就消散了；要是运气不好，可能需要个几天吧。几天？王爷别生气，或许用不了几天。王爷身体这么好，回头洗洗澡，多运动运动就好了。你真的不是给本王下毒？王爷若是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问别的太医。哎，对，二哥，一会儿刘太医就过来了，你不如让刘太医给你看看。林墨池沉默了一下，气得扭头就走。哎，王爷这样子怕是需要有人照顾，本王妃还要招待玉牙王，实在抽不出身。赶快让人去找李侧妃，让她来照顾王爷。王爷，奴才……你说他是不是吃醋了？啊？昨天本王陪李侧妃吃了一顿饭，今天王妃也就如此捉弄我，是不是因为吃醋了？肯定是，要不然王妃为什么这么做？昨天在东宫，王爷还力挺王妃来着，照理来说，王妃应该感激。可是今天突然这样，十有八九是因为李侧妃。吃醋就吃醋，弄出这些把戏来。刚一开口，一股恶臭迎面扑来。快去找厨房烧水，本王要沐浴。二嫂你可真厉害，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谁敢如此捉弄二哥，你也是第一人啊。小意思。小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李芳华听说季宇哥让他去伺候林墨池，想都没想便朝着书房飞奔而来，结果还没到书房就被这味道给熏吐了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是随地大小便吗？李侧妃，王爷在里面，您快进去吧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府上的下人什么时候这么怠慢了？也不知道打扫打扫。没什么味道，李侧妃快进去，王爷现在在沐浴。李侧妃的眼睛亮了亮，他到现在还没侍寝呢，说不准这就是个机会。这是什么水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？王爷的洗澡水。洗澡水？怎么可能？李侧妃进去就知道了。来，我带李侧妃进。啊！哎呦，空气终于清新了。哎，快放我出去！滚！王爷，虽然他想侍寝，可是却不想以这种方式啊。王爷，我今天身子不舒服，我滚出去！是，我这就滚出去。林墨池气的呀，一掌拍在浴桶的边缘。季宇哥！谁在骂我？肯定是二哥。他才不会骂我，说不定现在跟李侧妃云里雾里。王妃，求求您可怜可怜小的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王妃，王爷在书房发怒，见人就打，求求您发发善心，别跟王爷计较了，给王爷解毒吧。王爷生气，你找我有什么用？谁不知道我跟王爷关系不好？你要求也不应该求我，应该去求李侧妃啊。王妃说的哪里话？王爷和王妃感情深厚，哪里是李侧妃能比的？
刚刚李侧妃也去了，刚进去就被赶了出来。要不是他，王爷也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。王妃，其实王爷心中是有您的。虽然李侧妃和您是1前1后嫁过来，可是王爷从来没在李侧妃的院子留宿。你说什么？他没和李芳华？应该啊，李芳华还冲我想了来着。王妃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宫里打听打听。每一位入府的夫人新婚之夜之后都是有白帕子送入宫中。王妃的那一方帕子已经送进宫，李侧妃的却迟迟没送。奴才天天跟在王爷身边，王爷有没有留宿，奴才能不知道吗？二嫂，你就别吃醋了。我觉得这小子没撒谎，我二哥从前连个同房侍妾都没有，身边一水的都是男人。李侧妃长得又没您出众，性子也没您好，之前又给二哥惹了麻烦，二哥是不可能喜欢她的，就放宽心吧。这么说来，这男人还是挺有眼光的。算了，你去让人摘一些苏子叶熬成水，让你家王爷洗澡，一会儿就没味了。哎，告诉你家王爷，我这可不是吃醋，也不是故意捉弄他，那个毒的确是解毒的，还有洗精伐髓的功效，臭味就是他体内毒素，可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。怎么会呢？王爷爱护王妃还来不及呢。王爷若是知道王妃如此费心竭力的为他好，肯定高兴。奴才这就去告诉王爷。很快，林墨池就泡在了苏子叶熬煮的水里，味道果然淡了很多。王妃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，奴才听得真的，一个字都不落。王妃听说您没去秋梨院留宿，高兴的跟什么似的。奴才觉得要是身边没人，王妃肯定激动的哇哇叫。他还说了什么？王妃还说那汤药的确是解毒的，还有洗精伐髓的功效，貌似还挺珍贵的，还说是臭味是因为王爷身体里的杂质被排了出来。王爷有没有感觉？林墨池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确是轻快了不少。季宇哥，你到底搞的什么鬼啊？你对王爷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整个书房会臭气熏天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去书房服侍王爷吗？之前你总说我不给你机会拦着你跟王爷亲热，我现在给你机会了，你怎么不要还嫌弃我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看我不爽，故意压着我，故意看我难看，故意不想让王爷宠着我。只是我没想到你为了分开我和王爷，竟然使出这么恶毒的办法。看样子你之前所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，你根本就不爱王爷。如果真的爱王爷的话，怎么会忍心伤害王爷？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不爱王爷了？爱一定要说出来吗？再说你那么爱王爷，现在王爷需要人服侍了，怎么不见你过去？你倒是有时间来指责我。谁说我忍不了那味道了？我只不过是今天身上不舒服，怕是耽误了王爷，哪像是你有心思在这里和月牙王谈情说笑，哼，却没有功夫照顾王爷。你竟敢打我！你不过就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一条狗，你敢打我？住口！韩嬷嬷是伺候母后多年的人，你一个小小的侧妃也敢动手打她？哼，我是侧妃，可是她也不过是个奴才而已啊，她怎么敢动手打主子？她是母后的奴才，代表的是母后，你这是要打母后的脸吗？我可是玉郎王的侧妃，代表的是整个玉郎王府。别，你可别说这话啊！这事儿跟玉郎王府没有关系，跟我跟王爷都没关系，是你一个人做的好事，你自己死也就罢了，可别拿整个王府的人给你陪葬。奴婢要进宫向皇后娘娘说明此事。你站住，不准去，不准进宫！李侧妃怕是没有这个权利阻拦奴婢，奴婢今日非要进宫告你一状不可。你竟然敢污蔑玉郎王妃和玉牙王，玉牙王住在玉郎王府是皇上的主意，你藐视圣上，光是这2点就足够治你死罪了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你污蔑我！姐姐，你可不能让他进宫，到时候皇后娘娘肯定会责怪你的。哎呦，这会儿知道叫姐姐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王妃不必说了，老奴今天一定要进宫告状。哎，嬷嬷别生气，气大伤身，你先听我说。怎么样，他是不是进宫了？你想得美，你打了人家一巴掌，人家怎么可能不生气？
那他冲你点头干什么？我好说歹说才劝住他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这上了年纪的人要的就是个脸面。你打了人家一巴掌，人家自然要让你拿出态度来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难不成跟他道歉？要不你给自己10巴掌，我估计韩嬷嬷也就能消气了。韩嬷嬷可是皇后娘娘身边最得力的人，既然你不愿意道歉，那算了，回头怪罪下来可别怪我。韩嬷嬷，我这就让人给你套马车。别，我打还不行吗？说着便轻轻地打了2下，声音跟蚊子似的，一点都没力量。我可给你机会了，这是你不珍惜。这几巴掌下来啊，别说是韩嬷嬷了，就连一旁的玉牙王都消气了。好了，韩嬷嬷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，饶了李侧妃。她已经知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再者说了，皇后娘娘现在刚养好身子，可别因为这事儿气着她了。既然月朗王妃这么说了，奴婢就不进宫了。不过李侧妃可要管好自己的嘴，免得说出一些不该说的，下次可就没这么轻易的过去了。嬷嬷别生气，我以后不会再乱说话了。来人，把李侧妃送过去。表姐，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对把脉诊脉真的不精通，我也就是对毒物一系列东西有些研究，要想给太子调养身体得靠太医，找我没用。自古以来医毒不分家，你都能够把蛇毒解了，怎么可能不会看病呢？你就别瞒我了。参见太子。你可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以后见到本宫不必行礼了。礼不可废。我感觉殿下脉象平和，已经大好了，但具体的还是要看太医怎么说。太子指了指旁边的凳子，让他坐下。本宫听说那一日是你找了解毒的办法，救了本宫。本宫听他们说的多了，还是想听你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。这么说起来，蛇毒对马匹无效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主要是马的身体里有对抗蛇毒的东西，但如果毒量大了也不行。对了，三弟在府上如何？他呀，现在整天吃吃喝喝的，没事还会练练弓箭，坐在轮椅上，别提多享受了。你说的是玉牙王吗？怎么感觉不像啊？就是他，现在玉牙王已经振作起来了，虽然说他的腿废了，但是还有脑子，还有双手，还是可以做些什么的。他自己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等改天我们也去看看。是该去看看，臣妾听着怎么和三弟一点都不像？的确是不像，就好像是在说另外一个人。太子太子妃，我已经出来够久了，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先别走。表姐，你和太子2个人浓情蜜意的，我再算怎么回事？再说我已经帮太子看过了，再留着我也没什么用，你还是让我回去吧。怎么出来这么一会儿就舍不得了？月狼王又不会跑。谁说我是因为他了？我回去还有事儿呢。一会儿明星会过来，你们2个也好久没见了，见一见再回去。哦对啊，表哥已经到京城了，说起来我应该去看看他，可是我听说季宇哥让人去打听了，只是崔家门里3层外3层的都是堵着人，暗地里还有巡逻士兵。你可见不到他，就是父皇见他一面都难，每次出去或者回去都得里3层外3层的有人护着，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哪家女子的荷包给砸中。里面是不是满满的都是爱意呀？没错。表姐，我听说表哥这一次是来考试的，他要是考中了，岂不是要入朝当官？以后宫门口得加多少侍卫啊？正说着，崔明星就来了。表妹才几年没见，你怎么大变样了？之前信上说你的腿好了，我还不信，果真是好了，而且样子也不一样了。还不快过来给太子请安？给太子请安，表妹叫声表哥听听。表哥。哎，表妹。表哥，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当初我非要看上玉郎王，而不是看上你呢？本宫也有些好奇，当初你为何一心一意的喜欢二弟？明明明星模样，长相也不差。可能是当时眼神有点问题。表妹你可真是太可爱了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？要是以前知道你这么有趣，没准儿
咱们俩还真能成一对呢。胡闹！哎，太子妃，让他们说，这东宫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再说这里就我们4个人，也不会传出去了。太子妃不必把规矩看得太深。林胜渊的声音中蕴含着警告，但奈何崔文云没听出来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说话竟然这么没着没落的，传到玉兰王的耳中，他该怎么想啊？这话要是传到那家伙的耳中，是怕他会生气的吧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别招惹他了。表妹，你也是，这话可不能传到玉兰王的耳朵里。你当初为了嫁给玉兰王，费了多少心思啊？就连姑父为了你都不惜进宫求情，好不容易求得来的姻缘，可要珍惜啊！哎呀，季宇哥觉得崔文云就好像是一个老妈子，说起来没完没了的，他就不累得慌吗？表姐说哪里话？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就是，太子妃，你就别管那些规矩的了，反正只要我们不误会不就行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就不好奇？对了，表妹，我听说你现在可厉害了，对毒蛇都有研究。还是别说我了，说说表哥，今天出来的时候可还顺利？一点都不愉快，要是愉快，刚刚我能弄得一身狼狈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些女人有多可怕。崔明星就像是找到了开关，开始细数这些女人非人的行径。他们真的心甘情愿卖得崔家为奴为婢，为的就是见你一下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？这还不是最疯狂的，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最疯狂的是，有人嫁给了我堂哥，成为了我嫂子。每次去给祖母请安的时候，看我的眼神恨不得要吃了我一样。崔家不是大家族吗？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这事儿啊，就怪当初二婶没有挑好儿媳妇儿，只是相看了几次，觉得对方家世模样不错，就把人娶进门了。谁知道人家是冲着明星来的。后来还是堂嫂跟着堂哥去地方当官，离开了崔家大宅，关系才渐渐和缓了。后来啊，也有不少人打着这样的目的，祖父祖母就下了命令，凡是喜欢明星的人都不让崔家其他人再娶了。为此，崔家的那些弟弟对他成见很大。姐，我很无辜的好吗？谁叫爹娘把我生得如此貌美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至于那些女子，我就更没办法了。你就一直这么受欢迎，没有人比得过你吗？还真没有。根据本宫所知，各大世家子弟中基本没有比他长得好的，更不用说人品、才华、家世了。这些全部加在一起，他已经算是顶尖的了。我朝的风气呀，又不是很严肃，当街示爱、当众表白的都有，也正是因此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。还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依本宫看，你不如早一点定一下亲事，等你定了亲，他们对你的热情应该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我现在看到那些女人就害怕，成亲的事情还是晚2年再说吧。你再不成亲，将来如何入朝为官？难不成你真的想将那些女子堵到宫门口吗？到时候只怕御史大臣的奏折就要把崔家的院子给塞满了。你早一点成亲，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也放心，族中其他人也不会因此怨恨你，那些女子也能够安安分分的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到了你的口中倒成了害你了？我这个当亲姐姐的还能害你不成？我的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别再说了，让我亲近亲近还不行吗？其实如果你不想成亲的话，倒还有一个办法，只不过这个方法有点损。什么办法呀？季宇哥朝他勾了勾手，然后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了几个字。啊，你啊，刚刚玉兰王妃给你出了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崔明星剧烈的点头，不许说，不许说，不能说。除了这个办法，我还真想不到别的办法。虽然有点损，但是可以一劳永逸，而且也好解决。等过2年你想成亲了再成亲，谣言自然而然的不攻自破，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损失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表哥，你干嘛拉着我一起走啊？你这不是害我吗？要是让他们知道我和你同乘一辆马车，万一打我怎么办？你想多了，你现在是玉郎王妃，谁敢打你？不怕玉郎王回头找他们算账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自己惹的麻烦自己去解决。再说主意我都已经给你出了，就看你下不下定决心了。我真好奇，姑父这几年是怎么教你的？
脑袋里怎么是这些主意？这个主意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你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吗？要不然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？躲到自己年老色衰？什么年老色衰？好好好，不年老色衰，色衰而爱弛。什么事？少爷，表小姐，前面是四皇子的马车。四皇子？四皇子是不是韦贵妃的儿子？跟太子作对那个？就是他。车上坐的可是崔公子，我家主子是四皇子，想邀请您去茶楼叙叙旧。告诉你们家主子，我今天还有事，就不过去了，改日再邀请他。我家主子说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况且前面的路怕是不太好走啊。各家的女子在几条岔路都堵着，只等着崔公子过去。只要崔公子的马车过了这条街道，怕是就下不来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你们去一趟。不过马车里坐着还有玉郎王妃，可否先送她回去？对，这事儿可别牵扯上我。既然玉郎王妃也在马车上，不如跟着一起去。你家主子还邀请我了？是。王爷，崔公子和王妃同乘一辆马车，离开东宫没多久，就被四皇子的人给带到咸雅阁去了。老四请了崔明星和王妃一同过去。应该只是请崔公子，因为王妃和崔公子同乘一辆马车，所以顺路把王妃请了过去。走，我们也去咸雅阁参见四皇子。儿嫂，他就是太子和林墨池的敌人。我们应该有4年5个月没见面了吧？季宇哥一口茶险些喷出来，这话说的就好像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新婚夫妇似的。啊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有些喝不惯这茶。四皇子和表哥应该有话要说，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。二嫂不如去后院看看，最近后院的牡丹花开得极为艳丽，想了二嫂会喜欢。我去看看，等你们叙旧完了之后再叫我。对了，这里的花草我可以随便看看吗？可以，若是玉郎王妃想带走几株也是可以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让人去给我找一些铲子和花盆来，我带回去欣赏。玉郎王妃，这下面脏乱，不如还是让小的帮你。你有什么看上的，告诉小的就行。哦，我要这个，还有那个。这土怎么这么红？看着就好像是鲜血染上去的。这土是上等的红土，颜色有些过于鲜艳，玉郎王妃可能没见过。我还真没见过这种土，培育出的花很漂亮吗？自然是漂亮的，要不然这花园里的花也不会长得如此娇艳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再多送我一些土，万一我移植回去养不活该怎么办？我可是听说这些花卉对于土也有很大讲究，你多给我准备一些。是。他认命的帮季宇哥挖着，不管季宇哥要哪一朵，他都没有拒绝。最重要的是这土，季宇哥敢肯定，土绝对不是红土，而是鲜血。王妃觉得这朵花如何？不知道可否看出这株花有没有毒？这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只是读过几本书，又不是大夫。哎，我看你倒是像个懂医的，不如由你来告诉我，它有没有毒？王妃不觉得它不祥吗？很多人都觉得一花一草都应该固定不变。我不这么觉得。谁说花的颜色是一定的？也可以随便换，就好像是动物一样，有的动物行为缓慢，经过一定训练之后也可以变得迅猛。又或者有些草明明不带毒，加入一些东西之后就会变成剧毒之物。樊涛的身子一僵，背在身后的手指朝外一翻，一颗石子突然出现，在他的手中来回的摩擦滚动。季宇哥眼中多了几分戒备，抓住了一瓶防狼喷雾。这时远处有人跑了过来，附在樊涛的耳边说了几句。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林墨池看着季宇哥跑过来，还有些诧异，紧接着看着他那略微紧张惨白的脸，发生了什么？参见玉郎王。怎么这么久还不回去？是四弟邀请我来的，一时高兴就忘了时间。可玩尽兴了？尽兴，可太尽兴了，像过山车一样刺激。要是他来的再晚一些，怕是我此时就是冷冰冰的尸体了。林墨池听到他内心的独白，墨色的黑眸一扫，
带着深邃的凝视，樊涛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感觉到有一股强压笼罩在自己的身上。他下意识地凝聚内力反抗，却发现根本反抗不了。二哥怎么也来了？来之前也不打一声招呼，弟弟我好亲自去迎接你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。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做2道菜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奴才冲撞了二哥二嫂？回头我收拾他，没用的东西，还不快退下！是。那倒没有，说起来你手下办事还挺得力。我刚跟他说我喜欢花，他就主动帮我挖了不少都是珍贵的花卉。原来二嫂喜欢花呀。这贤雅阁的花卉，二嫂看上哪一株只管说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我刚刚已经挖了不少了，要是再要的话就有点过分了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改日再邀请你入府。好说好说，我送2位出门。林维生低下了头，狠狠地瞪了一眼樊涛。樊涛身子摇晃，四肢无力，险些摔倒。玉郎王？怎么感觉他一身寒气？这是要跟谁打仗？不会是四皇子吧？小的时候他们2个经常打架，这次不会……崔公子，你是来接表妹的？林墨池点了点头，一个字都不想多说。崔明星心想，这是干嘛呀？四皇子，在下已告辞了。崔公子急什么？二哥二嫂浓情蜜意，2个人着急回去也正常。时间还早，你就再留一会儿。刚好我得了一本棋谱，我们2个手谈几局。你现在回去，那些女子肯定还在那儿堵着，不如再等一等。太阳落山，我估计他们也该走了。那表妹，你和玉郎王先回去吧，等哪天有时间，我再找你去拜访一下姑父。好啊，表哥到时候派人通知我就行了。还有那件事情，那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还有，记住我跟你说的。放心吧。季宇哥觉得四皇子对崔明星没有恶意，他反倒是危险的。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樊涛对你做了什么呢？他没对我做什么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刚刚想杀我。果然没错，刚刚林墨池也感觉到了樊涛身上浓浓的杀意。可恶，刚才就不该放过他。好端端的，他怎么会对你起歹心呢？你都做了什么？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要了几朵花，他该不会为了这个要杀我吧？不会，樊涛不是一个在意金钱的人，即便是花有多么稀奇珍贵，他也不会在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宫里面出现的金环蛇很有可能跟他有关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季宇哥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告诉了他。胡闹！你明知道他有嫌疑，为何还主动凑上去？刚刚要不是本王赶到的话，你此时怕是已经成为他的刀下亡魂了。有那么恐怖吗？当时那里那么多人，我不相信他敢在贤雅阁杀了我。我好歹也是玉郎王妃，季太傅的亲女儿，还是太子妃的表妹，崔家的外孙女。他要是杀了我，会惹来多大麻烦？我相信他一定知道，所以他绝对不敢杀我。你以为樊涛只是一个小小的下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他的来历非同一般，就连窦黎明都没有查清楚他的来历。这个人邪门的很，总之是个很难缠的人。你落到他手里能活着，都是幸运的。老四对他一向是信赖有加，把他当成是头号心腹，即便是杀了你，他也有能力脱身。你以为崔家能够和韦家抗衡吗？若是当时他杀了你，转过头再推到一干二净，找不到你的尸体，找不到你的人，又没有证据，即便是怀疑也只能罢休，就算是季太傅也无可奈何。最后的结果不是好的吗？反正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说就连窦黎明都不知道樊道的来历，他是怎么到四皇子身边的？他具体是怎么来的没人知道，只是前2年突然出现在老四身边的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，取得了老四的信任。后来老四走到哪里都带着他，甚至是出门办事情都会带着他。之前老四被人行刺的那个人就是被樊涛给杀的，据说出手十分的狠辣，招招都是杀招，死无全尸。既然是死无全尸，你们又是怎么知道？根据线索查的。虽然人死了没找到尸体，但一个大活人总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，再加上血迹、衣物等东西，
就查到了。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也十分的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贤雅阁的后花园，地上的土都是用血给染红的，而且那花开得极为艳丽，肥料肯定也是足足的。你是怀疑那下面有尸体？我不能保证下面有没有尸体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那地上的土绝对不是红土，是用鲜血染红的。我闻到鲜血的味道。这么说来，你说自己喜欢花，不是为了欣赏，而是为了试探它？一半一半。你不知道，那些花都很好看，要是卖出去，少说能卖2000两银子。反正是白给的，我要白不要，而且还可以研究研究。本王少你吃的了，还是少你穿的了？2000两银子而已，至于让你如此冒险吗？再说，你不是有你母亲留下来的嫁妆吗？你母亲当年可是10里红妆，留下来的嫁妆肯定不少，再加上季家赔给你的，你还缺2000两银子。我是有钱，但不代表我不想要钱。现在府上的日子是看着过得好了点儿，可是因为你之前大公无私的举动，府上的银钱都被你花光了，剩下这些只能勉强度日而已。要是过个节送个礼，肯定是不够的。我要是不想着赚一点儿，可怎么办呀？到时候你被别人笑话倒是其次，我被人笑话可丢人丢大发了。至于我的嫁妆，你是想都不要想。你刚刚说你想研究研究那花草，你能研究出什么来？这可就多了，能够研究出来他们有毒没毒，还能够研究出来死过几个人。就那么一点土，你就能够查得出来死了多少人？别人肯定查不出来，但我肯定能查出来。你今天是为了我赶过去的？你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去接你有什么不对吗？倒是没什么不对，不过你是为了我这个人，还是为了玉郎王妃啊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一个吗？区别大。若是自己女人遇到危险，男人连面都不出现，那还算是男人吗？本王记得你说过晚上会亲自下厨。他有说过吗？好像有吧。看在你及时赶到救我一命的份上，今天晚上我就给你露一手。今日是怎么回事？玉郎王妃应该是发现什么了。她发现什么了？樊涛就把他和季宇哥的对话内容解释了一遍。她是怎么发现的？是不是你说漏了嘴？一开始我以为玉郎王妃只是喜欢花花草草，后来我发现她总是盯着地上的泥土看，眼神不一般，所以才开口试探。没想到她竟然看出那土里面有鲜血。我记得你说过，那土绝对不会有问题，如今怎么会被人发现呢？四皇子，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些花开得太好了，引起了他的怀疑。下面埋着的东西对于花草来说是极为便利的养料，至于那些土，我敢肯定一般人绝对不会发现，就算是有大夫也发现不了。玉郎王妃是怎么发现的？殿下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我最近听说个消息，玉郎王妃为了治好自己的腿，看了不少的医书，因此无师自通。这一次她救了太子，就是因为看过医书上有记载解毒的办法。虽然这只是传言，可我看她对吊钟花的了解，可以断定她一定懂得医理药理，而且医术还不低。贤雅阁的后宅又不是没有进去过人，可是从来没有被人发现。季宇哥能够怀疑，可见本事不一般。他要是怀疑了，肯定会告诉二哥的。你二哥的性子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看样子那条蛇不能留了。四皇子放心，回去我就处理了他。已经是第2次破坏他的好事了。上一次赈灾的事情没能扳倒玉郎王，就是季宇哥搞的鬼。太子中毒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偏偏是他救了太子。本来都计划的好好的，却被他给破坏了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二哥娶了季宇哥是被季太傅所逼，现在看来是他们早就盘算好的也说不定。二嫂，没想到你厨艺如此精湛啊！哇，比宫里的御厨做的还好吃呢。要是不来你的府上，我还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饭菜呢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老三，吃了这么多，今天晚上你怕是要睡不着了吧？二哥吃的也不少，咱彼此彼此啊。季宇哥认真的看了过去，见林墨池的肚子明显微微隆起，怎么吃了这么多？不会真的撑坏了吧？还不是因为你做的太好吃了，
你要是做的难吃点，本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了。这都能怪到他身上，季宇哥无语死了。你们两个吃的太多了，小心晚上睡不着，撑坏了胃。你们等着，我去给你们熬一些山楂水喝。那就多谢二嫂了。季宇哥笑着摇了摇头。感情不是你媳妇儿，你不心疼？这么大一桌子的菜，他做了将近2个时辰，现在又让他给你熬山楂水，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二哥，我现在是病人，再说不就是1碗山楂水吗？至于这么小气吗？二嫂都没说什么，你生哪门子气呀？二哥，你没听出来二嫂的意思吗？二嫂真正关心的人是你，这山楂水也是给你熬的，我就是一个凑数的。谁用它熬山楂水了？二哥，你这也太心口不一了，说出这话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嘴角的笑给压过去啊？林墨池瞪了他一眼，抬起脚走向院子。林清河一看，紧忙催促了廖福，推着他出去。二哥，你真的变了，自从你娶了二嫂之后，和以前截然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了？哪里不一样了？从身上到眼睛都不一样了。以前你在外面穿的衣服都差不多，有时候衣服脏了，好些日子你都不换。有一次你后背划破了一个大口子，你都没发现。可现在不一样啊，自从有了二嫂之后，你的衣服隔2天就一换，每次都是崭崭新新的，从来都没有破过。这些都是底下人做的。你底下的人之前怎么没这么做呀？还不是因为二嫂管理有方。二哥，你们难道没发现你比以前沉稳了很多吗？要是以前的话，你一生气就要打人，暴躁如雷的，有的时候就连父皇都说你是驴脾气。可是自从你娶了二嫂之后，性子变得温和了不少。你今天竟然会主动去接二嫂回来，要是以前，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有吗？有。本王既然娶了她，护她周全是应该的，并不觉得有什么。而且本王娶了她，府上的事情交给她打理，她做得好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想想你另外一个。林墨石的脸就一沉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好像能夹死一只苍蝇。看吧，这就是反应。提起那位你是满脸的嫌弃，可提起二嫂你是如沐春风的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对，二嫂我没说什么，就说你做的饭菜好吃，要是能够天天吃到就好了。天天吃的？你想累死我呀？我又不是厨娘，我才不天天做饭呢。不愿意做就不做，没人逼着你做。我也没说要做呀。林清河在一旁看着，恨不得踹他二哥一脚，这也太不会说话了。二嫂，我二哥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也是心疼你，就是他不会说话，他的嘴向来都是这样的。林墨池无奈了，不是他心里说不想做饭吗？他说错什么了吗？父亲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景区说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有什么事我们边吃边说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刚从宫里回来。我虽然大半时间都在宫里，但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什么时候学习医术的？啊，就是小时候父亲不在的时候。季宇哥把糊弄林墨池和林生渊的那一套说辞拿了出来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偷偷学习医术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父亲说的哪里话？在这世上干什么不辛苦？父女两个和和善善地吃了一顿午饭。季秋得到了想要的回答，便离开了。几乎是前脚季秋刚刚离开，后脚太子和玉郎王就回来了。季宇哥听说太子是来看望玉牙王的，便带着他们去玉牙王的阁中。结果半路宝贝窜出来了。娘亲娘亲，玉牙王又在偷偷的训练。本宫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狗，是玉郎王妃养的。是的，它叫宝贝。太子，二哥，二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本宫听说你的腿快好了，过来看看。你这满头大汗的是怎么回事？身边怎么没个伺候的人呢？韩嬷嬷呢？天太热，所以出汗了。韩嬷嬷他们去拿东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该不会是自己偷偷训练吧？怎么会呢？二嫂之前千叮万嘱不让我乱动，我怎么敢偷偷训练啊？是吗？二嫂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呀。这可是我发现的，回头娘亲肯定会奖励我的。玉牙王很快就败下阵来。二嫂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的偷偷训练，我保证我以后不会了。二嫂，你别生气啊。老三也会道歉了。你的腿现在还没有完全好，虽然说伤口已经愈合了，但是里面的骨头要长好需要一定的过程。你现在必须得安心静养，才能够加速骨头的愈合。这些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
你一边求着我为你诊断，另一边你又不听我的话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让我给你看病干什么？找别人给你看去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再不听话的话，别想让我给你安装假肢。我可不是太医院的太医，把你当主子一样伺候。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让你二哥把你另外一条腿也打断了。季宇哥留下了狠话，气呼呼的转身去配药。三弟啊，三弟，原来也有人能治得住你啊！太子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二哥，二嫂不会真的不管我了吧？如果你再这么不注意身体的话，别说是他了，就连我也不管你了。别呀，你们别不管我呀，我可是你们亲弟弟呀，你们忍心不管我吗？忍心？哎，你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我听说你中毒了，可恢复了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我可比你听话多了。玉兰王妃说让什么时候吃药，我就什么时候吃药，从来没有耽误过，所以现在才能恢复的这么快。要是人人都像殿下一样谨遵医嘱就好了。二嫂，我之前喝药的时候都会有糖，怎么没有了？我给我家宝贝吃了，反正你也不听话，那糖以后你也不用吃了。叫你不听娘亲的话，这下没糖果吃了吧？林墨池抿嘴轻笑，这一次他觉得宝贝做得对。二嫂，给我吃个糖吧，这药实在是太苦了，好像跟之前不一样。你是不是往里面加什么了？当然不一样了，要不是某人不听话，我用得着换药方吗？你以为换一副药方很容易啊？太子殿下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帮你请请脉吧。有劳了。殿下体内的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只要多加调养就行了。这段时间殿下最好不要饮酒。为什么不能喝酒？喝酒的话能够加速血液流动。太子殿下身体毕竟才刚刚恢复，应当以静养为主，喝酒对你身体没好处。如果非要喝的话，每日最好不要超过1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，殿下也应该戒酒了。这是为何？季宇哥看了眼林胜渊，又看了看林墨池，这话让他怎么说呢？玉兰王妃，本宫的身体不会还有什么事吧？殿下身体没什么大碍，不过太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？就是二嫂，你可别吓我们，太子身体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你说我该不该告诉他们？娘亲，要不你就告诉他吧。可是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要是告诉他们，回头不会出事吧？堂堂的一国储君，竟然有这种毛病，传出去我不会被灭口吧？你直接说好了，不管你说了什么，本宫不会怪你的。我刚刚给太子把脉的时候，感觉到太子殿下身体似乎有些亏损，倒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感觉你的肾似乎有问题。季宇哥说了几个连串的医学术语，3个人都没听懂。你只需要告诉我们，太子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损害，会不会危及生命？太子殿下似乎有弱精的现象。什么是弱精啊？就是不太容易让女子受孕，这个跟人的体质有关系，有些人是天生的。太子殿下的情况不像是天生的，应该是后天形成的。敢问太子殿下是不是过早有了房事？林墨池和林清河纷纷看向林胜渊，林胜渊只觉得头皮发麻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。太子殿下，你别讳疾忌医，在场的都是你亲兄弟，大家也是想帮你。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告诉我，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准确诊断。本宫12岁的时候，母后就按照宫中惯例给本宫安排了人。林胜渊抱着死贫道不死道友的心态看向林墨池。哎，你不也是吗？还有这事儿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母后是给我安排人了，我没要。要就要了，干嘛不承认？原来他早就有过了呀。林墨池想要跟他解释，奈何林胜渊和林清河看着他，总不好跟他们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男啊。过早有房事会导致弱精或者精元早泄，都不是什么好事。再加上太子殿下又饮酒，常年的压力过大，导致身体外表看着还不错，但实际里面已经有了损耗。如果不加以调养的话，时间长了，太子殿下会比正常人衰老得快，死得也快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可能我猜的不准，太子可以让太医院的人看看。不必了，本宫相信你。太医院的人若是有本事的话，他们早就看出来了。听你刚刚的意思是，因为本宫过早的接触男女之事，加上饮酒，
所以导致身体败落的。可是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，为什么他们没事？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再加上后天滋养也不一样。而且我刚刚给太子诊脉的时候，发现太子似乎有些纵欲过度。哎呦，二嫂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呀。她是不是女人？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？林胜渊双手颤抖，面上有些挂不住。他正要开口解释，季宇哥想到了什么，再次抓过了他的手。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服食春药的习惯？没有，本宫从来不吃那个东西。再说，本宫也用不着。太子，会不会东宫的人悄悄给你用这种违禁的东西？肯定不是表姐，表姐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知道不是太子妃，太子妃温文尔雅，人品贵重，绝对不会做出如此轻浮之事。但是难保东宫其他人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太子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？林胜渊没说话，只是目光阴狠狠地看向季宇哥。他该不会一气之下想要杀我灭口吧？早知道我就不说了。虽然这病治起来很麻烦，他暂时还要不了性命。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后悔。这个病容易治吗？倒不是很难治，只是需要喝药，注意饮食，在调养期间不能进行房事。大约3个月时间就能看出效果来。不过，有什么话不能一下说完吗？不过，虎狼之药可万万是沾不得了。要是正经调配出的，顶多是一时的损伤；可若是外面野路子调配出的，里面指不定有多少杂质，对身体危害实在是太大了。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光靠把脉是把不出的。若是能够有一些血液让我研究就更好了，我可以开出准确剂量的药方，甚至还可以做出药丸。那就抽吧。太子，二弟不必说了，我相信玉老王妃，我也相信你。殿下，药方要等我研究之后才能给你。需要多久时间？不多，明天中午之前我肯定能给你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最好不要再喝酒了。太子，这件事儿要不要告诉父皇母后啊？母后最近身体不大爽利，父皇有那么多朝政需要打理，要是告诉他们，只怕也会让他们担心。还是等问题解决了之后再说吧。糟糕，有人对你下药，该不会有人也对表姐出手了吧？玉老王妃，如今本宫能够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了。太子妃那边，就劳烦你找个机会过去看看。放心吧，明天我把药方给你送过去，顺便给表姐看看身体。不过这件事儿，殿下最好还是告诉表姐一声。二嫂，太子的病你是不是真的有把握呀？当然有了，我可是神医，什么病治不好？除了生老病死以外，其他的病不说都能治，起码有90%我都能治。哼，这人还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不过是看过几本医书，把自己都当成神医了。他以为什么病都能治。林墨池拉着季宇哥便走，回到宁香阁。你给本王一句准话，太子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骗你骗太子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真的能治好他？哎，季宇哥被问的都有些不耐烦了。到时候你们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太子的身体还没有亏损到无药可治的地步，只要他日后多加注意，好好调养，很快就能够恢复。也是因为太子年轻，身体底子还行，容易恢复一些。要不要我给你看看？不是说宫里皇子12岁就要准备暖床的婢女了吗？他在床上想必早就有经验了吧？不用了，谢谢。真的不用，有些病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只有仔细检查过之后才能看出来。要不我帮你检查一下？本王就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可要好好的检查。不必了，我不检查了。王爷身体如此健壮，不需要检查就可以看出来很健康。不行，你得给本王好好看看，要不然本王可不放心。林墨池生起气来还是很凶狠的，恍如暴风雨来临，十分的粗鲁残暴。一直折腾到了深夜，林墨池才回了书房。走的时候神清气爽的。可怜的季宇哥像是一条死鱼一样躺在床上。表妹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太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表姐，你别担心，太子殿下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不太能让女子有孕，只要稍稍调理就能好过来。表姐，你别紧张。一份是喝的，一份是饮食单子。表姐照上面的要求给殿下调理，最长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调理好了。在这期间，
一定不要让太子殿下喝酒、熬夜或者和人同房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按时按点的让他吃的。哦，对了，表姐，我也给你看一看，要想怀孕，不光太子要调养，你的身体也要达到最好状态，这样才能一朝有孕。因为你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我就不给你开药了，给你开几副药膳，你没事吃一吃，但也不要多吃，3天吃1次就行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按照你说的按时吃的。对了，加害太子的人找到了吗？敢对太子下手的，这东宫也没几个人。最近太子宠幸最多的就是王侧妃。王侧妃怎么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对太子用那种歪门邪道？他们王家也就会用这些手段。我猜他肯定是担心本宫率先诞下皇子，影响他的地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想用这种手段笼络住殿下。还好被你发现了，如今殿下已经知道了他做的好事儿，接下来不会再纵容着他了。太子殿下没动手，眼下还不是时候。如果王侧妃只是为了争宠而下药的话，自然可以处置了他。可是那样的话，太子的身体情况也会暴露出去。太子的意思是，等我有了孩子之后再收拾他。而且王家也要好好调查调查，到底是王侧妃一个人的主意，还是王家的主意。季宇哥也知道此事牵连甚广，稍有不慎可能会血流成河。太子今天早上送来了一样东西，说是让你查查。难怪。怎么了？东西是不是有毒啊？表姐，这东西没毒，只不过里面也有不少催情的东西，加在其他熏香中，根本就闻不出来。但这个东西用的时间长了，会让人上瘾，还会损伤身体。香料制作却是十分精妙，一般人还发现不了。最主要的是，表姐应该知道，一般的春药都是用一些药物研磨成粉燃烧起来。难怪太子会被他算计，真是好恶毒的心思。表姐，这东西不宜留在东宫，还是让我带走吧。回头我研究研究，看看对方是怎么做到的。你就拿走吧。表妹真是长大了，你现在的医术真是越来越高明了。我怎么能够看你们出事不管呢？太子妃，刚刚太子殿下身边的人过来传话，说是书房有2本古籍，让玉郎王妃捎给玉郎王，请他去书房。那你去吧，本宫改日再找你说话。是，表姐。请坐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多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本宫一时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可就是想要跟你说说话。太子殿下，没关系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什么开心说什么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愉悦，这样有利于你养病。不如你跟本宫说说，你对本宫这种病有什么研究吧？说不好吧？他跟太子妃有那么多话要说吗？东宫的人是这么说的，王妃和太子妃是表姐妹，两人之间有话说也是正常的。王爷若是不放心的话，奴才这就派人去接。不用了，他想回来的话自己会回来的，不必去接了。王爷，既然担心王妃，为何不过去看看呢？想来王妃也很希望您能够去接她的。你在教本王做事儿？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。王爷，奴才看出来了，您喜欢上了王妃，王妃对您也不是一点情谊都没有。可是你们两个都是嘴硬心软的人，总要有一个人先低头。王妃是女人，王爷让一让她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奴才可以肯定，王爷现在去接王妃，王妃肯定特别高兴。王爷，侧夫人求见，说有紧急的事情要跟您说。不见。王爷，侧夫人说她真的有要紧的事情要说。王爷都说不见了，你耳朵是不是聋了？奴婢不敢，奴婢这就去告诉侧夫人。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他倒要看看李芳华想搞什么鬼。参见王爷。王爷，臣妾知道臣妾之前做了糊涂事，惹得王爷伤心。王爷气了这么久，也应该消气了吧？到现在为止，王爷都没有宠幸过我，传出去让臣妾怎么做人呢？爱怎么做人怎么做人。上一次王妃不是给过你机会了吗？是你嫌弃本王，这也能怪得了本王吗？臣妾当时的确身体不舒服。那你现在的身体好了？臣妾现在身体已经大好，可以伺候王爷了，还请王爷给臣妾一个机会，臣妾以后一定尽心尽力地服侍王爷，争取
早一点为王爷开枝散叶。开枝散叶就不用了，你只要安分守己的待在自己的院子就行了。至于开枝散叶的事情，自然有王妃效劳呢。王爷刚刚的意思是，妾身连为王爷开枝散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你听得没错，本王就是这个意思。妾身已经嫁过来了，难不成臣妾就要一辈子守国寡吗？凭什么季宇哥可以？难道只是因为她是王妃吗？就是因为她是王妃。你见过有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妾抢在正妻之前生孩子的？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外人还以为本王宠妾灭妻呢。不说别的，你可知道父皇在母后没有生孩子之前，宫中凡是有孩子的妃嫔全部都被落了胎，就是为了保证太子嫡长子的身份。本王继承父皇的意志，自然不会做出有损皇室颜面的事情来。臣妾知道了，臣妾一定不会和姐姐争宠的。可是王爷总不能一直晾着臣妾，臣妾成婚那一日的帕子一直都没有送进宫里，时间长了，只怕皇后娘娘会怪罪。母后不会怪罪你的，因为她连看你都懒得看。来人，送侧夫人回去。等等，臣妾还有话要说，还请王爷让我说完。那就快点说完，快点走。妾身知道王爷偏疼姐姐，妾身以后绝对不会跟姐姐争宠。可是王爷真的了解姐姐吗？妾身曾经跟她是闺中密友，对她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很，从没有听说过学医术，却突然懂得医理。王爷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真的和王妃是好朋友？是。可惜这是你自认为的王妃，并没有把你当朋友，所以你不知道也正常。王爷知道他私下里勾搭男人的事情吗？王妃，王爷请您去书房。廖管家，你以后走路能不能带点声儿啊？吓死人了。吓到王妃了，奴才该死，奴才以后一定注意。算了算了，王爷有没有说他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要是没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宁香阁了。王爷找您自然是有事儿的，王妃还是先过去吧。王妃不在的时候，侧夫人曾经来过，就是不知道她跟王爷说了什么。王妃一会儿见到王爷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一些。李芳华，他又蹦出来了，这人怎么跟打不死的小强似的？之前韩嬷嬷的巴掌没让他长教训吗？怎么现在又出来蹦跶了？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？说了会儿话，又聊了一些东西，所以回来晚了。王爷这是特意在等着我呢。你跟太子都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是说一些关于他这病该如何调理，要宽慰宽慰表姐。要是仔细跟你说的话，得说上一天。你有什么事儿，最好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没什么事儿，本王就不能叫你过来了？这是吃了枪药了？谁招他惹他了？你叫我过来，总要告诉我你想干什么吧？平白无故叫我过来，又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，你让我说什么？有毛病是不是没吃药？昨天晚上兴奋过头了吧？林墨池一把拉住了他，黑眸就紧紧地盯着他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，又好像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，半个字儿也都说不出来。有什么话你就说，别憋着，好像谁欺负你似的。就是你欺负我了。本王问你，你常去看老三，真的是因为老三的腿吗？不是因为他的腿，是因为什么？除了本王之外，你在闺阁之中有没有其他的朋友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哦，是不是李芳华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管他说什么，你告诉本王，你在闺阁之中有没有结交其他的男人？没有，我当时坐着轮椅能见到谁啊？还以为他变好了，原来跟以前还是一个味儿。被李芳华三言两语挑拨了一番，就大变脸。男人就好像是天气一样，一会儿一个样。从今天起，除了去东宫给太子看病以外，你不准再出去，要不然本王就打断你的腿。你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你现在就打断我的腿。嘿，他敢打断他的腿，他就让他皮肤溃烂而亡，看谁下得了狠手。刚好他研制出来的毒药还没试过呢，就连他自己都没解药。看什么看？一回来就出风，我出不出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我去哪儿？这人不是脑子有病，就是脑袋被驴给踢了。就跟本王有关系。总之本王告诉你，
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休想出半步。我就不。这个狗男人以后别想求我办事，就算是求我，我也不答应。有本事他自己给他兄弟治病去。季宇哥气鼓鼓地回到凝香阁，倒头就睡。另外一边，林墨池却睡不着了，他心中躁动难安，想去找季宇哥，可又落不下面子来。第二天，狗男人越是不让他出去，他就越要出府逛逛。季宇哥和小环女扮男装之后，打扮成了翩翩公子，直奔京城人流量最大的茶楼。给了小二几两银子，便在2楼找了一个不错的位置。楼下有人在说书，说的是前朝末年有一位富家小姐和一位落魄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。小姐，这也太凄惨了，为什么富家小姐的父亲要棒打鸳鸯，让他们2个人在一起不好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你现在是男人，哭哭啼啼的，让人看多笑话呀。小姐，你还说我呢，你也哭了。别叫我小姐，在外面叫我公子，要是暴露了身份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王公子。王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偷跑出来的吧？我这不是过来看看吗？我们进去说。王妃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什么事叫小的过去一趟就是了。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了？要是我不来，还不知道绸缎庄怎么被你打理成这个样子了，一点人流量都没有，白瞎了这块好地方。还有店铺里有那么多绸缎，时间一长，岂不是要过期了，就卖不上价格了？王妃，您可就冤枉我了。我接手过来这铺子可没多少日子，之前又忙着打理庄子上的事情，所以这才耽误了这边。王妃您不知道啊，杨氏根本就不是一个会料理家产的，他把夫人大部分的嫁妆都交给了杨家人打理，杨家只想从中捞一笔，哪知道经营之道啊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这铺子就越来越经营不下去了。接手之后才发现有几笔款项下落不明，根本就查不出来。岂有此理！我也是费尽了精力才能够拉过来一些人流，但就是比不过周围的店铺。这样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争取让我母亲的嫁妆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些小事小的会打理的，您还是回王府吧。要是王爷知道您偷偷出来还这一身打扮，只怕会生气的。放心，只要你不说我不说，没人会知道。再说我这么多嫁妆，光靠你一个人哪儿顾及得过来啊？而且在做生意这方面，我也是很有心得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总好过你一个人这么费尽心思，还拉不到一点人。王妃，您说怎么才能够把人从别的铺子拉回来啊？这个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那您就好好想想，等想好了再告诉我。王爷和侧夫人怎么有空过来？你今天出去过吗？我有没有出去玩，你不会问府上人吗？反正家里门就那么几个，王爷现在找人去问，想必很快就能有结果。王爷，王妃肯定是收买了看门的人，他一定是偷偷出去了。你真的没出去？我出去干什么了？再说，你不是不让我出去吗？林墨池没想到季宇哥如此的听话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呀。王爷，王妃的确没有出去。我就说我没出去吧，王爷还不信。既然王爷这么相信侧夫人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去侧夫人院子睡吧。哼，本王要去哪里，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德行，让我管我都不愿意管。既然如此，王爷请自便。本王说了，本王去哪里都用不着你管，整个王府都是本王说了算。现在本王饿了，你让人去做饭。这人真是……季宇哥越是气得咬牙，林墨池就越是高兴。果然，这女人就是欠收拾。姐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留下来一起吃饭？季宇哥不太想跟他同桌吃饭，主要是怕吐出来，但是他更不想一个人和林墨池一起吃饭，所以思来想去，还是同意了李芳华留下来。一顿饭，三人都如鲠在喉。季宇哥悠哉悠哉地喝着养生茶，其他人都是红茶。林墨池发现明显他的茶更香一些。把你的茶给本王也沏一杯。不行，我这茶叶是我自己调配的，可不是普通茶叶，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，价格很高的。
你要是想喝，让人给你调配。本王难道连一杯茶都喝不起吗？王爷还真喝不起。王爷可知道这杯茶里面有很多珍稀药材，光是一杯就能抵得上1两银子了。王爷只怕不知道府上上个月开销有多大，王爷看过之后定然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王爷说话呢？王爷想喝一杯茶都不行吗？姐姐也太小气了吧。既然姐姐不愿意给王爷喝，不如把这方子给我，回头我去给王爷沏也行。不过我的方子可十分珍贵，要价1000两，你回头把银票送过来，我就把方子给你。1000两？他怎么不去抢？这里面可都是养生的药材，喝多了有延年益寿之功效。这方子是我从某个大师那里得来的，当时花了我2000两银子。我是看在我们之间交情的份上，1000两银子都是便宜的。要是外人来，没有4000两别想拿走。4000两？那我回头把银票给姐姐送过来。就这么赚了1000两？这世上要是能多来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。娘亲你真棒。对了，我要银票，你可别拿什么破烂糊弄我，也别欠债，我这里概不赊欠。怎么会呢？只要是对王爷身体好，多少钱我都愿意拿出来。瞧瞧，这话说得多美！我要是男人，也对他死心塌地的。娘亲，你不是男人，就是男人也看不上他。你说的对，也就林墨池这个狗男人看得上他，我眼光高着呢。哎呦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王爷不如早些回去。侧夫人，还不快扶王爷去你院子？李芳华愣了一下，随即连忙起身，正要扶林墨池，林墨池却推开了他。你先回去，本王有些私密的话要跟王妃说。妾身告退。临走之前狠狠地瞪了一眼季宇哥。可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看看人家李侧妃多么的望眼欲穿，我听说她的帕子还没送到宫里，王爷就忍心？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当然了，身为王妃应该大度不是吗？好，本王就如你所愿。什么如我所愿？分明是如自己所愿，只怕他早想上李芳华了，只不过是碍于父亲在这里才惺惺作态。娘亲你说的对，别理这个狗男人了。对了，实验室的数据出来了，娘亲要不要看看？哎，对了，王妃真的没有出去吗？王爷，奴才问过了，无论是前门后门还是侧门，都没有人见到王妃出去。或许李侧妃只不过是猜测而已。廖管家，你觉得王妃是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？王爷，奴才和王妃的接触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从目前来看，王妃不像是朝三暮四的人，倒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王妃刚嫁过来没多久，就把府里上下打理得妥妥帖帖。其次就是上次灾民赈灾的事情，王爷难道忘了？就是王妃提醒了您要把这些灾民转移到静安寺，还借机坑了韦家一笔。如果不是王爷提前转移了灾民，只怕结果会更加糟糕。奴才不知道王爷为何会生王妃的气，在奴才看来，王妃和王爷是十分般配的。本王知道他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只是你不觉得他很奇怪吗？身上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，而且桀骜不驯，刁钻狡猾，竟然敢公然跟本王作对。王爷，您是想找个奴才，还是想找个妻子？夫妻之间过日子，总会有不顺心的地方。王妃是有些小脾气，可王爷难道没有吗？哎呀，林墨池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他已经足够的隐忍了。王爷，李侧妃那边派人请王爷，今夜是否要过去呢？本王……王爷，李侧妃的帕子一直没有送进宫去，只怕李家已经知道了此事。虽说皇后娘娘不会追究此事，但是李大学士在朝中毕竟是有着重要的位置。
如果王爷迟迟不宠幸李侧妃的话，怕是李家那边面子上也过不去呀。王妃那边，廖管家有些犹豫。在季宇哥和李芳华之间，他是倾向于季宇哥的。可是，在王妃和王爷的前途相比，他自然是倾向于王爷。王妃是太子妃的表妹，太子妃贤良大度，王妃也不差的。太子妃刚嫁过去没多久，就为太子主动纳妾了，甚至还将太子亲自送到妾室的院子。想来王妃应该也会同意的。林墨池不觉得，他觉得季宇哥要是知道他去了李芳华的院子，会生气的把房子都给掀翻了。娘亲，不好了，狗男人去了秋梨院了。他真去了？果然男人都一个样。既然他要去，就让他去。以后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。娘亲，要不我去吓唬吓唬他们？不用了，我才不稀罕。他愿意去找谁就找谁去。听娘亲的。季宇哥抱着宝贝稀罕个没完，渐渐的有些委屈。你说狗男人怎么这么狗？之前还说自己洁身自好，在宫里没碰过女人，还以为他就只有我一个人呢。现在看来，之前那些话都是谎言，指不定碰了多少，也不知身上有没有什么脏病。回头我可得好好给自己检查检查。娘亲，你这么生气，是不是喜欢上这个狗男人了？胡说八道，我才没有喜欢他，不过是用来解决生理现象一个工具罢了。男人需要得到疏解，女人也需要畅快。他就是个工具，我不喜欢他。我喜欢像表哥那样的，长得好还幽默风趣。娘亲，表兄妹是不能在一起的。谁要跟他在一起了？我这是欣赏，懂不懂？明星，原来他竟然喜欢崔明星，只把我当做工具。好，非常好。季宇哥呀，季宇哥，有本事你别求本王。王妃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不睡呀？崔嬷嬷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不睡？奴婢哪里睡得着啊？听说今天晚上王爷去了李侧妃那里，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。奴婢虽然不知道王爷为什么会和王妃生气，想也知道是因为王妃的脾气性子触怒了王爷。他的脾气怎么了？王妃，有些话奴婢原本不想说的，王爷毕竟是一家之主，你有时候说话未免太直接了一些，伤到了王爷都不知道。我伤到他，他伤害我还差不多。再说了，崔嬷嬷怎么知道王爷生气是因为我的脾气？他完全就是无理取闹，我干嘛要让着他？实在不行就和离，反正没了他我照样过日子。王妃，你怎么能够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呢？和离也是能够随意说出口的。崔嬷嬷，你是我这边的人，怎么能够向着王爷说话呢？再者说了，要是王爷和李侧妃真的郎情妾意，我又何必夹在他们两个中间为难？人生数十载，为什么要在一个男人身上浪费时间？有时间我不能去找别的男人吗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小姐，您怎么会突然这么想啊？以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以前你说只要能嫁给玉郎王，哪怕是折损30年的寿命也在所不惜的。嚯，怪不得原主早死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不那么想了。生我者父母，他又没生我养我，我才不会在他身上吊死。我要过我想过的日子。嬷嬷不用说了啊，崔嬷嬷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睡了，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至于这件事儿，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。崔嬷嬷还想再说，就被季哥直接推出门外。二嫂，你这一天天出去怎么不走正门呢？还换了这么一身打扮，这要是让二哥知道了，只怕会生气的吧？这事儿你二哥不知道吧？二哥现在还不知道，以后会不会知道，那就要看二嫂怎么表现了。哦，这是威胁他呢？季宇哥知道他想干什么。这事儿不成，你的伤才刚刚愈合，现在虽然还不能用假肢，但等你伤口完全愈合了之后，我会帮你做的。那就换一个要求吧。二嫂天天这么出去是干什么去了？该不会是去找什么人了吧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
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过是出去看看铺子。二嫂，我知道二哥这些日子没去你的院子，你生气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可是你不能做对不起二哥的事情啊。谁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了？明明是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还不至于没有道德底线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二嫂你以后别出去了，万一二哥知道了肯定会多想的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们兄弟穿一条裤子。二嫂你别误会啊，在你和二哥之间我肯定是完全站在你这里的，我只是从你的角度分析利弊。二嫂，我这也不是为了您好嘛，你如果没做对不起二哥的事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，可是你要是想做，我这个做弟弟的总得拦着你不是？其实我二哥除了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，脾气有些急躁以外，其他的都是好的。你们两个站在一起极为般配，我这个做弟弟的看都看得开心啊。你开心只怕不是因为我们两个般配，而是因为我会医术，能够帮你重新站起来吧。当然了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二嫂好啊。哎，我看你整日在王府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要不然跟我出去做买卖。二嫂，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。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别在这里说。二嫂，你这么神神秘秘的是想干什么呀？林清河心里有些发虚啊，实在是二嫂的眼神过于炙热了一些，他甚至都怀疑二嫂要对他做点什么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以为我会对你做点什么？二嫂，我没那么想，就是有些奇怪。你不用感觉奇怪，你不是想知道我这几日出去干什么了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我这几日是出去做买卖去了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成衣铺，不但可以定制专属的衣服，还有各种款式供人挑选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。最主要的是，我还打算找一些名人来帮我宣传。要是你能够穿上我们有凤来仪阁的衣服，不说别的，出去走一圈，我就给你100两银子，如何？二嫂，我这样能出去走吗？又不是现在开张，怎么就不能出去走了？再说，你还打算待在王府里一辈子不出去啊？总要出去走一走，让别人看看，即便没了半条腿，你照样活得精彩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帮二嫂打广告啊！对对对，就是打广告，打一次二嫂给我100两银子，对吧？砰的一声，门被人推开了。他怎么来了？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密谋什么。本王还以为你这几日安分守己是已经想明白了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然筹划着打人。我问你，这广告是谁？你们为什么要打他？笑什么笑？二哥，你真是孤陋寡闻了。二嫂所说的打广告，其实就是一种新店铺的宣传，不是人名。真是太逗了！别笑了，你再笑的话，信不信本王把你从这里扔出去？季宇哥止住了笑，倒不是被他给威胁的，而是怕自己笑抽过去。既然只是店铺的宣传，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给打发了出去？你们两个到底在密谋着什么？哎，二哥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和二嫂没什么事儿。他没误会，只要是个男的跟我在一起，他都怀疑我水性杨花，而且是当他的面红杏出墙。我说你今天怎么好端端来我这里？原来是受了某些人挑拨，上这里说3道4来着。之前李芳华就因为怀疑我和你弟弟的事情被责罚过，看样子他还不长记性，既然都传你那儿去了。不过他不长记性倒也罢了，可是你身为王爷，怎么也能不长记性呢？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我和玉牙王，他可是你亲弟弟。林墨池被他的眼神刺得生疼，在他的眼里，他好像是个败类一样。本王没有怀疑你们两个，只是你们两个大白天的在房中密谈，总要给本王一个解释吧。二哥，二嫂就是跟我说了一下新店铺的事情，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听别人嚼舌根子。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你每天出门干什么，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说了什么话，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呀。我这还是在府里，大白天周围又有人，需要跟你解释什么？脑袋有包。二嫂，你少说2句吧，二哥生气了。林墨池的确是生气了，他不过是问一句，
又没有真的怀疑，为什么要如此恶言相向？还不是因为他心里有鬼吗？二哥，你有什么话好好说。那个，我想起来我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季宇哥也没有拦着他，只是好心的将他推到门口，交给下人才折返回来。林墨池已经坐下喝茶了，也不知道他这里的茶怎么就那么好喝。对了，李侧妃已经把养生的方子买回去了，不知王爷喝没喝，觉得怎么样？林墨池哪里喝什么茶了？被季宇哥这么一问，心里升起一股邪火。味道还可以。烂人，一顿烂人。林墨池突然就不生气了。季宇哥心里骂得越厉害，证明他越在乎。刚刚你们说的什么店铺，什么生意？告诉你干什么？我有那么多生意要管，难不成个个都要跟你汇报吗？你就不能跟本王好好说话？王爷哪只耳朵听说我没跟你好好说话了？我是骂你了还是损你了？既没骂也没损，但本王还是听得出来你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跟本王说话的。罚了你这些日子，本王以为你想明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这副样子。看样子让他学得像太子妃那样温文尔雅，这辈子是做不到了。说起来，王爷为什么惩罚我？因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如果你能表现好的话，本王就免了你的禁足，以后你就可以正常出入府。不用了，反正翻墙都翻习惯了，走不走正门都一样。竟然敢翻墙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？季宇哥感觉他有神经病，怎么一会儿一个样啊？突然间又生气起来了。林墨池越想越生气，还以为他这几日一直都安分守己，原来背着他翻墙出去了，还不是红杏出墙。既然你如此在意你的那些铺子，从今以后王府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交给李侧妃管就好。可以啊，我没意见，反正王府也没什么资产，就那么一丁点产业，白给我都不要。从今日起，府上的事情就交给李侧妃管，你就安安分分的在这里做你的王妃。没问题，不过有句话我要提醒王爷，王爷只怕不知道，现在府上是处于一种资产持平的状态，马上各个庄子就该来要钱了，到时候李侧妃要是处理不当了，你可别来找我，我可什么都不管。李侧妃好歹也是出身李家，不会连一点管家的能力都没有的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王爷就走吧。你就这么不在乎本王？本王夺了你的管家之权，相当于扫了你的颜面，你不生气，难不成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其他人，根本就不在乎本王了？是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。王爷当初不喜欢我，是我自作多情。我嫁过来之后已经尝到各种辛酸，不巧前不久我遇到了我心中所爱的人，王爷现在也应该遇到此生挚爱。你和李侧妃在一起真的挺般配的，我也愿意成全你们，要不然我们两个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欠，如何？季宇哥，你既然嫁给了本王，没有本王的同意，你休想离开。竟然想着和离了，本王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季宇哥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之后，发现他朝着床的方向走过去。已经经历过几次的他有了防备，快速的从实验室拿出一把小刀，狠狠的朝着他的一边肩膀插了进去。竟然要杀了本王，就是为了催民心。季宇哥也是一时愤怒，外加生气才这么做的。他插进去感觉到活生生的肉的时候，已经后悔了。是你非要对我动枪的，我只不过正当防卫。还不快来给本王止血！要是本王受伤的消息传出去，你以为你这个玉郎王妃还能活得了吗？他不能死，他要是死了还得给他陪葬，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完呢，怎么能死呢？林墨池见季宇哥在嘀咕着，这一次没有听到他的心里话，他十分的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然而不管他怎么竖起耳朵，都没有听到季宇哥的心声。还不快过来！你先忍一忍。季宇哥一转身，从柜子里拿出了药箱，然后取出消毒药水，找缝线的针，又穿上了线。你把伤口缝起来了？对啊，不缝起来，难不成你想流血而亡啊？本王不是那个意思，本王只是很少听说伤口也能缝起来。
一般不都是用止血的粉末包上就行了吗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伤口还是缝起来更好一点，这样出血量减少。要是用普通粉末包上，想发挥止血效果，不但需要时间，还要根据伤口创面。如果是刀疤的话，只怕又要去掉半条命。缝上就不一样了。这时，季宇哥才注意到他的后背有几道伤痕。你这里怎么有伤？你现在才发现，本王都给你睡过几次了，本王身上有什么你不知道？黑灯瞎火的，我怎么知道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下次本王一定找着灯，让王妃好好看看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绝对不可能有下次。你想看的话，让李侧妃看好了，我想她肯定十分期待。林墨池认定他这是吃醋了，心情格外的美好，连后背都不怎么疼了。侧夫人，请回去吧。王爷和王妃正在用饭，说了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刚好我要跟王妃请安，也不耽误。廖管家就让我进去吧。侧夫人，这是要干什么？王爷吩咐了，任何人不能进去，奴才这也是奉命行事，还请侧夫人不要为难奴才。再者说，侧夫人进去能干什么呀？王爷和王妃感情深厚，不是旁人能够挑拨得了的。廖管家这是在指我挑拨王爷和王妃的关系了。王爷和王妃的关系，如果真的有那么好的话，用得着我来挑拨？再者说，你是什么身份啊？来跟我说话？我好歹也是玉郎王府的侧夫人，你不过就是个小小的管家，凭什么阻拦我？侧夫人，对不起，王爷说了，不准任何人进去。侧夫人，还是等到王爷出来之后再说吧。你别不识好歹啊！要是有一天我做了这里的王妃，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。奴才就等到侧夫人什么时候成了王妃再说，请侧夫人回去吧。夫人都说阎王侯惹小鬼难缠，廖管家不过是王爷身边的老奴才罢了，您别跟他计较。他守在这里，只怕里面没吵架。您若是此时进去，怕是不好，反而让王爷不满，不如先等一等。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了，你去把季宇哥和男人勾搭的事情传出去，传得越厉害越好。不管花多少钱，多少的代价，一定要把他的名声搞臭。我是一天都忍不了了。夫人，这样做行吗？万一让季宇哥知道，或者让王爷知道了该怎么办？之前做的几件事，不但没有让他名声受损，反而让他名气大增。这一次万一……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得宠，却什么都不做吧？侧夫人别担心，王爷不是也宠幸你了吗？以王爷和王妃的性子，只怕还有得吵。侧夫人到时候再把握住机会就是了。可是，李芳华委屈的说不出话来。可是王爷根本就没有宠幸他，王爷宁可划破自己的手指，也不愿意碰他一根指头。可是什么？没什么，照我说的去做。林墨池名正言顺地留在了宁香阁，季宇哥改成了丫鬟，不只要伺候他梳洗，还要给他读书。就在林墨池让季宇哥给他唱歌的时候，季宇哥终于爆发了：“你别太过分！本王都受伤了，只不过让王妃唱一首歌曲，以疏解心中的烦闷。难不成这样王妃也不肯吗？你要是想听歌曲的话，可以找宫中的乐坊或者民间乐队。总之我是不会给你唱歌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威胁我一辈子，有本事你现在就说出去。本王怎么会说出去呢？你就好好休息吧，你的伤要不了几天就能好了。这伤筋动骨，怎么着也得100天。本王这可伤到了骨血，这几天总觉得夜里难以安眠。你要是睡不着，我就给你点安神香。至于伤筋动骨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比你后背原本的伤可轻多了。80你都活下来了，现在也死不了。本王相信王妃的医术，在王妃的治疗下，本王一定不会死。不过呢，这毕竟伤到了身体，对寿数有影响，哪怕少活1天，那也是1天啊。在本王没有完全好利索之前，王妃就要好好照顾本王。想要做寡妇跟情夫私奔，哼，等下辈子去吧。好，我照顾你。想吃什么？本王现在不想吃东西，就想听歌。王爷这么说还不简单吗？我这就把李侧妃叫过来，让她给王爷唱一首。既然王妃不想唱，那就算了。等明日本王去看看岳父，顺便把身上的伤给岳父大人看看。林
王妃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，王妃在给本王唱歌呢。唱你妹的歌呀，跟你唱哀乐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来人，去库房里面给我找二胡过来。是什么？拉的二胡。很快，季宇哥手里多了一只二胡。王爷，我知道你想抒发亲情，不巧的是我这个人五音不全，唱歌实在难听，就别捂王爷耳朵了。不过，我自小也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还是会一些乐器的，最擅长的就是拉二胡了。王爷如果不怕耳朵受刺激的话，暂且听一听，不管好与坏，求王爷个掌声。虽然弄不懂季宇哥想干什么，但是这个标志性的坏笑他还是很熟悉的。悠长的二胡声，哀怨苍凉，丝丝缕缕，欲断又连。季宇哥压着嘴角的笑，来来回回地拉着二胡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传得越来越广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谁家死人了吗？王爷隔壁住着的是李亲王，他今年已经70岁了，莫非是他？我听着声音不像，好像离得还挺近的，隔壁距离的那么远，声音怎么可能传出来？赶快让人去打听打听，这声音从哪儿传来的？青天白日什么曲子不好，偏偏拉着给死人听的哀乐。韩嬷嬷立刻让人去打听，结果却听说这声音是从宁香阁传来的。难不成是二哥二嫂出事儿了？青天白日的拉这种曲子，这不是诅咒人死吗？到底是什么人胆大包天，竟敢在宁香阁拉这种曲子？好像是王妃拉的曲子，听说是玉郎王让拉的。是二哥让拉的这种曲子，拉曲子的人还是二嫂？你没打听错吧？奴婢特意跟宁香阁的人打听了，说房间里只有王妃和王爷2个人。不久之前，王爷还让人去库房取了一把二胡，交给了王妃。这个就有意思了，怎么好端端的拉这种曲子？玉牙王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管是因为什么，怎么能够在府中贸然拉这种曲子呢？这多不吉利呀！也不知道玉郎王和玉郎王妃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嬷嬷别生气啊，我二哥二嫂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2个人或许就是一时起了兴致，所以才玩玩，又没有在外面，没事的。可是这种曲子多不吉利呀！二哥二嫂都不觉得不吉利，旁人就不用管了。宁香阁内，够了。季宇哥没听，继续拉。本王说够了。季宇哥连眼睛都没睁开。季宇哥，王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清楚。林墨池气得唇瓣颤抖，上去一把二胡抢过来，扔到一旁。你故意跟本王作对是不是？王爷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我怎么跟你作对了？不是王爷说心情不好，想疏解一下心情吗？我帮王爷拉曲子，拉得我手都快断了，王爷还不领情，这是哪门子道理？可真难伺候。你就是给本王拉这样的曲子是吗？你这是在咒本王死吧？啊，说话就说话，不要人身攻击，更不要生气，气大伤身，只生一次气，这得断送好几天的寿命。王爷这么珍爱生命，可别乱生气啊！季宇哥指甲嵌到了手心里，这才强行不让自己笑出来。王爷想说什么直说。出去做饭。得嘞。王爷，没事了吧？本王能有什么事儿？是，王爷没事，只是刚才王妃拉的那曲子实在是太过于害人了，奴才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。奇怪，王妃拉了那样的曲子，王爷不但不生气还高兴，这是何苦来哉呢？王爷，不好了！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说王妃在未出阁之前就勾三搭四。查到是谁说的了吗？查不出，最开始是几个小太监，他们是收了一个男人的钱才说的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，甚至都没见过他。查，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在背后玷污王妃的名誉，查到之后绝不姑息。是。你去看看玉牙王，将此事告诉他，并且让他不要多想，安心在这里养病。林清河听说之后还真没多想，反而多吃了一碗饭。二嫂做的饭菜真好吃，不是让我走我都不走。外面那些一听就是谣言，父皇和姬太傅又不是傻子。玉牙王，奴婢建议此事一定要查到底，还您和玉郎王妃一个公道。我才不去凑那个热闹呢，此事最要紧的是二哥，二哥都不在意，我在意什么？再说了，你以为二哥不会查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二哥肯定会查的，不只是二哥，就连父皇那边肯定也会查，等着吧，查出来之后他们就完了。
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表妹她最近招惹谁了？我看可能跟老二有关系，他们找不到老二的把柄，拿你表妹说事。你表妹可不只是玉郎王妃，背后还牵扯着季家，甚至是你们崔家。她一个人牵动着这么多人，肯定有人把她当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且不说别的，就说表妹和三弟之间的事情，你我都知道。三弟搬到玉郎王府是怎么回事？外面的那些人竟然敢如此编排，当真是不要命了吗？玉郎王府的事情，外人如何得知？殿下的意思是，这话是从玉郎王府传出来的？本宫自小在宫里长大，看惯了宫里勾心斗角的阴谋算计，这种事情十有八九都是跟女人有关系。在玉郎王府与你表妹有纠葛的人，你想想是谁？李芳华，不会又是他吧？妃下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是崔家的少爷，他……明星都出什么事了？太子妃问你话呢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赶快交代！是，外面都在传，崔公子在府中和几名男子厮混席间，衣衫不整的，甚至还做出不雅的事情来。有坊间传言说，崔公子其实不喜欢女人，只喜欢男人。这些年来，身边的男人几乎从未断过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崔家才迟迟没有给崔公子定下婚事。怎么可能？明星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这一定是谣言，从哪里传出来的？现在坊间都在传，甚至还有人亲眼所见，说是崔公子亲自将那些男人送出门，还一脸陶醉的样子。后面的话越说声音越小。都谁看到了？听说是几位大臣家中的千金，他们原本是守在崔家门口等着崔公子的，可是没想到突然看到了这，结果伤心欲绝，在家中寻死觅活都要上吊，然后这件事就传了出来。太子叹息一声，朝着那人摆了摆手，然后扶着太子妃坐下。我看你不必担心这件事儿，应该只是谣言罢了。可是这种谣言对明星的名声多不好啊！而且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传出这种谣言来？明星就算是在家中宴请宾客，这是同窗之间的友谊，怎么会被他们传得这么恶心？我看没准儿这事儿还是你那个弟弟传出来的。太子的意思是，明星为了摆脱那些女子，故意传出对自己不利的谣言。我看十有八九就是这么回事，只是没想到你这个弟弟这么狠，居然敢传出这样的谣言来。他就不怕事情闹大，将来真的娶不到夫人？我这就去找他。我看还是再等等吧。这事儿要是他传出来的，臣妾一定好好说说他。你就别太担心了，或许真的是那些女子把他逼得太紧了。堂堂世家公子，连出个门都要乔装打扮，去什么地方都不方便。此事一出，起码外面的那些姑娘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缠着他。这么做毁的不仅是他的名声，还是崔家的名声。他为了躲避那些女子，怎么能够把崔家放在风口浪尖上呢？公子这样的话传出去，今后您该如何做人呢？该怎么做人就怎么做人啊。早知道这个办法这么灵验，他应该早点行动才对。来人，赶快给玉郎王妃下拜帖，我要去拜见拜见姑父。来京城这么久了还没去拜见，真是不该啊。王妃，崔家少爷请我们后日一同去纪府拜望老爷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小姐要不要再看看？不用了，就按照之前说的准备，也不用准备太多东西，就是回去看看家里面什么东西没有啊。王妃已经打听过了，王爷不在府中，好像是去了城外，要天黑的时候才能回来。季宇哥激动地拍手，哎呀，他终于走了，这些日子可急死他了。还等什么？小环，换衣服我们走。让你找的姑娘找得怎么样了？王妃，请跟我来，都在后院呢。这些都是我从附近找来的大家闺秀，王妃觉得她们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要的是漂亮身材玲珑的姑娘，不是这样的。王妃啊，你要找的那一些都在深宅大院，他们怎么可能来我们的铺子当模特呢？更何况还要出去走一圈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这些还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劝他们上门的，花了好大一笔钱呢。总之，这些你都给我退回去，我一个都不要。你看看他们的样子，要是让他们穿上我们店里的衣服，有人来买吗？没准还要把我们铺子给砸了呢。不行不行，全都给我换了。徐庶的眼底有些不悦，觉得季宇哥有点以貌取人了。算了，选人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你先把铺子弄好，绣娘那边安顿好，记住
我们做衣服的图纸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王妃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要是让王爷和崔嬷嬷知道我们来了这种地方，他们肯定会生气的。生什么气？我又不是来这里玩的，我是有正经事要做。王妃来这种地方有什么正经事要做？您就别瞒我了。我怎么瞒你了？谁说来这种地方就不是来做正经事的？我的确是有正经事要做。不知道这位姑娘来此有何贵干？季宇哥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诧异地看向老鸨。老鸨在耳垂的位置划了划。好，季宇哥恍然大悟。这位妈妈，我来这里是有桩生意要跟你谈，不知我们可否找一个安静地方说话？姑娘请坐吧。我还是站着说。我这一次来是想问问妈妈，你楼里这些姑娘如果租出去一天得多少钱？要看姑娘怎么个租法了。唱歌跳舞是一个价钱，陪吃陪睡是另外的价钱，就是不知道姑娘想干什么了。如果既不唱歌跳舞也不睡觉，只是让他们穿着衣服出去走一圈，这个价钱怎么算？不知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穿着衣服出去走一圈？是这样，我开了一家绸缎庄，马上就要开业了，想找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我们店里衣服出去走一圈，帮忙招揽一下生意。我这一想，哪里姑娘最漂亮？肯定是青楼的姑娘最漂亮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不知道你肯不肯跟我做这一笔生意？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姑娘真是心思聪颖，竟然能够想出这样的主意来。姑娘是个爽快人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想必姑娘也知道，我们这里的人也是分3、6、9等的，不一样的姑娘自然价钱也不一样。就是不知道姑娘需要的是什么样的，我也好给姑娘推荐推荐。我要身材好的，脸蛋漂亮的，索性我今天也来了，不如妈妈找几个过来，我挑一挑。真好看啊！对了，我听说青楼的姑娘都各有各的擅长，不知道你们都擅长什么？有擅长琵琶的，有擅长古筝的，还有擅长吹箫的，擅长跳舞的也有，就是不知道姑娘需要哪样的。如果是一个乐队，乐队的意思就是有弹琵琶的，有弹古筝的，吹箫的，跳舞的，应有尽有，到时候表演一出戏。这也是可以的，不过这样一来价钱可就高了，姑娘承受得起吗？多少钱一场？最低也得1万贯钱。这也太贵了吧！1万贯钱相当于一个大金元宝了。姑娘有所不知，这些都是我们楼里长得最好看的姑娘，价格自然也要得稍微高一些的。姑娘要是想便宜一点，倒是也有其他的，不过怕是不太符合姑娘的标准。行，我要了，不过事先说好，他们要在外面跳舞，还要穿着我的衣服，服装造型都由我的人说了算，他们只需要跳舞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干。对了，你们长弹奏的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我这可是要开业用的，总不能是莺莺燕燕的歌曲，有没有欢快一点、喜悦一点的曲子？这个倒是没有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提供曲谱，你们照曲谱演奏没问题吧？这个自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只要有曲子，再给几天准备的时间，他们一定能够弹奏出来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梅妈妈，我这曲子可都是名曲，我交给了你们，日后你们也可以拿出去演奏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曲子卖给你们，你们日后就可以随意演奏了。姑娘还真是会做生意，一点都不吃亏呀。嗨，做生意本来就不能吃亏，不过妈妈你放心，你跟我做生意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。只要我开业那天你们表现好，我想日后这京城里有铺子开张，肯定也会找你们，到时候这钱不就来了吗？没想到姑娘竟然能够弹奏出如此欢快的曲子，
这曲子叫什么名字？叫《金蛇狂舞》，最适合开业促销或者庆典。梅妈妈觉得这个名字极好。姑娘真是个聪慧的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。我想这个曲子一旦传播出去，一定能够给我们青楼带来不少生意。这个曲子我买了，不知道姑娘打算出多少钱？你们平日里要是从外面收曲子，一首曲子多少钱？如果是名家所作的曲子，一般一首曲子在5两银子到20两银子不等。这一般乐师做的曲子嘛，如果听着好的，也就1两到5两不等。姑娘这曲子听着如此的热闹欢快，我就给姑娘20两银子，如何？这个价钱有点少啊。姑娘，这个价格已经是最高的了。我知道这可能是你们能够给得起的最高价格，可是你们应该也知道，这首曲子一旦传出去，能够给你们带的利润可远远不止这一点。我把曲子卖给你们，从今往后就只有你们这楼能够用这首曲子。要是我去卖给别人，这钱只怕是这儿的好几倍吧。我卖给了你们，就不会再卖给别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有独家使用权，这可是颇为重要的。既然姑娘都这么说了，那姑娘出个价格吧。季宇哥伸出了4根手指，一口价40两。40两银子买来这么一首好的曲子，倒也不算亏。好吧，就按照姑娘所说的价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凤仙，是这楼里的头牌。凤仙姑娘有礼了。啊，姑娘快些免礼，我不过是下贱之人，哪受得起姑娘这么大的礼啊？哪里就下贱呢？你不过是靠自己本事吃饭，这世间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女子本就不多，姑娘应该引以为荣才对。不要管外面那些人怎么说，自己过得畅快才是真的。凤仙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有人欺负你，就是你欺负凤仙姑娘。这位大哥别误会，有话好好说。郭公子，他没找我麻烦，我们就是说说话。臭小子，我警告你，你离凤仙姑娘远一点，让我看到你再来找凤仙姑娘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把你顺着窗户扔出去。郭公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凭什么？凤仙姑娘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她就是我的。凤仙姑娘这人说的是真的，你是她的？不是。凤仙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郭公子，你和这位公子都是我的客人，这里有这么多人看着，给我个面子，不要闹了好吗？我今天看在凤仙姑娘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臭小子，从哪儿来给我滚哪儿去！我还就不滚了。今天是我点了凤仙姑娘，我没干完想干的事儿是不会走的。你别逼我动手！我怕你啊！嗨！郭公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本事。一般一般，世界第3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吃我一脚！姑娘小心！呀！郭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还以为你多厉害，没想到也就是一个只会用蛮力的家伙。就你这样，根本配不上凤仙姑娘。我看要走的人是你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你是个女的？怎么？朝廷有哪条律法规定女人不能来青楼了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这里是有正经事要做，不像是你来这里是来消遣的吧？梅妈妈，反正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就让姑娘们练练曲子吧，趁我在还能教她们。好吧，我这就让他们带着乐器过来。你还不走？我们这里可是有正经事要做的。我的腿还没好呢，我留在这里想来也不会耽误你们。你们该干你们的，干你们的。你要想留下来也行，不过可是要给钱的。难不成你想白嫖啊？你以为我没钱啊？就这点钱还说有钱？看你的穿着，应该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怎么就带这点钱来？该不会想仗势欺人，不想给钱？凤仙姑娘，这人是不是时常不给钱？这位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位郭公子是郭大将军儿子，而且还是太子伴读。这么说来，你和玉郎王也认识？你也知道玉郎王？本公子跟他一起长大，算是不错的哥们儿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没关系，不过是听说过玉郎王的名声。哼，天底下有几个不知道他的？我说你好歹也是个将军的儿子，怎么出门就带这么点钱？
难不成你家里没给你钱呀？你不是我对手，要是不想挨揍的话，最好老实一点。算了，本公子不跟你计较。我看你是打不过我怂了吧？谁说我打不过你？我不过是看在你是姑娘家，不愿意跟你动手。你要是个男人，我肯定把你打趴下了。季宇哥撇了撇嘴，才不相信他的话呢。他就算不是个男人，也能将他打趴下。不错不错，你们刚刚看过曲子就能够弹奏这么顺畅，已经很好了。虽然有个别人跟不上，但我想只要多加练习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就是声音有些小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让人准备一些锣鼓声，再配合着你们，应该能够有非同凡响的效果。姑娘们都十分的高兴，发自内心的高兴。要是把曲子弹奏好了，将来或许他们不用伺候客人，也能够有一技之长。梅妈妈，这个姑娘是谁家的？怎么小爷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？不怪郭公子没听过，就连我也不知道他是何身份。来了这么久，他还没告诉过我他的身份呢。难道说是这京城来了新贵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了，姑娘们，你们自己回去也多多练习，可不要辜负了这位姑娘的嘱托。对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小爷可是花了钱的，我爱走不走。倒是你到底是谁？无可奉告，你管我是谁呢？哼，还挺有个性的。我听说啊，你弄这曲子是为了你的店铺开张，你是开什么铺子的？我们郭家在京城也是有一号人物的，要是有不长眼的欺负你，或许你可以来找我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不用。给你脸你还不要脸？对不起，我的脸够用，不像是你2皮脸赖着不肯走。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满嘴脏话？谁说姑娘不能说脏话了？姑娘按照个性不同，也可以分为几种，有豪放的，有婉约的，有娇滴滴的，有温柔的，还有白莲花。和你们男人一样，有好男人，也有小人。你说谁是小人？姑娘，你少说2句吧。这位郭公子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和太子以及几位皇子的关系都不错，他父亲又是大将军，镇守边关，居功至伟，惹了他，对你可没好处。我爹还是太子太傅，现在还是大学士，根本用不着怕他。郭公子，这位姑娘的言行举止不像是从小家子里出来的，万一真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你可别惹祸。要是回头传到郭家或者你妹妹的耳朵里，那可要出事的。我不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计较，你最好别让我查出来你是谁，否则小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在不放过我之前，我劝你还是干点正经事吧。你说说你堂堂太子和众皇子的伴读，整日流连这种地方，传出去多给你父亲丢人啊！而且出门也不多带点钱，就那么几个碎银子也好意思拿出来？我倒是也想多带，这不是家里不给吗？这么说你想挣钱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谁不想挣钱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2个合伙做生意。你要跟我做生意？他没听错吧？这个小丫头片子竟然想跟他做生意。对啊，就看你敢不敢吧。他正想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跟他合作，他想过和季家或者崔家的人合作，但是觉得不太妥，还不如找个外人。这个郭放就不错嘛。天底下就没有小爷不敢干的事儿。不过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会做什么生意？到时候别赔个底儿掉，小爷可不想跟你丢这人。哼，放心吧，跟我干绝对不会亏待你。钱还不好挣，这样有手有脚有脑袋就能挣钱。你倒是说大话不怕闪了自己的舌头，你想怎么挣钱？你倒是说说。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过几日我那铺子开业，到时候你看看效果，我们再来谈合作。对于挣钱，我的想法可多了，保证让你赚个盆满钵满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说完，季宇哥也不理他，冲着梅妈妈抱了抱拳，告辞了。这次出去果然大有收获，等铺子开张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的衣服一定会成为爆款。王妃，奴婢先告辞了。二嫂，您这是打哪儿回来的呀？说的什么这么高兴啊？要不跟我和二哥分享分享？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就是出去了，
怎么着吧？出去干什么去了？做生意。既然去做生意，为什么要女扮男装？难不成玉朗王府王妃的身份阻碍你出去了？你别问我呀，我要是穿着王妃的服装去大街上走，回头那些御史大臣肯定觉得我私德不修，万一再猜一本多麻烦呀！还不如女扮男装，谁也不认识我，省去多少麻烦呀！我这也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呢？哼，合着你这是在责怪本王了？你怎么会怪罪王爷呢？我这是在告诉王爷一个事实。对了，王爷和玉牙王来这里干什么？找我有事吗？找你是有点事儿，你不是能够治好我的病吗？二哥有一位多年的朋友，他跟我一样，腿也锯断了，想要重新站起来。你们说的是什么人？他的情况怎么样？当初为什么截肢？他是在雪地里待得太久了，冻伤了脚才被锯断了腿，跟老三的情况差不多，位置也大致相同。不过他的时间比较长，已经断腿有5年的时间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给他检查一下，确定他另外一条腿是不是蛮好的，还要看看他的身体情况适不适合做假肢，这里面有很多讲究，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清楚，我要看过之后才能做决定。一定要见到吗？怎么，这个人见不得人吗？这个人是不是不方便见人啊？倒也不算是吧，当年他因为延误战机被父皇贬为庶人，如今在皇庄上做苦力呢，要是想把他接出来，怕是有些困难。如果他不能出来，我进去看他也行。二哥，要不你带二嫂过去？想来那边也没人看着，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，谁还会关注他呀？你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我就带你过去。什么？今天晚上就过去？我还有事情呢。你有什么事情？二嫂，你要是跟着二哥去，我送你一只百年何首乌怎么样？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去一趟也没什么，你们放心，为了这只何首乌，我也一定会治好这个人的。瞧你这点出息，为了一只何首乌就妥协了。100年的何首乌多难得啊，比人参还要难得。你要是能够拿出100年以上的植物，你说什么我听什么。不能上床。李墨池红着脸瞪了一眼季宇哥，没看到一旁有人吗？什么都敢说出来。这是在我房间，要是没事的话就出去吧，我还要换衣服呢。你到底要笑到什么时候？二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你们夫妻两个真是太逗了。我说二嫂刚刚话里的意思是不愿意跟二哥同床，难不成二哥惹到二嫂了？我可是听说这几日二哥一直都住在二嫂的院子里，难不成你们晚上什么都没干呀？你们两个真的什么都没干啊？哇，二哥你也太没用了吧！有二嫂这般贴心的人物在你旁边，你竟然能够忍得住啊？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呵，是他想要暴殄天物吗？他受了伤也不行啊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他不想，而是季宇哥不让他碰。这要是让母后和父皇知道了，肯定要大骂你一顿。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耽误他们抱孙子了。有本事你自己娶媳妇去，催我跟你二嫂干什么？我们两个要不要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眼看着太子这个病能不能治好还两说着呢。要是你能够率先生下个皇长孙也不错呀，省得被老四那边抢先了。这番话别让太子听去。我知道，二哥，要不要我帮帮你？你跟二嫂闹矛盾，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女人那都是要哄的。我最近看了几个画本子，上面有教男人怎么哄女人，那无非就是一些衣服、珠宝首饰，我想这些二嫂肯定不喜欢。你刚刚没见到啊，二嫂提到100年何首乌的时候有多高兴。你要是能够多送二嫂一些难得一见的药材，她肯定喜欢，说不定一高兴就让你上床了。哼，他倒是口气大，不过那些东西都需要钱。现在府上的权力不在他手里，他上哪儿去找钱买药材去啊？二哥，你该不会是没钱了吧？二哥，我这里有钱。二哥，就算我在你这里住的伙食费啊，二嫂费心费力照顾我，也没少出力，这钱就当是弟弟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也不用跟我客气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真是瞒不过二哥。哎，二哥，你知道崔明星的事情吗？谁不知道？现在就连父皇和母后都知道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这件事出来之后，那些之前追他的女子都跑走了，人人避之如蛇蝎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
意味着崔明星以后都不用再担心那些女子会追着他成亲了。我觉得啊，我跟他同病相怜。现在母后一直催着我成亲，我想让你帮弟弟个忙，对外面就说我也喜欢男人，这样他们就不用逼着我成亲了。你想什么呢？堂堂皇子竟然喜欢男人，这事儿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你这是要气死父皇母后。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你说我腿都这样了，伤还没好，母后就想给我塞个女人过来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反正我现在不想成亲。我觉得崔明星的办法挺好的，聪明的人都知道崔明星不喜欢男人，这完全就是在应付那些女子。等过个几年啊，这事儿就没人再提起了，到时候他再找个女人娶了，谣言就不攻自破了，说起来也没什么损失。我又不是真的喜欢男人，也不是真的不娶妻，只不过现在不想娶。你帮帮我呀，我现在坐在轮椅上行动不方便，能用的人也有限啊。你不一样啊，你肯定能够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崔明星的事情出来，父皇母后都气得要死，太子妃还进宫请罪去了。据说母后发了一通脾气，虽然最后没说什么，可你和崔明星不一样。崔明星是崔家的人，你是母后看着长大的，要是你喜欢男人，回头人家怎么想母后，怎么想我和太子，会不会怀疑我们也喜欢男人？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和崔明星不一样，崔明星是被女人围得烦了才出此下策的，可是你现在还是有选择的。要是父皇母后不逼得那么紧就没事了。母后信佛，回头找个高僧告诉母后，就说你近2年不适合成亲，要消灾解难，母后肯定就不会再逼着你成亲了。你轻一点，我又不是货物拉来拉去的。小声一些，你就不怕把人给引来？我怕什么？坐下说吧。好。你看过了，他有办法站起来吗？他另外一条腿很有力量，只是亏损的有些厉害了。我相信你应该平日里没少锻炼。我就剩下这一条腿，平日里都靠着它。我觉得除了平日里做的事情，你应该还自己做过强化训练。虽然你这么做是好的，可是有些事情过犹不及，你把它练得太狠了。现在看起来挺有力量，可是再过几年把它消费差不多了，它就会变得特别脆弱。那我这条腿是不是也废了？哎，你别吓唬他。谁吓唬他了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你这条腿还好，幸亏遇到了我。回头我给你炼制点舒筋活血的药膏，你按时涂抹，不要再像之前那样加强训练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休息一阵子。我今天给你测量一下，要不了3、5天就能把假肢给你做好。多谢王妃。不用客气。你先出去等着，本王有些话要跟他单独说。好吧。多谢王爷带着王妃走这一遭，不管我能不能站起来，誓死不忘王爷的大恩大德。你快起来，本王也是略尽绵薄之力。你们说完话了？说完了，这就走吧。要不再坐一会儿？这2盆兰花是我在山上移植回来的，若是王妃喜欢，就转赠给王妃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给我啊！王妃若是喜欢就拿走，我养着它们，也就是图个解闷儿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我们走吧。你就这么喜欢这2盆兰花？本王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哎呀，你不懂，这2盆兰花我从来没看过，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药性和毒性。等我研究研究就知道了。你喜欢研究毒性？当然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既然你喜欢，回头本王去宫里给你挖几颗就是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前提是你也调理好甘旭坤的身体。你还没告诉我他是怎么回事？不该你知道的别瞎问。好吧。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哼，不告诉他是吧？他还不想知道呢。你脱衣服干嘛？睡觉。你睡觉干嘛在我这儿睡？你去厨房睡去，或者去李芳华那里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睡在你这里有什么不对吗？好像是没有不对的。你的伤还没好呢。放心，本王不会碰你。诚如你所说，本王的病还没好。不过这么晚了，要是回书房，免不了一番折腾。明天还要上朝忙，就先睡了。赶快睡。干嘛？别动手动脚啊！是你自己脱，还是本王帮你脱？脱就脱，我还怕你啊！季宇哥醒来的时候，旁边已经没有人了。
今日是他跟崔明星约定好的日子，你不怕那些女子围着你啊？不用，最近他们看到我就躲，完全不用担心了。你出的主意倒是真不错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按照你说的做，也不至于躲了那么多天。说起来，一直没来拜见姑父，也不知道姑父心里是不是不舒服。放心吧，我爹爹才没那么小气呢，他肯定是能理解你的。不过你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，眼下你去拜见他，我估计他不会因为你之前没去拜他而生气，而是会因为你最近的传言数落你一顿。到时候你可要帮我说说情啊。我才不管，事情是你惹出来的，也是你做的。你要是不管，我回头我就告诉姑父，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。你看姑父会不会说你？你敢威胁我？彼此吧。你们快过来吧，父亲等你们多时了。父亲好。京城的传言是你传出来的，你当真喜欢男子？姑父你别误会，我可不喜欢男人，我这么做完全就是想避开那些女子，不想耽误了他们的大好青春。再有就是马上就要秋闱考试了，如果他们仍旧堵着我不放，怕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入朝为官，所以思来想去，只好出此下策。行了，都坐下吧。哦，对了，表哥，你知不知道朝廷里有没有姓甘的将军？我倒是听说过一个，不过据说他好像犯了事儿了，被贬到哪里做苦力去了。他是谁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之前三皇子腿坏的时候，隐约听到谁提起过，刚刚突然就想起来了。他们说的应该是甘旭坤。甘将军原来是雍州城的守城之将，但是这位甘将军年轻气盛，想要抢占军功，把2万多士兵带入到雪山里，结果一去不复返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，2万士兵全都冻死了，还险些将雍州城送给大藏王朝，好在最后有惊无险，城是守住了，这位将军却被押赴京城。本来皇上是要砍他的头的，可是看他没了一条腿，再想起甘家世代的功劳，就免了他的死罪。嗨，我也是听家里人说的，后面的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王爷这里有人啊，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，要不我改日再来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有人在这儿不太方便吧？你先退下吧。那妾身就先告退了。你说他是中毒了，可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？我上面不是写着呢吗？你画的这些鬼画符，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季宇哥倒是忘了，他写的是分子式，他肯定看不懂啊。那些都是简笔，应该是类似于血枯草之类的。不过从他中毒的时间，再加上血液中的成分分析，那种草药的毒性远远比不上血枯草，虽然有些相似，但却较为柔和，所以应该也是跟血枯草功能差不多的一味草药，只是可惜我暂时想不出来。假肢做的如何了？我正想找木匠来，有一些东西需要木匠来帮忙。府上就有木匠，你直接吩咐他们就成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找木匠去。你今日回家去看岳父，岳父怎么样了？还不错。那就好。就这一句话，没别的了。给姐姐请安。起来吧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给王爷熬的山鸡汤，最是大补了，不过只有这一份儿。姐姐要是想喝的话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还是不用了。现在府上的事情王爷已经交给我了，王妃可以趁机歇歇了。今天我看账簿，发现宁香阁有一大笔支出。来了，他带着报复的步伐走来了。宁香阁的支出每一笔都是合情合理的，李侧妃觉得哪笔支出不应该吗？其他的倒也罢了，我听说王妃每日都要喝牛奶，牛奶价格昂贵，姐姐不如先停一停。如今王府账面上的钱并不是很多，应该省着点用，这个道理姐姐应该比我懂。你的意思是把这牛奶停了呗？硕大的玉郎王府难不成还差这一点牛奶钱？再说了，我管家的时候喝牛奶，你管了就让我喝白开水，传出去还不让人觉得我这个堂堂王妃受你一个侧夫人欺负？你要是不怕丢人，尽管停了。侧夫人，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，要不还是别停宁香阁的用度了，传出去怕是会让人说您小气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看看府上的那些账单都是亏损的，季宇哥倒好，
整天大吃大喝，王爷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被他给花了。好端端的李墨池，为什么让李芳华去书房呢？难道又看上他了？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之前说的天花乱坠，在女人面前还是会变。怎么样，查到那个丫头的身份了吗？主子，我们派人跟着了，却被她中途给溜走了。这丫头警惕得很，我们没能跟得上，真是废物，让你们盯着2个姑娘都盯不住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哎，公子，您倒是厉害，还不是被她一下给打倒了，还敢顶嘴？公子我和你们能一样吗？我那是被她偷袭。再说屁大点房间施展不开拳脚，不代表我打不过她，就小爷这身手，捏她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我是好男不跟女斗。什么好男不跟女斗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难不成我不应该来吗？没说你不应该来，而是问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过来了。还不是没意思吗？过来找你玩玩呗。你该不会惹祸了吧？说吧，这次你又把谁给打了？我这次可没打架，是他们自己打起来的。哼，人家总不会突然就打架了，肯定是你做了什么手脚吧？你猜对了。这次又是谁家的？广阳郡王家的世子，还有庐山郡王的小儿子。不过你不用管，他们2个应该不会跟家里告状的。这次又是为了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他们说你妹妹我天生丑陋，不应该出去吓唬人。你平心而论，我有那么丑吗？哼，是挺丑的。你才丑，我只不过是有一些疙瘩，回头就好了。那是有一些吗？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别动不动就扔东西，一个姑娘家动手动脚的像什么样子？我告诉你了，郭管家说了，这个月不准打碎一样瓷器，要不然的话，下个月的月钱可就拿不到了。你自己也就罢了，可别连累我。你的钱到时候不也是花到酒楼里去吗？给不给你都一样。你说庞的世家子弟上街遛马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家怎么就不行呢？而且每个月给的钱这么少，都够干什么的呀？别人家姑娘1个月的月钱是5两银子，我们家不管男女就只有3两，有的时候我都为大哥抱不平。你说爹打仗挣下来那么多的家产留着，还不都是给你和我的吗？不许说爹，爹也是不想我们学坏。我爹是大英雄，我不说他。你之前答应我生辰的时候会送我一套珠宝首饰的，我下个月就要过生日了，珠宝首饰呢？这不还没到下个月吗？等到了下个月再说。你可记得下个月要是我生日的时候你敢不送我东西，我就写信去告诉爹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多谢玉郎王妃。不用客气，假肢是用木头做的，为了用着方便，我在里面加入了一些铁块，具体使用的注意事项我都已经给你列出来了。假肢虽好，但毕竟不是你身体里长出来的，还是不要使用太过频繁，白天用，晚上就不要带着了。王妃放心，我一定会多加注意的。你也不必太过于紧张，假肢制作起来还是比较容易，而且这东西不是说固定不换的，用得好的话2、3年换一次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可以1年换一次。甘旭坤点了点头，不管他说什么他都会听。你给我那2盆兰花是从哪里找到的？还有没有？那2盆兰花是我从山里面找到的，就是看开花开得不错，所以才挖回来的。王妃要是喜欢的话，改天我再去找找。会不会太麻烦你？哎呀，怎么会麻烦呢？那就辛苦你了。王爷，你现在身上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我看你可以回书房睡了。书房那个地方既宽敞，又没有人吵你，自己一个人睡多自在啊。你就这么想本王离开？我当然舍不得王爷离开了，这不是没办法的事情吗？怎么个没办法法呀？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我就是想让王爷睡个好觉。再说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我也算是帮了王爷大忙，王爷受伤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打算卸磨杀驴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主要是考虑到王爷的生命安全，再加上我一个人睡习惯了，身边有个人我睡不着。你睡不着吗？可是本王怎么觉得你睡得很香呢，觉都叫不醒。我那是累的。王爷你想想，我这2天忙着给甘旭坤做假肢，很累很累的，就想一个人歇一歇。
王爷要是想休息，去书房，去李侧妃那里都行。我想此时李侧妃一定眼巴巴等着。你这话是真心的？当然是真心的啦。可本王怎么看都觉得你不是真心的。再说了，你帮本王做成了此事，本王应该嘉奖你才对。是他想的那种嘉奖吗？就在季宇哥思考的时候，唇边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林墨池擦了擦嘴角，然后就开始解腰带。不用了不用了，王爷不必跟我这么客气，什么奖励不奖励的，我不用。要的，王妃帮了本王这么大一个忙，本王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。不用，就这么一点小事而已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林墨池一步一逼近，一直到最后一件礼衣落在地上，露出了8块饱满的腹肌。这男人的身材不是一般的好。林墨池再一次听到季宇哥的心声，心中颇为激动。难道是刚刚那一吻的缘故？原来他是贪恋我的身材。不行，可不能沉迷其中。季宇哥，你要冷静，他就是在勾引你，你可不能被他给勾引了。既然王爷想休息，我把这房间让给你，我去别的房间睡。季宇哥低着头，小碎步地往外走，还没走出去，就被林墨池从后面抱住了。王妃，不喜欢本王的身材吗？谁喜欢你的身材了？大言不惭，也不知道羞耻。突然把他的身体扳正过来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看着本王，让你看又不收你钱，你也不亏啊。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。美男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？看就看，我看完了。要不要再看看？林墨池抓起他的手，往自己的腹部探去。王妃可还满意？满意。王妃想不想试一试？季宇哥身子一软，感觉像是有虫子在爬，双腿都在打颤。他心里有2个声音，一个想试试，一个想拒绝，最终还是想试一试。季宇哥完全陶醉在林墨池编织的氛围之中，无法自拔。林墨池呼吸加重，一把将人抱了起来。季宇哥下意识地勾住了他的脖子，羞涩的浑身通红。林墨池把他放在床上，并没有熄灭灯火，而是尽情地让他看。他不是说了没看过吗？今日啊，就让他看个够。房中的灯火燃烧了一晚上，床上的2个人也近乎一晚上没睡。木板的摇曳声夹杂着呼吸声，房外的几个人整晚的面红耳赤。第二天醒来，林墨池并没有离开。我都做了什么呀？我怎么能经受不住诱惑被他给吃了呢？这明显就是他设下的圈套啊！怎么就上当了呢？把眼睛睁开，你要是再不睁开眼睛，本王可就硬来了。说着，手往被子里探了进去。季宇哥立刻睁开眼睛，按住了他的手。睁就睁开，怕你啊？你不怕本王？昨天晚上是谁求饶来着？林墨池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都已经让你吃干抹净了，你还想来欺负我，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本王是不是男人，王妃不知道吗？再说本王不是也让你吃抹干净了吗？也算是互不相欠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没品的男人？欺负了人家，反而说互相欠，你给我滚！你别乱来！不乱来也行，王妃可要记住，以后本王要在哪里睡是本王的自由，王妃可不准再阻拦了，要不然像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怕是要天天发生了。他还想天天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二嫂，你给甘旭坤都装上假肢了，听说他都能够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走了，那我的假肢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啊？你急什么？他那都几年了，随时都可以安装假肢，可是你不一样，这才多长时间？二嫂，我觉得我的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刘太医都说没事了，你就把假肢给我吧。我可以给你假肢，不过以后我出府你要帮我掩护，绝对不能让你二哥知道。行，我答应二嫂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假肢啊？最迟后天就给你，你要先掩护我。明天我要去看彩排，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打掩护。
不能让人知道我出去过，尤其你二哥那边。行，放心吧，明天我约二哥喝茶下棋，二哥肯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，你就放心去办你的事情吧。不过，二嫂可说好了，最迟后天一定要给我。放心吧。王爷，要不然还是告诉王妃，王爷您其实并不反对王妃出去，要不然王妃如此躲躲藏藏的，多危险啊！让他去，不必管。本王倒是想看看他能弄出什么花样来。不多时，李芳华带着点心来了，林墨池只留下了点心。你给我去打听打听，季雪心被关到哪个庄子上，想办法见到她。侧夫人，您是打算扶持季雪心？就算是我不得宠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季宇哥好过。娘亲，这东西那个男人用了不会出事吧？你不是不想做寡妇吗？我当然不想做寡妇了，我只是想收拾收拾他，以为女人好欺负吗？这一次我就让他长长见识，知道什么叫做辣手无情。娘亲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失败了怎么办？我觉得那个男人会杀了你的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下手的药量很精准，不会伤他性命，还能够让他吃些苦头。况且我总不能眼睁睁被他欺负一辈子吧。娘亲说的对，我支持你。你还好意思说支持？这几次我有事，你哪一次在我身边保护我了？还说为了我能付出性命去，我看要是有人害我，你第一个就跑了。娘亲，你这么说就伤害宝贝的心了，宝贝自始至终都只爱你一个人。王妃，徐庶让人送来的。季宇哥接过来一看，梅妈妈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我们就过去看看，要是好的话，过几日就能开张了。季宇哥继续往下看，眸光突然顿住了。王妃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之前我们在凤仙楼见到那个公子，郭家大少爷正派人打听我，已经打听到了有凤来一阁了，幸亏徐庶机灵，没有被他发现。王妃，您真的打算跟郭凤合作做生意？有那么多人不选，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呀？谁说我偏偏选择他了？这不是大家有缘吗？缘分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的，既然遇上了，就应该好好对待。而且你不觉得他最合适吗？奴婢可没觉得他合适。要论身份，小姐完全可以跟老爷说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跟崔家合作也可以。这个郭凤，我们之前也不认识，而且看起来他的脾气也不像是很好的样子。既然如此，干嘛要跟他合作呀？脾气不好可以改，再说人家脾气也没多不好，他要是真的脾气不好，早叫人打我了。他也不过就是说几句硬气话，其实没那么坏。我的确可以跟家里或者崔家那边合作，但是事成之后，外人肯定会以为我依靠着季家和崔家才有今天。我才不想仰仗别人得到夸赞，我要靠我自己。郭放虽然出身名门，但家里管得严，没有多少钱。他想挣钱，我也想挣钱，我们两个一拍即合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您别忘记了，他还是宫里的伴读，和王爷的关系也不错。没关系，做生意又不是看谁和谁的关系好。再说了，就算林墨池知道了也没事，本来我做这一切就有给他看的意思，让他知道没了他林墨池，我不靠季家不靠崔家也能过得很好，免得他太过得意了。王妃，您真厉害，您是不是就通过这种办法把王爷的心抓到牢牢的？你可真是误会了，我可没想把他的心抓牢，我可是一直把他往外推来着，是他自己不走。是因为王妃太好了，所以王爷才不肯走的。王爷，王妃出府了。知道了，不必让人跟着。是。二嫂，这完全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他以为能够瞒得了二哥，殊不知全在二哥的掌控里。林墨池得意一笑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心情。二哥，我发现你现在对二嫂是越来越上心了，提起她都是眉开眼笑的。好长时间没见到你这样了。当然有了，你现在这样就好像是掉进蜜罐子里一样。我想要不了多久，府上是不是就该添丁进口了？二嫂的性子如此跳脱，只怕时间长了母后会不喜欢。只有生了孩子，性子转变了才行。你这么想要孩子，不如赶紧找一个。听说前段时间母后给你推行了几个人，结果你说什么都不要。哎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还不着急，我的腿这样了，母后还能逼着我不成？
倒是老四，听说他已经定下来了。定的是哪家的？我怎么没听说？你当然没听说了，听说定的是孟国公家的嫡女。怎么会是他呢？我也没想到，孟国公在朝中并没有什么职权，家中就守着这么一个爵位，也没有多少产业。老四选择孟国公女儿做正妃，真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。不过这件事情还是只有传言，未必能够做得了准。凤仙楼欢乐的乐声此起彼伏的响起，姑娘们载歌载舞，音乐的声音欢乐悠扬，十分的热闹。季宇哥依旧是男装加身，看着他和凤仙楼姑娘跳成一团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在调情呢。扭来扭去的，有伤大雅，真是伤风败俗。妈妈怎么这么高兴？有什么喜事吗？整日听这么欢快的曲子，谁不高兴？再说马上就要表演了，可不就是喜事一桩吗？各位姐姐妹妹真是辛苦了，大家快坐下喝口茶休息一下。我有预感，等你们出去了一定会震惊四座。姑娘，可否告知我们你的姓名？都是江湖人，不必问姓名。凤仙姑娘一听有些失望，也不再询问。天啊，这还是我们楼里的姑娘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好看了？这位姑娘，你这些衣服是不是都要卖的？如果是的话，这些衣服我全都要了。我们也算是朋友，回头我给妈妈打个7折，到时候妈妈如果有客人也可以推荐给我们，要是对方买的多了，我还能给妈妈点回扣。凤仙姑娘穿上这身衣服可真是出水芙蓉。多谢郭公子夸赞，都是这身衣服的功劳。说起来我还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，多谢姑娘。郭放来了兴致，他正愁没钱给妹妹买礼物呢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赚一把快钱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我这个人可挑，要是你说的我不满意，我可不参与。特小，说他胖他还喘上了，你肯定能参与。想必你也看到我们产的衣服了，这衣服不光有女款还有男款。我想你在京城认识这么多人，其中有不少纨绔子弟的朋友，你能不能给我找几个长得标致的少年，让他穿着我们的衣服出去走走？你让我朋友穿着你的衣服像他们一样跳舞唱歌？你想什么呢？就算我想，你那些朋友只怕也不愿意。我只是想，你郭大公子的朋友肯定非富即贵，要是他们穿上了我们的成衣，观看的人肯定多，日后肯定有人上门来买。你们整日在外面行走，关注你们的人肯定特别多，要是他们发现你们穿的衣服又好看又标致，肯定会到处打听，到时候我们的生意不就来了吗？对你来说，这可不是难事吧？这事成之后呢？你只要让他们穿着我们的衣服出去逛几圈，逢人就说是有凤来仪阁做的。你拉一个人过来，我给你500文。不过我可不是什么人都要，必须长得俊俏，身材好，还要有气质。要是来那么几个身份高贵的公子哥也不错。最主要的是名声不能太坏，烧杀掳掠有作案前科的人一律不要。还挺挑剔的。这是当然了，这么好看的衣服怎么能够被那些人给糟蹋呢？再说了，我想郭公子肯定也不认识那些人。我怎么可能认识那样的人？我郭放虽然是纨绔，但纨绔也分好坏，还是有等级的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人我肯定能给你找过来，不过你知道一个人才给我500文钱，是不是太少了？我可是听说你给梅妈妈1万贯的钱呢，差的也太远了吧？哎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他们唱歌跳舞还要忙着排练曲子，还要换发型什么的，你们能做到吗？要是你们都能做到，我也愿意给你们钱。行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京城里有名的公子，长得又帅又有气质，走在大街上能够让人盯着他往死里看那种，你拉了一个，我给你1两银子。人我倒是有，但是1两银子太少了，怎么着也得5两银子。5两银子太多了，你拉来的是什么人？难不成是太子呀？虽然比不上太子，但也差不了多少。行，就按你说的，要是你能够把这样的人给我拉过来，一个人我给你5两银子。成交。你刚刚跟梅妈妈说，要是她能够给你拉一个客人，你就给她钱。那我呢？我要是能帮你找来生意，你是不是也给我钱啊？
这是自然的。你要是能给我拉来客人，就算是买一件，我也给你分成。但是有些事我们得提前说好啊，给你的钱是按照衣服的价格来的。若是对方买的贵买的多，你分的也多；要是对方买的便宜买的少，你分的自然也就少。这个道理不用我给你多说吧？姑娘，请受我一拜。啊，无功不受禄，梅妈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的药方真的很管用，我照着你的药方吃了药，觉得身上的确好了不少。哦，要喝上3个月才能彻底好利索，妈妈不如再喝上一段时间。我一定喝。姑娘，你之前说你是大夫，这么说来，你不只能够治我的病，是不是也能给其他人看看毛病啊？你指的是哪方面毛病？唉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毛病，跟我类似的人不少。外面的大夫大多不愿意来我们这里看病，很多人生了病只能忍着，或者靠着楼里传出来的秘方，很多人都是为此亏损的身子没得。梅妈妈是想让我给你们楼里的姑娘看病，不知道姑娘方不方便？我不太方便出来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啊，妈妈别误会，我不是看不上楼里的姑娘，只不过家里管得严，我不能时不时出来。要不这样，我让人在有凤来一阁单独整理出一间房间来，到时候你可以带着病人去那里找我，就以试衣服为名，悄悄地把病看了，这样既不会让人知道，也不会给我带来麻烦。只不过妈妈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不可和外人说是我给他们看的病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你的意思是让本王穿着衣服出去走一圈，给你做宣传？不是给我做宣传，是给一个叫有凤来仪阁的铺子做宣传。你听听这名字多好听啊，我看过了，他们铺子做的衣服都特立独行，做出来的衣服又好看又大方，还能凸显身材，以后肯定能成为潮流。别说啊，这衣服还真挺好看的。你刚刚说这衣服是哪家做的？有凤来仪阁，过2日就开业了。这名字不错呀。不过你是怎么认识这家老板的？还说来这事儿也巧，我是在凤仙楼认识他的。郭放对2个人毫无防备，就把他和季宇哥相识的过程说了出来，还特意抹黑了季宇哥。这女的虽然张狂粗鲁又蛮不讲理，但不得不说还是很有做生意的头脑的。要不那一日你们也过去看看吧。你觉得我这样能够出去走吗？嗨，那有什么，推着轮椅不是照样出去吗？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府里面吧，出去走走多好。衣服的确是不错，没想到二嫂还有这样的手艺。哼，你觉得她这样抛头露面好吗？人家可没有抛头露面，人家是女扮男装，外人也不会知道的。季宇哥回来嗓子都哑了，说了一天的话，真是又累又困呢。正准备睡觉，林墨池直接走进来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本王说过，本王在哪里睡是本王的事情。你还是改天再来，今天啊我没时间，实在是累得腰酸背痛，没时间跟他磨叽。跟他没时间，跟外面的野男人聊的倒挺好的哈。他竟然能够说动郭放帮他做买卖，可见是耍了不少的手段。哎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跟本王说说，你出去干什么了？谁说我出去了？该死的林清河，不是说会看好人吗？你以为你出去的事儿能够瞒得过本王吗？本王不过是不理睬你罢了。你现在是玉郎王妃，在外面做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能丢了本王的脸，要不然本王可是会惩罚的。至于怎么惩罚，相信你心里有数。惩罚，整日就会用这点事情威胁我，就不能换个别的？你要是敢给本王丢人，或者是不听本王的话，本王就把你的宝贝拉出去，扒了他的狗皮，吃了他的狗肉。娘亲救我！没用的家伙，这就被吓到了。不信的话，你就试试。知道了，我保证不给你丢人，不乱来不就行了吗？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要睡了。季宇哥转身正要躺下，又被林墨池给拉起来了。哎呀，你想干什么呀？2日的时间，能不能把老三的假肢做出来？他想出去走一走。行，明天我就能给他做出来，
你现在能不能让我睡觉？是吧？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睡吗？不能。你这样我睡不着。要是王妃睡不着，不如我们做点事情，或许就能睡着了。别，前2天的伤到现在还没好呢，睡就睡。老爷，刚刚庄子上来报，说是有人意图接近杨氏和二小姐。是什么人？对方走得太快，我们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他们给跑了。可以肯定，他们是冲我们杨氏和二小姐去的，就是不知道想要干什么。哼，欺人太甚！这些日子杨家可有人过来？前几日杨家有一位少爷来找杨氏，还想要求祭老夫人，不过被我给打发了，没告诉老夫人那边。以后凡是杨家那边来的人，一律都不准告诉老夫人。庄子上也派人盯紧一点，不要让人接近这母女。老爷这是打算将杨氏和二小姐关一辈子吗？虽然奴才是夫人的陪嫁，但是奴才也来了季家这么多年了，算是看着大少爷长大。若是杨氏和二小姐真的一直关下去，只怕对二少爷的前途不利呀。要不是为了少峰，我早就把他们2个赶走了，断然不会把他们留到今天。你亲自去找媒婆打听一下，最近有没有经常上镜的读书人，要是有的话，着重留意一下。老爷这是打算把二小姐提早嫁出去，可是老夫人那边怎么办？只有把她嫁出去了，她才会对玉郎王死了那条心。没了她在身边，杨氏那边也就好打发了。等再过几年杨氏老了，他就可以找个借口把他打发回老家了，这样一来也不会影响季少峰。王妃，我看过了，来的人可不少呢。也就是头一日这么热闹，等过段时间人就该少了。就算是少了，也能有不少生意。铺子刚刚开张，有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这都是王妃的功劳。我不过是出主意，办事的都是徐庶。要我说，徐庶才是最大的功劳。回头你可记得提醒我，年底的时候给他包个大红包。放心吧，王妃说的我都记得。东家，您快出去看看吧，外面来了2位王爷。哪2位王爷？听说是玉郎王还有玉牙王。他们是自己来的还是跟谁来的？他们好像是跟着郭家公子来的，说是来捧场。他们穿着的是本店的衣服，掌柜的怕怠慢了他们，所以让小的来请东家。东家要不要出去看看？他万万没想到，郭放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，把他们2个人都请来了。不，我不出去了。你和徐庶说，让他招呼这些人，我从后院走了，别让他们知道我出现过，知道吗？也不要跟他们提起我的事情。说完，季宇哥拉着小环便往外走，结果就是这么的不巧。天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王妃，你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完了，还是被发现了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什么时候林墨池的眼神变得这么好了？二嫂别躲别藏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算了，大不了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我犯的又不是什么大错，顶多被他数落几句。谁说我藏了？我这不是下去迎接你们了吗？来，里面请，让人沏一壶上好的龙井过来，再去买一些点心。好嘞。要不给他下些药算了，让他赶紧回去，免得在这个时候扫兴。季宇哥不知道啊，自己的一番心里话都被林墨池给听去了，他竟然想要给他下药，是为了不扫兴。季宇哥，你可知错？知道不该出来吗？本王有说不让你出来吗？看样子你还是不知错。好了，二哥，我们今天是来捧场的，可不是来挑事儿的。再说外面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二嫂开的，今天二嫂也没有抛头露面，算不上是错的。你冷着一张脸给谁看呢？就是，我虽然出来抛头露面，可是外面人也不知道我是玉郎王妃，不算给玉郎王府丢人，何必如此咄咄相逼，失了男人的气度。二嫂，你这里真热闹，刚刚那首曲子是真实欢快，我觉得将死之人听了都能再活几天呢。那是，这首曲子可是风靡一时。二嫂是从哪里得到的？这首曲子又是在哪里风靡一时啊？糟糕，一不小心说出来了。
在我心里风靡一时。这首曲子我可是想了很长时间的。二嫂你可真是厉害，会做菜，会看病，还会谱曲子，还会做衣服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一般一般，主要是我这个人聪明。哼，大言不惭，你也就会一些小心思，做出来的衣服不伦不类的，你也不怕父皇母后知道了训斥于你？我做衣服又没有犯王法，皇上和皇后娘娘凭什么要责罚我呀？如果他们真的要责罚我，那也是你没用。你还能怪到本王的头上？怎么就不能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我犯哪条律法了？如果没犯律法，皇上和皇后娘娘还要责罚我，那可不就是你没本事吗？连自己娘子都护不住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谁说本王护不住你？你说的。要是将来皇上和皇后娘娘因为穿着问题找我麻烦，就交给你了，我就说是你让我那么做的。小样，还敢跟我斗，三言两语就把你绕进去。林墨池这才意识到自己揽了这么一桩糟糕的事情。二哥，我觉得父皇母后不会如此清闲，为了几件衣服就找二嫂的麻烦。再说，就像二嫂说的，要是真的找麻烦，也是你不得力啊，怪不着二嫂啊。连你都穿着二嫂的衣服了，可见你也是赞同的，干嘛摆着一张脸啊？林清河觉得二哥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不过是做了几件衣服而已，也不算是奇装异服。皇上皇后该不会是为了这件事责罚于我吧？这下糟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他们不会为了这么几件衣服把我脑袋给砍了吧？要不然我现在逃走。父皇母后不会为此等小事责罚于你的。况且你的铺子刚开了不够半日，怎么会传到宫里？想来应该是为了他的腿。别担心，有本王呢。二哥二嫂，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当着我的面眉来眼去的？你回头找个王妃不就行了？要是你和你的王妃在我们面前眉来眼去，我们肯定不说什么。我才不找呢。好好好，没想到你真的站起来了，真是祖宗护佑啊！分明是我的功劳，怎么成了祖宗保佑了？父皇，这都是二嫂的功劳。上一次太子的蛇毒就是你解的，当着外人，朕不好过于嘉奖于你。这一次，你让玉牙王重新站了起来，真是个好孩子。来人，赏赐玉郎王妃玉如意1柄，锦缎10匹，珍珠10壶，各类玉器10件，外赐城外庄子1座。多谢父皇赏赐。母后，这根簪子是您和父皇成亲的时候佩戴的，怎么能够赏赐给他呢？唉，玉郎王妃这一次立下了大功，还有太子的事情，本宫早就想赏赐他了，借着这个机会一并赏赐了。怎么，本宫赏赐玉郎王妃1根簪子，还惹你不高兴了？儿臣不敢。不敢最好。本宫听说玉郎王府大小事务都交给了李侧妃处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儿臣也是不想让王妃过于劳累。有什么可操劳的？掌管府内的事务本来就是当家主母的责任，你却交给了一个小小的侧妃，传出去像什么？外人怎么看本宫？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母后，这件事不怪王爷，儿臣最近在钻研医术，想要把大量精力放在医术上，把府上事务交给李侧妃，我也是同意的。况且李侧妃出身李家，管理家事自然也是不弱的，儿臣还可以趁机偷偷懒，还请母后别责罚王爷了。既然玉郎王妃帮你求情了，这次就算了。要是让本宫知道你敢让妾室越过王妃，看本宫怎么收拾你。多谢母后。都坐下吧。玉郎王妃，玉牙王的腿没事了吧？父皇，玉牙王带着假肢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走，就不能做过于剧烈的运动，这些我之前就说过了。不过正常事情他都可以做，只要不太过就没事。能够正常行走已经不错。皇上是不是想起军中的将领？还是皇后明白朕的心思。前些年打仗，军中有不少人断了腿，朕想着，若是老三能够站起来，是不是其他人也可以？玉郎王妃，朕刚刚看过玉牙王的假肢，似乎是用木头做的，
如此说来，假肢应该不难做吧？可以吧？不过要看每个人的情况，情况不一样，自然做出的假肢也不一样，适应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总要看过之后才能下判定。父皇，做假肢听起来很容易，其实过程可麻烦了。为了做这副假肢，二嫂费了不少的心思，前后测试了好几遍，夜以继日的。父皇让我跟太医院太医一起为军中残疾的将军安装假肢，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如果能够办成此事，定然是大功一件；如果办不成，想来也不会责罚你。军中的伤残将领很多吗？兵部有记档，具体的数量本王也不知道。不过前几年朝廷四处征战，的确有不少人受伤，和甘旭坤一样情况的也有不少。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，父皇只是一说，真正要落实，怕是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你想想，军中有那么多人，如果全都装上假肢，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此事父皇一个人做不了主的，肯定会拿到朝堂上，届时会和各部门的人商量出一个章程来。将领们出生入死的，却因为残疾一辈子坐轮椅上或者躺床上，实在是可惜。要是有些机会让他们站起来，那该多好啊！你认为这件事能办成吗？应该可以，不过户部未必会这么快放钱，最后父皇可能要搭上一些，或许我们也可以出一点。打住！怎么每次一有事情你们就捐钱呢？国库的钱去哪儿了？如果赈济灾民我也就不说什么了，可为军中残疾将军安装假肢是朝廷的事情，不能靠着各家救济啊！你是不是不知道府上有多少钱？林墨池就不说话了，他知道府上没钱了，而花妻子嫁妆的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，于是也就不再提起。父皇让我和太医院的人一起办此事，万一中途出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办？父皇将此事交给了玉牙王，有他在，要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你去找他就是了。你来了，快坐。来人，看茶。梅大姐，不用忙活了。可不敢让您叫我一声大姐，要是让外人知道月郎王妃叫我一个青楼的老鸨大姐，传出去不让人笑话。梅大姐，你不必跟我客气，其实我并不是故意隐瞒。月郎王妃不必说了，我都明白。后宅大院规矩极严，若是让外人知道月郎王妃来这种地方，只怕会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月郎王妃不必向我解释，我早就跟楼里的姑娘说过了，她们也绝对不会出卖你的。日后要是有生意，尽管跟我们说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凤仙楼也不会如此红火。那这是之前说好的钱，梅妈妈却只收了一半。梅大姐，您这是？听说在有凤来仪阁，凡是贵宾都有折扣，从今日起，您就是我凤仙阁的贵宾，自然也是有折扣的。一码归一码，这是早就谈好的价钱。既然妈妈不想要，回头我让人做一些衣服送过来。这多不好。没事。对了，这几日郭家大少爷一直在打听你的事情，你是打算瞒着他呢，还是打算告诉他？先瞒着吧，等他什么时候发现再说。侧夫人，您还没有输，要是现在放弃，一辈子都起不来了。我还要怎样啊？我做了这么多，全都是为了王爷。可是王爷从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我一眼。为了管理好府上的事，我把自己的陪嫁嫁妆都搭进去了。可转眼间，王爷又把管家之权交到了季宇哥的手里，我怎么能不生气啊？侧夫人，您消消气。王妃让玉牙王站了起来，王爷心中自然是感激的。再加上上面有皇后，您知道王后向来不喜欢底下的官员宠妾灭妻，这个时候月郎王就算是心中有你，也不敢过来啊。这么说来，王爷是怕宫里的人怪罪，所以才不过来的。当然是了，您想想，前几日王爷还让您研墨画画写字，怎么会突然间态度大变呢？你有没有做错事？说的也对，我又没有做错，王爷为何会这样对我？说起来都怪季宇哥，他怎么又立功了呢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侧夫人，要我说，您要是想要得宠，就得低下头来。怎么低头？跟王妃交好，只要您和王妃和好，
王爷早晚有一天能够看到你的好的。要是您一直这么坚持着，只怕不但王爷会不喜欢，宫里面也会不喜欢。皇后本来不喜欢我，夫人怎么忘记了？皇后娘娘再怎么样也不会阻止王爷繁衍子嗣。再说，皇上对皇后娘娘敬重，可是宫中的妃子也不少啊，这些年出生的皇子皇女也不少。哎呀，李芳华挣扎了一晚上，她觉得兰芝说的对。一大早上的，王妃能去哪里呀？该不会是王妃不想见我吧？侧夫人多虑了，王妃的确是一大早就出门了。去哪里了？太子妃有请，王妃去东宫了。太子妃是她的表姐，说不定她去跟太子妃炫耀了。表姐，你的药可以不用吃了，你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接下来就是等太子身体养好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要一个孩子了。表妹，太子的药什么时候能停啊？再喝1个月吧。昨日我从宫中回来，遇到了玉牙王，看到他能正常行走了，还跟我夸赞起了你。听说父皇和母后还赏赐了你不少东西。既然父皇和母后都赏赐了，本宫身为玉牙王的哥哥，自然也有东西赏你。本宫知道你不喜欢钱财等俗物，所以本宫从外面收集了一些孤本，上面记载了一些医术，就当做是送给你的礼物吧。多谢太子殿下。你喜欢就好，本来你给太子殿下看病，殿下应该再赏你点东西的，可是殿下的病不好跟外人说，所以眼下只能先攒着，等有合适的机会再送去给你。嗨，不用不用，说起来我们还算是亲戚。从表姐你这里论的话，他是我表姐夫；如果从林墨池论的话，他算是我大哥，自己家人帮帮忙也是应该的。说东西就太客气了。好啊，回头本宫让人搜集一些医书给你送过去。那就多谢太子殿下了。你们表姐妹说说话吧，本宫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恭送太子殿下。表姐怎么了？表妹，刚刚太子殿下在，我不好问他的病怎么样了。表姐，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殿下的病已经有所好转了，不过还需要再吃药巩固巩固。我这不是担心你有些话不好说出来吗？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，只要再等1个月，殿下是不是就可以让人怀孕了？表姐，我给你个方子，等1个月之后殿下的病好了，你们同房之前把那药给喝了，可以促进你怀孕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不是喝了那药就可以怀孕了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过不能保证你完全能怀孕，只不过能加大概率。其实那药就是一些促进排卵的药，可以加大你怀孕几率。季宇哥就教崔文云算日子，还告诉他一些有助于怀孕的姿势，听得崔文云小脸通红通红的。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这还需要听吗？不一下就会吗？表姐，你要想笼住太子殿下的心，还是有很多办法的。要不要回头我帮你找一些册子过来，让你和太子试一试？你什么时候也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满嘴都说胡话。男女之间不就那么点事儿吗？有什么可羞涩的？再说了，难道你不想早点有身孕？只要能怀上孩子，这些不都不重要吗？你帮我找找这件事儿，可千万别告诉别人，只有你一个人能知道。行，表姐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。二嫂，你去看太子殿下了，他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是身体还有些虚，再吃1个月的药就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。二嫂，你和二哥是不是也快要孩子了？眼下朝廷大事繁忙，你二嫂又忙着帮军中将领安装假肢，这个时候有孕不太妥当，还是先等一等吧。想的还挺周全的，刚好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要孩子，甚至我还没做好要孩子的准备呢。要孩子可是一件麻烦的事情，要生要养，光是这2点就不容易做到。这样下去，万一你有身孕怎么办？应该不会的，王爷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服用一些避孕的药物。那你服用一些吧，眼下这个时候不适合生孩子。这么绝情的吗？王爷，我说的避孕药物其实有2种，一种是女人喝的，一种是男人喝的。这女人喝的多半会伤了身子，男人喝的这没有什么大碍。为什么男人喝了没事儿？因为男人身体好，喝了药之后通过锻炼很快就好了。女人不一样，女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宫寒之症，而避孕药的原理也不过是加重宫寒。
让男女之间的孩子没有办法着床，自然而然就没有孩子了。他现在这副身体啊，还不算是完全调养好，毕竟之前被毒了那么长时间。你被下毒了？王爷，你怎么知道我被下毒了？哎，为什么我感觉你能听到我的心事似的？早点睡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林墨池不是没有想过跟季宇哥坦诚，可又有些担心，万一他知道了之后会是什么反应？会不会觉得他欺骗他，或者把他当作是猴儿一样耍？那喝了它可以管1个月。这是……啊，你别装蒜啊！昨天晚上我们可是说过的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难不成你想让我喝？他真的喝下去了？你怎么突然就想喝了？你不感觉别扭吗？本王相信你之前说的，本王要是不喝，你不就要喝了吗？你之前跟本王说过，女人喝了多少会有些影响，男人喝了就没事儿。可是我说的只是可能。要是本王真的出事儿了，你后半生就完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。这药方我可是左思右想，思虑再三才决定的，副作用很小，肯定没事儿。你知道就好，要是本王出了什么事儿，第一个不饶你。放心吧，我都说了这药不会有事的，要是有事的话，我负全责。你怎么负全责？要是本王真的出事儿了，你负责任有用吗？季宇哥勾起了唇角，也不在乎周围有没有人，直接坐到了他的怀里。林墨池虽然有些不适应，但内心还是很期待他如此贴近的。崔嬷嬷的人赶紧出去了，老脸通红通红的。谁能够想到啊，青天白日的王爷王妃竟然如此大胆。季宇哥本想逗逗他，可是看见林墨池如此紧张的样子，突然玩心大起。王爷，说起来你那个东西也是给我用的，要真的出事，我负全责有什么问题吗？季宇哥。王爷怎么了？你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还知道很多呢。林墨池被气笑了，抓住了他的下巴，声音极具性感。本王从来没有想过你竟然如此的不知羞耻。王爷你想听吗？切，表面上说不想，其实心里指定有多想。男人就是口是心非。哼，说的好像你很懂男人一样。林墨池，你是不是能够听到我在想什么？你今天要是不说，我就不放你走了。本王还有事情要处理。今天是休沐之日，你根本就没有事情要处理，你就是想躲开我。哎，你是不是能够看穿我的想法？本王怎么可能看穿你的想法了？这不是太奇怪了吗？王妃还不如说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呢。你真的看不出我心中在想什么？好端端的，本王怎么可能看出来你心里在想什么？这岂不是太奇怪了？要是放在以前，季宇哥也不会这么多想。可是连穿越这种事情都能够产生，能够听到人心里想什么，不也是很正常吗？好了，本王真的还有事情要处理。林墨池，你个王八蛋龟儿子！你要是有时间就琢磨琢磨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别乱想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能够看穿我的心事？娘亲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又不是像我这样跟娘亲心意相通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总有一种感觉。可是刚刚娘亲骂他，他不是也没什么反应吗？要是能够听到你的心事，听到你骂他，他肯定会生气的。说的就是，他刚刚没生气，但是，哎呀，总之我就是感觉不太对劲，找机会再试探试探他。娘亲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去走走啊？来到这里这么久，我还没出去过呢。而且你不是让我记住了个味道，说让我帮你找吗？什么味道？他怎么忘了？好半天，季宇哥才想起来是那个樊涛。请恕小的眼拙，不知这位夫人是？我家夫人是玉郎王妃，劳烦掌柜的给我找一个干净雅致的地方。掌柜的，把你们这边招牌菜先来几样。
好嘞。哦，对了，再给我找几根大骨头，要炖得烂乎一点，少放盐啊。王妃放心，我这就让他们去做。掌柜的做生意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有哪位顾客给自家的狗吃排骨的。王妃，有个事儿要跟您说一下。就在昨日，其他布庄也推出了新款的衣服，跟我们的款式差不多，我们要不要提防一下？提防也没有用，只要是会做衣服的人，看眼衣服款式就能模仿个10之8九。衣服本来就是穿给人看的，防是防不住的。我之前让你做的标签，你可都做好了。王妃放心，每件衣服都有属于我们有风来一格的标签。原来王妃当初叫我做标签，竟然是这个意思。别的布庄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衣服，可是却拿不到我们的标签。高门大户的人最爱显摆炫耀，若是让他们知道买的衣服不是来自有风来一格的，说不定会因此而闹腾起来呢。这就是品牌效应，有风来一格的标签已经打出去了，其他人只能模仿，但想超越我们却很难。王妃放心，我一定会看好的，不会让他们模仿了去。表妹，表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早就听说京城开了一家绸缎庄，卖的衣服时兴新颖，款式不一，原来是你开的。表哥，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？太惊喜太意外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等本事。那一日我看了不少富家公子穿的衣服与往日不同，还想是从哪里买的，没想到竟然是你这里。今日我来了，你也给我选几套衣服。既然表哥和四弟来了，我这就让人给你们准备一些样式过来，你们挑挑看，不知四弟可有喜欢的？娘亲，他身上有你之前让我闻的味道。太子中的毒跟他果然有关系。不着急，什么时候做好了，什么时候送过去就行了。既然这衣服已经选好了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我们？表哥，你们要回哪里去啊？四皇子帮我找了历年的题库，还有一些珍奇古籍，最近我们在一起研究。我还以为四皇子把那些题库都送你府上了。若是有题库，大大方方的送过去就是了，为什么还要2个人在一起研究呢？其中一定有事。主要是有一些不太方便拿出来，而且我们2个在一起还能够讨论讨论。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怕是有问题都不知道该跟谁讨论。娘亲，他腰间的荷包有东西。哪来的狗？怎么这么好看？是我养的，它叫宝贝。宝贝这个名字好听，一听就是一个可爱的名字。娘亲，原来他就是你表哥啊，长得可真好看。那当然了，我就没见过长得像他这么好看的男人，连女人在他面前都逊色几分呢。四弟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记得你好像对猫狗的皮毛有些过敏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四弟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找人给你看看？这过敏可大可小。没事，麻烦二嫂惦记了。你去把他荷包给我偷过来。这么可爱的狗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表妹，你是从哪里找来的？就是偶然遇到的。表哥要是喜欢宝贝的话，可以让宝贝跟你过去玩几天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过表哥可要记得还我。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一定还你。听说你把宝贝送给崔明星了？表哥喜欢宝贝，让宝贝过去玩几天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其实我是想让宝贝去监视一下林维生，也不知四皇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，总感觉他想算计表哥。一会儿说是什么历年题库，一会儿又是珍贵典籍。崔家的人对表哥都没这么上心，他一个皇子对表哥这么上心，肯定不安好心。林墨池喝着茶，竖起了耳朵听季宇哥的心声，心中的那股酸意也渐渐消散。王爷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太医开的方子也正对您的症状，不过好端端的，王爷怎么会接触到狗毛呢？林维生没说话，跟着他的仆人却把今日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是玉郎王妃，难不成他是故意的？外人很少得知本王对这些东西过敏，而且说到底只是过敏，要不了本王的性命。是崔公子喜欢那条狗，硬要把它留在身边的，应该只是个意外。本王回来的时候发现荷包不在了，想来是在有风来一阁的时候被人给偷走了。荷包是你送给本王的，里面装的东西你应该最清楚。王爷是说这个东西
落到季宇哥的手里了。莫非荷包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啊，那倒没有，荷包里的东西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只不过为了王爷的身体着想，我特意在荷包里加了一些毒药。不过那东西对人的身体没有害处，可以有效的预防蚊虫蛇蚁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吓到你了？本王不是故意的。要是再来几次，怕是我命都没了。那大白天的，走路能不能发点声音出来啊？吓死人了！你这是在看什么东西？这么入神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太子种的蛇毒，仙雅阁挖出的泥土，还有我从四皇子荷包中找出的药丸，它们的成分分析。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？他身边一定有个用毒高手，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这些东西都算不上证据，就算我拿出去了，也未必会有人相信。蓝血蜘蛛是一种蜘蛛吗？是一种很毒的蜘蛛，其实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中了这种蜘蛛毒的人会变成疯子，然后死去，而且死状十分凄惨。你想想，一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？有的人会出现自残的情况，有些人会出现伤害他人的情况。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看一本医书上面有记载。王爷，不好了！京郊发现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，已经死了很多人了。你仔细说说。今日一早，大理寺接到了报案，是京城一家医馆报的，说是发现了传染性很强的疾病。然后大理寺便顺藤摸瓜派人去调查，结果追到了城外的一个小村庄，发现那里有不少百姓都得了同样的疾病，据说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，而且死状都极惨，七窍流血呀！本王要进宫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想来宫里已经知道此事了，稍后你进宫少说话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性子越是难的事情，你越会冲在前面。不过疫病和灾民是不同的，闹不好可是要死人的，你要小心一些，最好带这个东西。这个有什么用？那可以让你不那么容易传染疾病，还可以预防一下。玉郎王、玉郎王妃，皇上真让我去找你们呢。找我？不错，京城外面有一个叫做大田村的地方发生了瘟疫，皇上觉得玉郎王妃或许有主意，所以特意让我来请您进宫。那快走。皇上，此次疫情来势汹汹，现在还不知道大田村有多少人出来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们接触过。当务之急是要将村子封锁，然后挨个调查。朕已经让西郊大营的人前去封村了，不过大田村位置有些特殊，村子里有不少做买卖的人，即便封住了，怕是一时间也很难堵住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杜公公，不好了，宫里面也发现了疫情。皇上，就在刚刚，御膳厨房有一位宫女在房中死了，死的时候七窍流血，太医诊断说是疫情。孙院正，如今宫中出现了疫情，你们太医院可有什么应对之策？现在只能把那名宫女接触过的人全部暂时隔离起来，另外彻查宫中，看看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，查清楚宫女接触过谁，病的来源又是哪里。此事就交给你们太医院去办。此事需要人手，光靠太医院的人根本不够，让御林军协助你们。是。我也过去看看吧。你小心一点，安全至上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有实验室在手，任何疾病在我面前都无法遁形。实验室？林墨池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不在王府的时候，王爷貌似有了新欢。你这鼻子难不到是属狗的？这都闻出来了。哼！清晨上早朝的时候，李侧妃采集露水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了，本王只是扶了她一把，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沾染到了。李侧妃是你妾室，你想跟她亲热或者宠幸都是应该的，跟我解释干什么？这么明显的吃醋啊！林墨池突然想要逗逗他。既然王妃都这么说了，那今天晚上本王就去秋离阁看看。林墨池王妃不是不在乎吗？谁说我在乎了？你宠幸谁不宠幸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李芳华。本王要是去找其他的女子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你去找，找到算你有本事。你要是敢找，我就阉了你，然后再把你和那个女人大卸8块，扔到药水里，让你们死无全尸。本王做过什么？等你回府了之后，一打听不就知道了。没有纵欲的迹象，看样子的确挺老实。就把了个脉，就知道他昨天晚上有没有做坏事。要是所有的夫人都有这项本事，那外出偷腥的那些男人怕是就没有活路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安分一点，不许沾花惹草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有你一个就已经够本王糟心的了，再来一个，本王怕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。你的意思是我不省心？这林墨池觉得不适合再说下去，轻咳了一声，连忙转移了话题。你不在府中，徐庶派人来找你，说是有个病人要找你，你出去的时候别忘记了。徐庶还说什么了？对了，最近有凤来一阁的生意怎么样？应该还不错。看样子得尽快找出解毒的办法，然后再去把宝贝接回来，再去有凤来一阁，还要去一趟城外庄子，再加上给梅妈妈朋友看病。这么算下来真是好忙啊。要是觉得忙就歇一歇。他怎么知道我觉得忙？你是不是会读心术啊？这都被王妃发现了。真的会读心术？可是你怎么会的？哼，秘密。切，有什么秘密？还不是瞎猜。我就不相信这世上真有读心术的存在，多半都是观察人微表情分析出来的。什么是微表情？你真的会读心术？连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？本王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办，你在皇庄里要是有什么不方便，就告诉廖父，这几日让他留在你身边。你教教我读心术，我也想学学。这个是需要天赋的，你学不会。你都没教我，怎么知道我学不会？林墨池无奈了，因为他也不会呀。到现在林墨池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突然就能够听到季宇哥的心声了。这是不传之秘，其他的本王都可以满足你，可唯独这个本王不能告诉你。会读心术怎么了？他还有神仙水，把神仙水给他喝了，想知道什么他都会老老实实的交代，不比读心术厉害。你有读心术，我有神仙水，彼此彼此。林墨池决定接下来不喝他端的茶，不吃他做的饭，不给他可乘之机。等他走了，季宇哥才意识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自己的秘密都被他给发现了，对方的秘密他却没有把握在手里。玉兰王妃，你快去看看吧，病人的毒似乎已经解了。什么？季宇哥立刻跑到了病房，孙院正和顾太医正在对每一个病人进行诊脉，两人的眉梢难掩喜色。季宇哥也上手试了试，发现病人的脉搏趋于平和，是大好的征兆。你们之前给病人吃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吃，就是按照你的方子给他们吃的。哎呀，或许如你所说，是兰草起了效果。季宇哥快马加鞭地回了玉郎王府，本来想给林墨池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结果刚好看到他抱着李芳华，两个人都快贴到一起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季宇哥上前将李芳华拉了起来，结果李芳华就这样一不小心地滚下了台阶，把额头都磕青了。本王不过扶了他一把，你为何将人给推倒了？太无礼了。你还说我？王爷，您别怪姐姐，都怪我不好。你别装了，就是故意的，趁着我不在想要勾引王爷是不是？姐姐，我没有。姐姐不在的这几日，王爷一直都是忧心挂念着姐姐的。好了，你刚刚回来，赶紧回去梳洗梳洗。就这么过去了？这事儿就这么完了？林墨池不明白还有什么可计较的，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？不要再胡闹了。谁胡闹了？明明是你，你看不出来他在故意勾引你吗？还装出来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他。你之前不是挺聪明的吗？这都看不出来？我才不在2日，你就被他给迷昏头了。季宇哥，哼，你之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的，男人都是一个样。王妃，您不知道，您不在的这几日，侧夫人可积极了，整日的去这儿溜达溜达，去那儿溜达溜达，一大早上天还没亮就去收集露水，
说什么给王妃您留着泡茶喝，他就是借故去堵着王爷的。这几日王爷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呢。苦男人，王八蛋，这么简单的勾引都看不出来，眼睛干什么使的？哼，他辛辛苦苦的在皇庄里研究解毒的办法，他却在外面蜜里调油。王妃，你怎么一回来就跟王爷生气呢？这两日李侧妃虽然有所动作，可是王爷却并没有留宿在秋离阁啊。今日您回来闹这么一通，哎呀，不是把王爷给推远了吗？要是真的把王爷推给了李侧妃，您都没地方哭去。稍后王爷来了，王妃啊，说说好话就是了。你不用说了，他愿意来就来，他不来我还不稀罕。给姐姐请安，起来吧，妹妹来此有何事啊？姐姐，妹妹是来诚心的向姐姐道歉的。昨天的事情，姐姐请听我解释。你想怎么解释？解释你为何摔倒，为何会受伤，为何会恰好在那里出现，倒在王爷怀里，你解释得清楚吗？你这套把戏王爷看不清楚，我还是能够看清楚的。姐姐说的哪里话？我知道姐姐因为我之前做的事情而生气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共是一夫，应该好好相处才对啊，不应该因此事而让王爷多思多虑。李芳华说着端起了茶，抿了抿，手腕处的抓痕一目了然。林墨池，你这条狼狗，是个女人你就上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吵架，应该要好好相处。这些日子就劳烦你好好照顾王爷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姐姐，过去都是妹妹不好，妹妹年幼不懂事儿，做了很多糊涂事儿，请姐姐给妹妹一个机会，妹妹以后一定会潜心改正，绝对不给姐姐和王爷添麻烦的。添不添麻烦的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。我还有事，你就先走吧。这都不生气吗？按照季宇哥以前的性子，他早就发火了，甚至还会动手打他。怎么现在这脾气这么好了？季宇哥看不出来他的那些把戏吗？哼哼，昨天已经吃了一回亏了，今天要是再吃亏，他岂不是太傻了？妹妹告辞了。王妃，您今天做得很好。有什么好的？李侧妃近日过来，不过是耀我阳位，要是王妃生气，就正中她下怀。要是传到王爷的耳朵里，只怕王爷会心中不快。他心中不快，我心中还不快活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以前的李芳华可不是这样，现在都开始玩心计了。季宇哥不得不承认，这人呢，当真是成长起来了。林墨池怎么可以这样？看不出来吗？眼睛瞎了吗？再说了，他不是会读心术吗？难不成他读不懂李芳华在想什么？参见王爷。你身上有伤，不必如此多礼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刚刚妾身去跟姐姐解释了，姐姐一定会明白的。过去都怪我不懂事儿，让王爷和姐姐为我担了不少责任，甚至连皇上皇后那边都得罪了。你既然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安分守己就是了。王妃那边可有说什么？王妃她，姐姐对我有些误会，不过她心地善良，刀子嘴豆腐心，想来假以时日，姐姐一定能够明白我的心思的。侧夫人，兰芝欲言又止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，却被李芳华给拦住了。林墨池却起了疑心，不过他没有问。王爷，妾身告退了。怎么了？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宁香阁回来，侧夫人就一直觉得胸口闷，还有些难受，刚刚还把早上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了。去请大夫过来。王爷，侧夫人这样子像是中毒了。什么？老朽血液不精，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毒。林墨池脑海中想到的就是季宇哥，玉郎王府只有他对毒很有研究，难不成是他迁怒于李芳华给他下了毒？王爷，求求你为我们侧夫人做主，侧夫人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呢？除了去王妃那请安，也没去别的地方。住嘴！王爷，您不能因为王妃就不顾侧夫人的死活。不管之前侧夫人做了什么事情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侧夫人也已经知道错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为什么王妃就不愿意给侧夫人机会呢？此事绝对不是王妃做的，你休要胡言！要是再敢多说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王妃去哪里了？
王爷恕罪，王妃去有凤来一阁了。来人，去把王妃找回来。算了，本王亲自去。有凤来一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还要问名字吗？岂不是要传出去？我就是做一个记录，如果你不想说你真实名字的话，可以随便给自己取个名字，方便我开方子做记录。叫我白莲花吧。这名字，在古代，莲花为圣洁之物，叫白莲花。他给自己取名叫白莲花，只怕也是一种期望吧。我初步检查，你没有什么病。我不是来看病的，我是想让你帮我看看，我能不能怀孕生子啊？恕我冒昧的说一句，你年轻时候是不是怀过身孕，后来被下药打掉了？是，当时已经有身孕3个月了，那个时候我还在接课，是正红的时候，楼里不让要孩子，没办法才打掉了。后来你有没有怀过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就是有一次来的特别多，还有什么像肉肉的东西从下面出来，那段时间我休养了2个月才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。我也算是梅姐姐带出来的，运气好，嫁了一位老爷做妾室，只是可惜我一直都没能为老爷怀上孩子，跟我同时进门的都有孩子了，就只有我没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怕是要被赶出家门了。我来找你也只想要碰碰运气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。你这是年轻时候伤了身子，子宫必薄。我直白一点跟你说，你不太容易有孩子。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倒也不是没有，我可以给你试着调理一下身子。冒昧问一句，你夫君年纪多大了？我家老爷今年38了。这样吧，你好好调理一下。对了，你家里方便让你服药吗？夫人倒是个和善的，出门什么的一向不拘束，只是喝药的话怕是有些难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做成药丸，回去送到梅妈妈那里去。多谢。真是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不也收钱了不是吗？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开了药方，上面都有标记。不过就这么拿方子去药铺买药的话，可能会引起人怀疑。他们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们从前做过什么。既然如此，我把所有药材用量罗列出来，劳烦梅妈妈派人去买，回头我自己抓药就行了。那我就替他们多谢你了。林墨池怒气冲冲地上了楼，可是当他看到季宇哥一脸认真地在书写着什么，突然气儿消了不少。林墨池放轻了脚步，绕到了季宇哥身后。我知道了，这毒主要是针对的肺，中毒者会在短时间之内五脏六腑俱损，然后多器官衰竭而亡，根本不是中毒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解毒也好办，在多器官还没有衰竭之前，只要找到克制办法，这毒就解了。季宇哥继续在纸上推算着，终于找出解毒办法了，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找到解毒的办法了？哦，怎么了这是？脖子扭了，不能动了。别，我信不过你，你去给我找个大夫来。林墨池到底不是大夫，季宇哥真怕他一个大力把自己的脑袋给扭下来。我不让你去给我找大夫了吗？谁让你动手了？找大夫多麻烦，再说你这不是好了吗？你以为扭个脖子掰过来就好了？我现在脖子又酸又胀又疼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撑到了，谁让你动手了？早知道自己动手了，好歹还能靠谱一点。不大一会儿，一位白胡子老大夫就过来了。姑娘的脖子没什么大碍，回去用热帕子敷一敷就好了。可是我现在又酸又疼，能不能给我扎扎针？哎呦，姑娘还是忍一忍吧，忍2-3天就能好了。这时间呢，是这世上最好的良药。最后啊，季宇哥是歪着脖子被林墨池带回府中的。崔嬷嬷听说他的脖子扭了，连忙让人去取毛巾打热水。好一会儿，季宇哥才觉得舒服不少。林墨池打发了崔嬷嬷等人，接过了热毛巾。你想干什么？他该不会想要故技重施，我才好受一点。林墨池无奈地摇头，直接将他的脑袋按到枕头上，然后将冷掉的帕子换了下来。这男人怎么突然就这么好心了？他不是应该在秋离阁陪着李芳华吗？季宇哥哼唧了好一会儿，才觉得好受不少。是你把我弄伤的，你给我揉揉。
说完也不管他是否答应。哎，你这手法不错。李芳华中毒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不小心又扭到了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不就是一个中毒吗？至于这么激动？中毒还不是大事儿？什么是大事儿？要不要本王给你揉揉？别，你别动手，我自己来。季宇哥小心翼翼地把脖子扭了回来。李芳华中毒了，她怎么中毒的？中的什么毒？有什么症状？之前吃过什么？他的丫鬟说他之前什么都没吃，除了从你这里喝了杯茶。哎，脖子不想要了是不是？栽赃嫁祸到我头上了，我可是用毒的高手，他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你该不会傻到连他这话都相信吧？本王自然是相信你的本事的，不过李芳华总不会给自己下毒吧？所以说还是怀疑我下毒，这也难怪，我们两个是情敌，再加上他知道我又精通此道，怀疑在我身上也很正常。就是没想到这男人眼睛一如既往的不好使，这么简单的栽赃嫁祸都看不出来。我如果要下毒，怎么会让人看出来呢？我一定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死，连太医都查不出来那种。我手上可是有好几种无色无味的毒药，用得着给李芳华下毒？本王没怀疑是你下毒。你有没有怀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去有凤来一阁，该不会是兴师问罪的吧？本王才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本王是去接你的。你怎么好端端去接我了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本王找你是想解释昨天的事情。真的不是兴师问罪？当真不是。还算他有点脑子，要是像那些无脑男，女人一抹眼泪就心软，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。秋离阁，李芳华喝了药之后啊就好了，已经活蹦乱跳的了。怎么样，王爷呢？侧夫人，王爷现在在宁香阁呢。哼，他一定是去找王妃兴师问罪了。好像并不是。你说什么？派去的人说，是王爷把王妃抱回来的，神情十分的紧张，看样子不像是兴师问罪的，而且已经去宁香阁有一会儿了，这么半天都没有消息传来，说不定……不行，我要见王爷。给姐姐王爷请安。来了，他带着虚伪的面孔走来了。妹妹快坐吧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中毒了，身体可好些了？你说这好端端的怎么中毒了呢？这也太不小心了。妹妹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让廖管家四处搜查去了，势必要把玉郎王妃各个角落全都查清楚，看看到底是谁在暗中下毒手。难道王爷没有跟他说吗？还是王爷没有怀疑他？难不成王爷对他竟然如此信任，这么明显的下毒都看不出来？小样，在我面前试毒还那么点儿，今天不让你求爷爷告奶奶，我就不叫季宇哥。你中毒刚好，可不能着凉了。这是皇后娘娘赏赐我的云雾茶，喝着特别好喝，你快尝尝。云雾茶不只有美容养颜、延年益寿的功效，还能够养身体。你现在刚解了毒，身子正是虚弱的时候，多喝这个茶有好处。就多谢姐姐了。小样，你不是想演戏吗？这一次就让你演戏到底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下毒。林墨池瞥了季宇哥一眼，想要提醒他别过分，但是一想到李芳华也不是一个无辜的人，索性就由着他了。王爷王妃已经查遍了府中各个角落，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东西，就只剩下宁香阁和秋离阁没有查了。这有什么的？立刻让人查，一定要查清楚查明白，可不能让人有可乘之机。妹妹觉得怎么样？反正我是问心无愧，想来妹妹也绝对不可能傻到给自己下毒，那不成二傻子了。李芳华内心慌的一批啊，本以为经过这几次的事情，李芳华能够改过自新，可是没想到到头来竟然还是这般样子，看样子再给他多几次机会都没用。姐姐既然这么说了，让人搜查就是了。说起来，妹妹中毒的确是有些蹊跷，糊里糊涂的就中毒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若是放纵这下毒之人，有一天伤害到王爷就不好了。可不是吗？不过我觉得这下毒之人想要害王爷的话，应该不会在饮食上下毒，可能会下点美人毒什么的。
廖管家在宁香阁里里外外查遍了，甚至连季宇哥睡觉的房间都检查过了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东西。哼哼哼哼，我会那么傻，把这些有毒东西放外面吗？虽然说身边都是我信赖的人，但保不齐我不在府中的时候，被某些人钻了空子，一旦告发到上面去，我就是全身都是嘴也说不清楚。所以早把毒藏到实验室里去了。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能进去，就算他们把宁香阁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找不出一点有毒的东西。什么叫做实验室？难不成这里真的有密室吗？实验室会是在哪里呢？也不知道兰芝有没有把毒妥善的藏起来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可就糟糕了。妹妹，你的脸怎么不太好看了？好像还有点冒冷汗，是不是不太舒服呀？没事的，就是身子有些不太舒服。哦，原来是身体不舒服，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心虚呢。接着演，再接着演，看你还能演出什么花样来。王爷，这是在秋离阁找到的，是在侧夫人的床底下的一个暗格里发现的。这什么东西？小的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蹊跷，所以才拿过来的。这东西真的在我的床底下？看李芳华的样子倒不像是假装的，难不成是意外的收获？你来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可别，万一有人当成是我在搞鬼就不好了，还是去请个大夫过来吧。废什么话，本王让你看你就看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检查了。快点检查。我可看了。李芳华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床底下？劳烦姐姐了。季宇哥一打开牛皮纸包，一股刺鼻的异香传了过来。这是麝香人，而且是雄麝香做的。这东西应该不是他放的，而且他没道理用自己来做诱饵，时间长了必定亏损他的身子，到时候别说生孩子了，就连活着的话也会饱受折磨。这么阴狠的手段，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，否则谁会用在自己身上？是什么人干的呢？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害妾身？姐姐，难道是你不想让我生下王爷的孩子，才打算除掉我？你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！事情还没有定论，你怎么能污蔑是王妃呢？王爷，今日的事儿您仔细想想，不就明白了吗？除了王妃，谁还会对妾身如此？这东西是在妾身的床底下发现的，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妾身没想到姐姐会如此对妾身，妾身好害怕呀！他是真的害怕的。麝香谁没听说过呀？这东西用的时间久了，就生不出孩子来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哭了。如果我要害你，不会用这种方法的。再说，你的秋离阁全都是你的人，我有什么本事在那么多人看守下，把这东西放到你床底下？女子的床可都是最要紧的地方，不说一日查3回，一天查1回，肯定也是有的。你还是想想，到底谁有可能接近你的床？又有谁有可能把这东西放在你床底下？李芳华满脑子都是季宇哥要害他，根本没听他说什么，只知道呜呜的哭个不停。这人是不是吓傻了？听不懂人话？够了，别哭了。你嫁过来不到半年时间，这包麝香就算放在你床底下，有牛皮纸包着，药效也没那么厉害。回头找个太医给你好好调理调理，还是能够调理过来的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找宫里人来调查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调理好？真的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王爷往宫里递帖子，找个太医过来看看。来人，将秋离阁所有的下人全部抓过来，一个都不要落下。王爷，所有的下人都在这里了。去问问，有谁见过这个东西？等一下，你就这么去问，人家怎么可能承认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谁傻呀会上赶着承认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心里有没有怀疑的人？2等丫鬟以上的有机会，不过他们都是我的陪嫁，按理来说不可能的。这也太锲而不舍了。这个时候有什么比自己性命还重要？这会儿宝贝要是在这里就好了。廖福，你去一趟崔家，让崔明星把宝贝送过来，就说有急事。等等，你拿着我的帕子过去。宝贝很聪明，如果没有我的信物，他未必会跟着回来。廖福接过季宇哥的帕子便走了。大约过了1个时辰，崔明星抱着宝贝回来了。小家伙，看样子你在表哥那里待得很舒心呢。娘亲，出什么事情了？
有点事情想让你办。季宇哥把宝贝接了过来，放在地上。你这地脏不脏啊？可别把宝贝弄脏了，我早上刚给它洗过。表哥他是狗，不是孩子，用得着这么精心养着吗？它是狗，但是它是一条聪明的狗，你可不能像对待普通的狗一样对待它，应该精心呵护。宝贝就开始干活了。大部分的丫鬟都很有素质，即便是再害怕也不敢发出尖叫声。表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给李侧妃下毒，正在找谁是下毒之人呢。不会是你吧？表哥，你是不是病了？怎么可能是我干的？要是我干的，我还会让你把宝贝带过来吗？说的也是，我想应该也不是你。很快，六管家就押着一个丫鬟走了进来。兰溪，竟然是你！侧夫人发生什么事了？奴婢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被带过来了。你可认得这个东西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一定是他！我闻到他身上有麝香的味道了，而且很浓郁。把他拉下去打！我死里打！我看你累得不轻，应该好好休养休养，要不然在你休养的时候，宝贝先放在我这儿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这是打算明抢了？这怎么行呢？不行，表哥，你忘记了，你快科举考试了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怎么能够让宝贝去打扰你呢？还是让他回来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，正好可以照顾他，顺便帮他减减肥，看看他这一身的膘。小浪，既然他想要宝贝留在身边多待一些日子，就让宝贝在他那儿待着吧。更何况你现在把宝贝抢回来，他心情一不好，说不定到时候科举考试会考不好。还是玉郎王说的对，我现在和宝贝已经感情深厚了，每天读书的时候都得有他在旁边，要是他不在，我是饭也吃不下，书也读不进去，万一考砸了，你负责吗？以前宝贝没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读书的？不一样，我现在习惯宝贝了，没他不行的。表妹，好表妹了，你就让宝贝留在我这儿吧。娘亲，你不是让我盯着点四皇子吗？要是我现在回来，怎么帮你盯着他？你不知道，他特别的怕我，每次来都是打着喷嚏走的。有我在，四皇子是不能对你表哥动手的。废话，我表哥是崔家公子，四皇子再怎么样还能当面杀他不成？我看你就是背信弃义，有了肉干就不要娘亲。你不想回来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有也不能说，说出来就惨了。好啦，夫人，就先让宝贝跟你表哥再住一些日子。季宇哥被他一句夫人弄得全身发麻，不解地看着他。表妹，你身边有玉郎王爷陪着，一点都不寂寞。你看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前段时间名声又不好，都没几个人上门了。你名声不好是因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？要不是你，我的名声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得负责任。行吧，表哥，就让宝贝再跟你一段时间。不过宝贝是我从小养大的，我是不会把他给你的，你也不要打这个主意。行行行，你就让宝贝再跟我一段时间。等等，我有些话要和他说。四皇子有什么发现了吗？娘亲，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四皇子趁着你表哥熟睡的时候亲了他。林墨池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然后剧烈的咳嗽个不停。老四亲了他，真的假的？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娘亲，我听到四皇子和他旁边的人说，什么孟国公府的女儿的血好像有什么作用，四皇子一定要娶她为妻之类的。表妹，你有什么要叮嘱的就快点说，我还得回去读书。你刚刚说四皇子亲的表哥，这么说来，他是喜欢表哥了？好像是，应该是。崔公子长得这么英俊，比女人长得还好看，四皇子喜欢他也正常。在我们原来的世界，这种事情不是很平常的吗？王爷王妃，兰心已经招供了。兰心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如此的害我，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你闭嘴！说说你为什么要把麝香放在李侧妃床底下？是奴婢一个人的主意。奴婢是李侧妃的陪嫁，想着若是李侧妃没有办法怀有身孕，到时候她必定会从我们几个陪嫁中选择一个伺候王爷，
等到那个时候我就有机会了。就凭你也想伺候王爷，痴心妄想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平日有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这么害我！王爷，你来做个定夺吧。蓝心意图加害李侧妃，罪不可恕，杖毙。王爷不能这么轻易的饶了他，应该剥皮抽筋。王爷，如果杖毙的话，的确是有些过了。他这是要求情，不应该啊。我这儿有一种毒药，缺少一个试药的人。王爷不如把人交给我，我保证肯定能毒死人，就是时间长短有些问题。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。王爷，既然下毒的人已经抓到了，你也可以安心了。回头本宫会请太医过来为你调理身子，不过此事切不可传到外面。王爷，兰心之前明明对臣妾是忠心耿耿的，不知道为何竟然对臣妾下此狠手。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撺掇他？既然如此，本王就让廖管家把你身边的人全部审问一遍，如此一来，你应该就能放心了。其实不是那个意思。为什么就不怀疑季宇哥呢？难道是他说的不清楚吗？哦，你不是那个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本王不说，不代表本王不知道。本王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如果当真要彻查到底的话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就真的查不出来吗？王爷莫非是发现了吗？李芳华，王爷，妾身什么都没做，王爷不能因为偏爱姐姐就不管我的死活呀。你真的有把王妃当作亲姐妹吗？自然，妾身和王妃本来就是闺中密友，又一起嫁给了王爷，自然如同亲姐妹一般。如果是的话，本王倒真是好奇了，你对好姐妹是怎么定义的？一边说你是王妃的好姐妹，另外一边又在外面散播谣言诋毁她，甚至在本王面前惺惺作态。本王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，但从今以后，你最好给本王夹起尾巴做人。如果你再敢有什么举动伤害王妃的话，本王不介意让你永远消失。王爷，我没有。王美辰，完了，王爷真的知道了。林墨池也没有再多说，让人把李芳华带了下去，以保护李芳华的名义，把她的陪嫁全都贬到了庄子上去，身边只留下了兰芝一个人。怎么了？不应该啊，我给他服用的毒物是当初太子中毒之后留下的，按理说不应该发挥这么快，可是你看，刚给他喝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死了。会不会是因为他受了伤的缘故？有可能，因为他受伤导致毒素加快了，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。要是能够再来2个实验人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？太子不是解毒了吗？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解毒。这解毒血清虽然好，但万一在外面身边没有马呢？别想了，你要想找实验的人，回头本王帮你想想办法。真的？你怎么这么好心？本王一直如此，只是王妃没发现。李芳华呢？本王让她回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她每天都要抄佛经，不会再有时间来打扰你了。之前是本王误会你了。他这是在给我道歉吗？应该是吧。行了行了，我原谅你了，这件事也不能怪你。王妃大度。你之前叫我什么来着？季宇哥？不是。王妃？也不是。贱人。你不如直接告诉本王。你之前不是叫我夫人吗？再叫2声。夫人。东宫，娘娘，怎么样了？兰芝并没有来，奴婢特意让人打听了，听说玉郎王府死了一个下人，是李侧妃身边的兰心，还有之前跟我们传信的人都被赶走了，似乎是玉郎王发现了什么，李侧妃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关起来了。没想到李芳华竟然这么不中用，该教的都教他了，都学不会，废物一个。侧妃娘娘不必跟他置气，李芳华本来也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，她和玉郎王妃一前一后嫁到了玉郎王府，结果却被玉郎王妃打压得抬不起头来，处处受限制，就连李大学士都被牵连了。但凡他有您1成的本事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的下场。你说的也对，他要是有我几成的本事，早就把季宇哥踩在脚底下了，还至于上我这里来请教。不过没想到他这么废物，看样子以前是我高估他了。
早知道就不跟他合作了。娘娘，之前李侧妃送来不少的东西，现在她被关起来了，您说玉郎王会不会接着往下查呀？李家和王家本来就有来往，我和李芳华也算是姻亲关系，他送我点东西也是应该的。至于会不会被玉郎王发现，也不必担心，就算发现了，我也有本事糊弄过去。一个小小的玉郎王不足为惧，我可是太子侧妃，玉郎王只要不敢得罪太子，就不敢找我的麻烦。娘娘说的是，只是李芳华貌似不是一个嘴严的，万一她主动跟玉郎王交代呢？她应该不至于这么蠢，她暴露了我，不就相当于坐实了自己的罪名吗？她只要还想东山再起，就不会出卖我的。太子已经这么长时间不来我这里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侧妃娘娘不必担心，太子殿下那么喜欢你，眼下不过是一时的，早晚会过来的。你这个白痴，要是1、2日也就罢了，可是太子殿下又多久没有来我这里了？这段时间他一直睡在太子妃那里，就连其他的侍妾那里都没有去，还把书房的2个太监给换走了，这可一点都不正常。侧妃娘娘的意思是，侧妃娘娘，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赶快去告诉太子殿下。你竟敢插手玉郎王府的事情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妾身只是看李侧妃有些可怜，就宽慰了她几句，并没有挑拨她府上的事情。谁知道玉郎王和玉郎王妃就误会了，将此事告诉了太子妃，臣妾着实是冤枉。到现在你还说自己无辜，玉郎王府的事情根本没有人告诉太子妃，就连本宫都不知道，是你自己心虚，所以才说出来了。本宫清楚玉郎王的性子，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是不会为难王家，还不是你背地里挑拨人家的后宅。本宫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有这副心肠？太子，本宫一直都觉得让你做侧妃委屈了你，可现在看来，你哪里委屈了？你哪里有太子妃的端庄稳重？哪里有太子妃的温柔和善？你简直是蛇蝎心肠！不是的。你说你可怜李芳华，本宫请问问你，她有什么可怜的？王美辰一时语塞，竟然说不出话了。李芳华做过什么事情？别告诉本宫你不知道，她有哪一点值得可怜？就算她可怜，轮得到你去可怜？你真是太让本宫失望了。殿下，妾身真的知错了，妾身也是一时间想不开。这段时间，殿下从来没有看过我，眼里只有太子妃一个人，我生怕殿下会从此不来我这里，再加上李芳华来找，我才做出了这种糊涂事，妾身知道错了。就因为本宫没有去看你，你就撺掇李芳华和玉郎王妃争宠，倒是好算计。玉郎王妃何处招惹你了？就因为她是太子妃的表妹？你怎么不想想，她是季太傅的女儿，季太傅是本宫的老师呢？王美辰十分的后悔，觉得自己下了一招臭棋。妾身承认，妾身错了，请殿下再给妾身一个机会，妾身以后保证不会了。你说你满心都只有本宫，心里装着的也都是本宫，可是本宫问你，为何要给本宫下虎狼之毒？殿下，妾身没有，妾身怎么会做出害殿下的事情呢？照你这么说，你从来没有害过本宫。本宫现在让人去你的院子去查，应该也什么都查不出来。要不要本宫去查一查呢？来人！殿下，你犯下如此大错，2罪并罚，不可轻扰。自即日起，幽禁自己的院子，没有本宫的命令，不准踏出一步。让太子妃把王侧妃身边的人都换了。太子妃这下可以放心了，太子殿下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听说还打了王侧妃，连身边的人都厌恶了。王侧妃是彻底的失宠了，可惜殿下顾念着王家的面子，没有废了他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唉，朝廷对殿下虎视眈眈，世家也不太喜欢太子登上皇位。如果没有王家的支持，太子殿下的地位怕是不稳。再说此事要真的传出去，殿下的身体情况就要瞒不住了。主子，现在王侧妃被禁足了，
我们要不要在他的饮食上做一些手脚？太子殿下虽然恼怒了他，可是外人并不知道缘由，外人只觉得是本宫的缘故，太子殿下才会如此惩罚他。要是他受了什么苦，岂不是成了本宫容不下人，人言可畏？本宫不但不会苛待他的饮食，还会好好的善待他，告诉膳房多做一些好吃大补的饮食，给王侧妃送过去。另外，他的吃穿用度都不要减少，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，让人知道本宫对王家嫡女有多厚待。这么对他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莲心想不明白其中的关窍，崔微云却莞尔一笑。本宫看你就是心地太善良，王侧妃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你竟然还能好好对待她，照本宫说，不杀她都便宜她了。殿下，不管怎么说，王侧妃也是王家的嫡女，妾身自然也想处置了她，可是妾身知道殿下需要王家的帮助，况且王侧妃这些年的确认真的在照顾殿下，如今她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总不好做得太过，让人觉得太子殿下薄情寡义就不好了。玉老王妃说过，本宫的身体已经大好，我看不如我们……你可消气了？我没有什么可生气的，我只是担心野草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只要有王家在，王美辰就不会有事。等事情一过，王家再从中说和，说不定太子依旧会冲着太子妃，那样的话，表姐怕是不好过。你别把你表姐想象的太柔弱，她毕竟是崔家的嫡女，王美辰在她面前都稍有逊色。谁说的？我表姐可没有她那么坏。王美辰叫李芳华勾引你，这哪里是好人家女儿做出的事情？反正我表姐是绝对不会做出来的。你表姐是很好，不过也很厉害就是了。事情一出，大家都在议论王侧妃，没人说你表姐半个不字，人人都夸赞她贤良淑德，就连母后对她也十分的满意。她现在膝下无子，你我都知道是因为太子的身体，可其他人却不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还能得到如此夸赞，你说她厉害不厉害？这么说来，我表姐是挺厉害的，不过要是表姐能够赶快有个孩子就好了。你不是会看病吗？可以给太子妃好好看看，让他们抓紧要个孩子，这样我们也好。我们也好什么？王妃，说我们什么？之前不是说过了，暂时不想要孩子。我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得好，太早要孩子对身体不好。你看那些生了4、5个、5、6个孩子的人，有几个活长了？岁数大了，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，我还想活得久一点呢。这女人身体好不好，跟生孩子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跟你这么说，怀孕的时候孩子营养都是来自于母体，你想一想，母体的营养也不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，每生一个孩子就要被取走一部分，生的孩子多了，自己剩下的营养就不足了，这样一来身体能好吗？季宇哥又给林墨池讲了一些女子生孩子的坏处，林墨池听得也很是心惊，没想到女人生孩子还有这么多的坏处。行了行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暂时就不要孩子了，等你的身体养好了再说。这么想来，他也是个好男人。哼，本来就是。我们只是现在不要，等过2年我的身体完全长好之后再要。再者说了，季宇哥突然挑起了他的下巴，有了孩子我们就不能同房了，王爷舍得吗？林墨池身体里似乎涌出了一股火，又是一夜的颠鸾倒凤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起来吧。多谢太子殿下，你特意写信叫我来此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这里的点心很有名，你尝尝看。味道不错，有一种很清新的味道，应该是加入了茯苓。多吃的话可以美容养颜，但也不能吃太多，以免不消化。这你都能吃出来，本宫也是服了你了。哎，殿下，你还没有说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呢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在东宫说吗？本宫这一次找你过来，是为了王侧妃怂恿李芳华在玉郎王府挑起事端的事情，是本宫的过错。殿下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说到底都是王侧妃的错，也怪我和王爷没有看好李芳华，但是怪谁也怪不到您头上，您不必特意为了此事来向我说明。此事毕竟是本宫引出来的错，本宫过去一直都以为王侧妃心思单纯，满腔满血都是本宫，却没想到她背地里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
着实让本宫失望。殿下，您总是忙于朝堂上的事情，哪有时间理睬这些女人们的鸡毛蒜皮小事？再者说了，现在事情也过了，您就别放在心上了。我和王爷也不会为了此事跟您生分的。林胜渊的眼中有一些季宇哥读不懂的东西，季宇哥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。殿下既然来了，我帮你把脉吧。好。殿下的身体比之前好了很多，不过还是要继续喝药，平时饮食也得注意，房事上也不可过多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我能不能再要你一些血液呀？是不是跟你研究解毒的事情有关？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如何不用马匹降毒就能够解毒，研究出了几个方子，结果都不是很理想。我想看看殿下的血里面能不能给我一些灵感，我就是要一点点，不会伤害你身体的。本宫倒是不在意你多抽一点，不过本宫很好奇，血液里能够研究出什么来？太子殿下，人的血液能够看出很多问题，比如这个人是否健康，就可以从血液流动速度来看。殿下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找人进来，我抽血给你看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殿下，你看他们两个人年纪相当，可左边这个身材高挑，肌肉充实，他血液流动很快，可是旁边这个身材略有臃肿，平日里肯定没少吃大油大荤的东西，他们血液流得很慢，隐约还能够看到有一层油乎乎的东西。玉老王妃，小的身体是不是出了问题啊？该不会是中毒了吧？别这么激动，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所以不太健康。只要你接下来少吃一点荤腥，多吃一些素菜，多锻炼锻炼，没事出去跑一圈什么的，很快就能恢复起来。但你这情况要是不加以制止，只怕你将来会活不长。这不是最关键的，如果情况加重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因为血液不通导致心脏骤停，你可能在睡梦中就死了。玉老王妃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当然有了，你没听说过积少成多吗？你一定要听玉老王妃的话，回去好好的训练，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折腾垮了。另外，回头让其他人也去看看，别最后真的出了什么事。东宫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，损失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。玉老王妃，要不然你也给本宫看看。殿下，本宫心意已决，此事你们万万不可告诉别人。再说，本宫这么做也是为了看看身体情况如何，没什么要紧的。殿下，要不你每天也出去跑上几圈？你是说本宫的血也不好？殿下，你看，中间这碗血是你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在颜色上，你比旁边要深，比最后一个要浅？也就是说你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，所以你最好也重视起来。殿下，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本宫一定会注意的，以后你们记得提醒本宫多出去走一走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会每日提醒您的。殿下，我也会的。血液带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他没说几句话就被他们搀扶着走了。你跟太子说什么了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是他自己吓自己的。你跟太子究竟说了什么？什么叫做他自己吓自己？太子不是偶感风寒。季宇哥意识到自己失言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季宇哥离他远了几步，确定自己是安全的，这才把血液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你不能训斥我。再说了，我说的也没错，太子身体本来就有些不太好，我都跟他说了没有什么大碍，让他好好锻炼，多注意饮食，结果是他自己把自己给吓坏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太子胆子这么小，是他想要看看的，我就让他看了，然后他就这样了，这也不能怪我呀。再说了，他问我要是不说，这不摆明着欺骗他吗？所以你就实话实说全告诉他了。是真的不能怪我，要不这样，我给太子开个方子，让他好好调理调理。他可能以为自己生了大病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就给他好好医治，想来他就没事了。将他扛了起来，啪啪啪的在屁股上打了2下。你什么你？你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本王还不能罚你了？这也太丢人了，也太羞辱人了。季宇哥挣扎着要下来，林墨池却根本不给他机会，越想越生气，最后又拍了2下，把季宇哥打得脾气直线上升。最后2个人竟然在屋子里打了起来。放开我！不放！明天
的王爷和王妃打起来了吗？万一王妃吃亏了怎么办？反正王爷不会吃亏就是了，而且王爷也不会真的打王妃，顶多两个人就是吵吵架。你现在进去反而不妙，没准他们两个会打得更凶呢。最后，季宇哥被林墨池制服在椅子上。林墨池，放开我！王妃的本事还不错，可惜你没有内力。如果光凭招式的话，只怕本王一时间也拿不下你。你知道自己胜之不武了吧？赶快放开我！狗男人明明知道我不会内力，竟然还用内力压制我，简直无耻到了极点！狗男人、贱男人、王八蛋！有本事放开我，用招式，不打得你求爷爷告奶奶，我就不叫季宇哥。哎呦，二哥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二嫂就算再好，你也该省着点啊！你可别把二嫂给折腾坏了。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就是特意来看看你们，顺便提醒你们一下，别做得太过分。你把二嫂弄得几天都下不了床，这出去了二嫂怎么见人呢？林墨池也不想知道此事是怎么传出去的，不过他却没有这方面的羞涩。你就是为这事情而来的？哎，才不是呢！我来找二嫂有事儿。父皇之前不是提议要给军中副将以上身体残缺的将领安装假肢吗？这些日子啊，我一直在跑户部，户部那边终于松口了，太医院那边也在准备了，现在就差二嫂去帮忙指点了。要不是你把二嫂给累着了，前2日我就来了。本王和他是夫妻，做什么事情需要告诉你吗？还真不用。季宇哥当然不是被林墨池折腾的下不了床，以他的体质还不至于。主要是趁着这个时间，把实验室之前存留的数据整理了一番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才知道外面的传言有多厉害。晚上，季宇哥提早熄了灯，没多久林墨池就来了，紧接着空气中飘着一股异香味儿。嘿嘿嘿，季宇哥，本王警告你，最好别乱来。我好怕呀！你这是什么毒药？为什么本王动不了？你最好不要乱来啊！要是被父皇母后知道了，就是季太傅都护不了你。不是毒，我又不傻，给你下毒我也跑不了，我还没那么蠢，就是软筋散而已，是我特别为你一个人研制的，因为你体质比较强悍，我还特意加重了药量，你可千万不要感激我哟。感激个屁！赶紧给本王解毒。解毒？你想什么呢？你那天是怎么欺负我的？是不是忘了？要不你给本王解了毒，我们再打一架。你不是说本王胜之不武吗？你下毒不也是胜之不武吗？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吗？遵守比赛规则那是男人应该做的，我是女子，本来就不需要遵守。季宇哥费了好半天的力气，才将林墨池拖到了椅子上。季宇哥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最好这辈子都别放开本王，否则的话，本王一定会让你知道本王的厉害。落到我手里还不老实一点，眼痒痒是不是？你这人不会傻了吧？你笑什么？本王笑话你没本事，只会用这些歪门邪道。玉郎王，你也太小瞧我了，这么明显的激将法，我会上当吗？我又不是傻子，现在放了你，你会放过我吗？反正早晚都要被你收拾，我还不如把你收拾残了，事后你就没有办法收拾我了。季宇哥不知道从哪里拿出几个瓶子，小小的瓶子却透着阴森恐怖。你别乱来啊！哼哼，你是不是害怕了呀？王妃如此和善大度，美丽大方，温文尔雅，可爱迷人，想来也不会对你的夫君下此毒手吧？谁说的？我可一点也不大度，我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。那天你那么欺负我，今天我不还回来，还叫季宇哥吗？王妃想怎么收拾？本王一定会举双手投降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真的假的？男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，眼下放了他，他肯定会还回来的。这方面我可特别有经验。以前在龙翼佣兵团的时候，所有人被抓的时候都是百般讨好，各种各样的保证能写出一箩筐来。可是没了束缚，就会变本加厉。龙翼佣兵团，这是什么团体吗？
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之前廖管家没有在宁香阁搜查出任何的毒，你这毒是从哪里来的？还有之前的毒，你都藏在哪里？莫非这里有什么暗道吗？哼，别说没用的，我会轻易上你的当吗？季宇哥找了一个痒痒粉，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，李墨池突然说：本王手里有一块上好的和田玉，价值连城，送给你如何？谈感情不行，那就只能利诱了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和田玉？府上大小事务都是我管，库房里有什么东西我能不知道吗？根本就没有和田玉。你的和田玉是哪儿来的？是本王偶然所得，一直藏在书房里。本王知道你是个喜欢钱财的人，若是将此物送给你，你能否放了本王？其实就算你折磨了本王，你也得不到什么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不如就这么算了。除此之外，本王的手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你若是放了本王，本王可以考虑送给你。什么叫做送给我呀？你的东西就是我的。什么叫你的东西就是我的？你这也太蛮横不讲理了。啊，王妃说的是，本王的一切都是王妃的，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。这话就对了。不过既然你说你什么东西都是我的，我还用得着你送？我嫁过来的时候，王府可是入不敷出，到了我的手里才慢慢的有了起色。那么艰难的时候，你都没把你手中宝贝拿出来，现在既然就拿出来了，你还是不是男人了？王府有今天都是我的功劳，所以你那些东西也都是我的。还敢藏小金库，男人不教训一下真不行。不知道男人不藏私房钱是传统美德吗？什么传统的美德？他跟传统美德挨得什么样吗？三从四德，他做到哪一点了？本王的一切都是王妃的，其实所谓的宝贝是本王的战利品，本来不应该拿出来的。既然王妃喜欢，全都送给王妃好了。也好。廖福，把你家主子藏在书房中的宝贝全都给我拿过来。王妃，您说什么呢？王爷哪里有什么宝贝啊？季宇哥双眼危险地眯了起来，回头看了看林墨池，把书房里暗格的东西全都拿给王妃。没多久，廖福就搬来了一个小箱子，箱子的外观都是镶着金条的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鸡蛋大小的夜明珠，巴掌大小的和田玉，更不用说粉红色的珍珠，上好的积血石，那都是难得一见的宝贝。没想到你还挺会藏的，藏的东西还都是好的，难怪他当初如此大方，差一点将王府所有家当都捐出去了。这里面随便一个东西就比王府家当加起来要值钱啊！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女孩子喜欢的，你藏起来，莫非是打算送给哪一位姑娘呢？本王是想送给王妃的，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季宇哥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不过奈何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好了，每一样都是稀世珍宝，他决定不跟他计较。行吧，看在你这么老实的份上，我就不惩罚你了，你就在这里坐一晚上。王妃，不如先给本王解毒，难不成这些珠宝还换不来吗？当然不可能了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些宝贝只能用来换布捉弄你，免除惩罚是不可能的，省得你以后把眼睛卸到天上去了，以为我是那么好欺负的。以后你给我长点记性，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欺负我的人不是没有，可站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我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本王能有什么事？王爷，您别着急，小的明白您的意思。虽然说昨天晚上王妃把您的珠宝箱子给拿走了，但是您特意让人打造的金钗，小的给您藏起来了。在哪儿呢？就在书房呢。林墨池连忙来到书房，看到了簪子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幸亏没有被王妃给拿走，否则他看到上面的字，怕是又要生气了。还是你机灵。王爷，您的事情从来不会瞒着小的，小的自然知道您的心思。这段时间您和王妃蜜里调油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都盼望着府上能够尽快有世子的诞生。要是王妃看到了簪子，以王妃的性子，肯定把整个王府都给掀翻了。小的没那么傻。
王爷是不是想起韩姑娘了？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提她干嘛？不是，您倒是别做出这副伤心的表情啊！小的知道，韩姑娘对您有救命之恩，您心中念着想着都无可厚非。这几年王爷也没少派人去打听打听了，都没什么消息，说不定韩姑娘就是故意不让您打听到。本王何尝不知，只是当年匆匆一瞥，很多话本王都来不及说，甚至都来不及道谢，总是想要再见她一面。王爷，小的说一句不该说的话，眼下您身边有了王妃，要是让王妃知道您心里心心念念着另一个姑娘，王妃的性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？而且事情传出去，只怕韩姑娘也未必高兴。本王知道你们都喜欢王妃，明明王爷也很喜欢王妃，换作是往常，您可宝贝那一箱子珠宝了，每一样珠宝都是您再三挑选出来的，可是如今您却一股脑的全都送给了王妃，可见您现在心里王妃的分量着实不轻啊。把簪子放起来吧。王妃，你醒了。王爷呢？王爷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在书房吃了早点，这会儿上朝了。不过想着应该快下朝了。书房。吃完了早饭，季宇哥偷偷摸摸的来到了书房。一大早上醒来不收拾他，却来到书房，肯定有问题。廖福就是属猴的，猴精猴精的，说不准呢，还帮他偷留了一部分。实验室里就有扫描仪，一扫描就查出来了。他就说嘛，林墨池怎么可能就那么点宝贝？原来后面还有个大的。季宇哥轻笑了一声，直接将簪子放到了实验室，又在盒子里放了一些养养粉，做完了这一切，偷偷的走了。等等，簪子好像有字，韩云一，这名字一听就是女孩子的名字。京城有叫韩云一的姑娘吗？季宇哥的心情一瞬间沉到了谷底。簪子摆明了是林墨池打造出来的，打算送给一个叫韩云一的姑娘的，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送出去。奴婢还真不知道，在京城啊，有名的姓韩的人家就只有工部的韩大人，还有在大理寺当差的韩大人。不过两家大人家中好像没有女儿，生的都是儿子，也没听说有哪家的姑娘叫韩云一。不过京城的流动性大，来往的人也多，如果王妃想知道的话，奴婢可以让人去打听打听呢。不用了。韩云一，你到底是谁？林墨池中午才回来，季宇哥早就做好了饭菜等他。林墨池觉得他这是在求饶，很给面子的吃了。可没想到饭后，季宇哥还给他按摩舒筋活血，这可是往日从来没有过的待遇啊，让林墨池有些害怕，抖了抖，该不会是圈套吧？好了，昨天晚上你做的事情，本王不跟你计较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吗？自然知道。怎么，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，本王不知道吗？明明是你做的亏心事吧，就这么直截了当的问他，他应该不会说，得想个办法。林墨池心中祈祷着，还不如直截了当的问他，他保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可别打什么歪门邪道的主意了。王爷喝茶。林墨池的冷汗都要下来了，他越是这般样子，他就越发不敢喝呀，生怕茶水里被他下了毒。本王还不渴，一会儿再喝。季宇哥大概猜到了他是担心茶水里面有毒，当着他的面小小的尝了一口。林墨池要是不喝，岂不是显得太没风度了？当然他也只是小小的抿了一口。王爷，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后来想了想，的确是我不对，我怎么能够这么对待王爷呢？所以我打算弥补一下。你打算怎么弥补？难不成你打算把本王的宝贝还给本王？本相毕露了吧？看样子在他心里一箱子的宝贝远远比我这个人还要重要。他这么重视那一箱子的珠宝，难不成真的是给别人准备的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廖福告诉他的？不可能，廖福是绝对不会跟他说的。难道是他自己猜出来的？本王跟你开玩笑的，
那些珠宝给了你，就都是给了你的。这话听着就够假。要真的是给我的，为什么不早给我？真的是给我的，不会是你给别人准备的吧？哼，怎么会呢？本王能给谁准备？那些珠宝都是之前本王上战场的时候获取的战利品。你也知道，不是所有的战利品都要上交国库，将士士兵总会偷偷的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战利品总要等上个5、6年的时间才会拿出来。本王之所以之前没拿出来，就是担心被人知道了，说3道4。王爷，刚刚外面的人来报，说是四皇子殿下在长安街被人行刺，伤势不明。林牧师顿时觉得老四受伤真的是太及时了。啊，什么人干的？四皇子现在人在哪儿？人已经送进宫了，刺客死了几个，还有2个人逃跑了。现在大理寺和京兆尹府的人正在四处捉拿。本王要进宫一趟。你去吧。王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出汗了？没什么，老四受伤倒是挺及时的，相当于救了我呀。太子，知道是什么人行刺了老四吗？只是听说是一些江湖草莽，有2个人刑部已经确认是通缉的江湖大盗，剩下的人还在核查。老四怎么把江湖大盗给得罪了，而且还到了要杀他的地步？本宫和你们一样一无所知。皇上，四皇子腹部的伤已经暂时稳定了，好在伤口上并没有涂毒，接下来只需要安心静养，不日就可恢复。不必多礼了。父皇，我们听说四弟被人行刺了，可有刺客的消息？已经让窦黎明去调查了。皇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有人敢对皇子动手，您可一定要为四皇子做主。臣妾可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要是有什么事情，臣妾也活不了了。朕知道，你且别哭了，去看看老四怎么样了。皇上，死的人全都是朝廷缉拿的重犯，他们全都是亡命之徒。至于逃走的那2个人，现在还不知道是何身份。他们为何要行刺四皇子？人都死了，眼下倒是无从判断。不过皇上放心，逃走的2个人中有1个人受了伤，只要封锁4道城门，严密排查，再让人在药铺里盯着，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他们的踪迹。此事就交给你去，务必要找到2名刺客。朕倒是想要看一看，他们到底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敢行刺皇子。皇上，奴才听说玉郎王妃精通医术，四皇子伤势颇重，不如请玉郎王妃进宫来看看。父皇，季玉哥只对毒感兴趣，若论起智商，只怕还不如太医院的医助。文公公向来和韦贵妃交好，后宫人尽皆知，此时让玉郎王妃进宫，摆明了心怀不轨。玉郎王爷，莫非是舍不得，或是不愿意呀？文公公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！孙院正不是说老四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吗？既然控制住了，那为什么还要二嫂进宫啊？毕竟是小叔子和嫂子的关系，老四的伤又伤在了腹部，要是二嫂看了老四的腹部，二哥心里怎么可能舒服呢？皇帝此时也反应过来，埋怨地瞪了一眼文公公，觉得他多话。是老奴思虑不周了，老奴只是想玉郎王妃之前为救太子殿下，可以不顾男女大防，以为到了四皇子这里也是可以的。太子当时是性命垂危，太医院的人束手无策，二嫂要是再不出手，那太子就死了。老四的情况能一样吗？再者说了，太子除了是二嫂的大哥，还是二嫂的表姐夫，那跟老四可不一样。老奴多嘴，老奴该死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出去掌嘴！这，离开御书房之后，林清河还特意的去盯着文公公掌嘴。原本想要放一放水的人也不敢松懈了，每一巴掌都打得极狠。活该，这就是多嘴的下场。你们说老四那边是怎么想的呀？既然主动让二嫂过去给他看病，他也不怕二嫂毒死他。怎么说你二嫂呢？二哥，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老四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，让二嫂给他看，他也不怕外人说闲话。
我看啊，老四或许就是想故意恶心你。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王爷，您至于吗？为了躲王妃，难不成您想日日夜不归宿？少说废话。接连好几天，林墨池都在外面忙。季宇哥以为他是在忙四皇子被行刺的事情，对于他晚归的行为也没有怀疑，可是心里却一直对韩云一这个人很是好奇。对了，我怎么把梅妈妈给忘了？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不怕你家王爷知道你来这儿？我来这儿还用得着跟他打招呼？他现在一天天的都不见人影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再说，我是那种出门跟人打招呼的人吗？林墨池跟我打招呼还差不多。玉兰王妃，您就别装了，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，王爷让您好几天出不来屋，对您宠爱有加呢。就是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当真是令人羡慕，有王爷这么一个痴情的人儿。听说为了独宠王妃一个人，府上的李侧妃都被关了起来。王妃不但长得好，性情也好，我要是玉兰王，自然也巴不得宠着，恨不得把她藏起来呢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赶快去休息，晚上还有接客呢。梅妈妈，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想要你帮我打听打听，你知不知道一位叫韩云一的女子？我倒是认识一位叫韩云的女子。不是韩云，就是韩云一。我还真不记得，不知道这个人有何来历，为何让玉兰王妃如此的紧张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另外不要叫人知道是我在打听。玉兰王妃怎么这么紧张？莫非这个人跟你有仇？仇怨大了，情敌算不算有仇？你就别问了，帮我好好打听打听。好，回头我就让人去打听。那就多谢您了，我先告辞了。此事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打听打听。梅妈妈笑着摇了摇头，结果季宇哥刚下楼，梅妈妈却一脸紧张地追了上来。怎么？梅妈妈该不会想找我要钱？瞧瞧您说的，这么点小事，我怎么会找你要钱？我是有一个病人，想要找你看看。什么病人？女病人？这一次是个男的。这个人是我的一位子侄，一不小心受了伤。本来我是打算请外面的大夫来诊治，哪知道遇上了四皇子遇刺的事情。现在各大医馆查得很紧，根本请不来大夫。他们是查刺客，又不是查他，难不成他是刺客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你怕什么？你也知道我这里有些生意是见不得人的，这要是让官府查到可就……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免得将来事发的时候连累到你。您就说愿不愿意帮这个忙？行吧，长得倒是不赖，不过比起我表哥还是差一点儿。天底下有几个能有崔公子好看的？很多美女在崔公子面前都稍有逊色呢。说的也是，也就我这样的美女比表哥好看一点点。没见过这么自恋的。你是什么人？别着急，他是我请来的大夫。大夫？你是大夫？季宇哥胡乱的点头，神情变得紧张起来。不太好啊！男子胳膊上的伤口血肉外翻，还带着一股腥臭味儿，这是中毒了。梅妈妈让小环去有凤来一阁，把我放在那儿的药箱拿来。他中毒很深，需要把毒逼出来，要快，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。你让人准备一些白纱布、热水，最好再找一些烈酒过来，或者盐水也可以。青衣男子没有动，我和他无怨无仇，不会害他的。没一会儿就端来了热水、纱布还有烈酒。已经让小环去了，他怎么样？你也看到了，他的伤口并不深，按理来说是不用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他的伤口却发炎了，而且还有一股腥臭味，唇瓣发紫，胸口有一团黑气，这说明他中毒了。这毒一时半刻要不了他性命，可却会让他伤口无法愈合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他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红斑？是。他这伤多久了？已经3天了。3天的时间够长，这都没死，可见生命力挺顽强的。王妃，我知道您对毒一向有研究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，他是他们家的独苗，不能有事啊。王妃，王妃，手下留情。你是什么人？听到我是王妃，为何这么激动？他也是担心你是朝廷的人，害怕被抓，所以有些紧张，还不快给玉兰王妃道歉？
对不起。梅妈妈，此人是玉郎王妃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现在外面看得紧，能够救你家公子的就只有她一个人。你别看她年纪小，又是个女子，但是医术却很了得。商青山这会儿哪里还敢轻视他，连连点头。他的毒已经被逼出来大半，剩下的一部分余毒，靠着身体自愈系统就可以排出来。不过谨慎起见，应该吃一些解毒汤药，不知道楼里面可有连翘？有的，一些常见的药材，酒楼里还是会备着一些的。不知道玉郎王妃想要什么样的药材？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吧。好。1天1包，3碗水煎成1碗，早晚各用1次。多谢。多谢玉郎王妃救了我家公子，之前有所冒犯，还望您恕罪。算了，你也是忠心一片，2个人，1主1仆，是不是太巧合了？窦大人，原来是玉郎王妃啊！我也是为了方便出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在搜查刺客。随便搜查，我们有凤来一阁，可是震惊的买卖，跟刺客可没关系。王妃放心，我们只是例行检查。检查，随便检查。回大人的话，没有。玉郎王妃，那在下就不打扰了。窦大人慢走。窦黎明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的查，再这么下去，很容易找到凤仙楼。要是刺客从凤仙楼被找到，只怕凤仙楼的一众姑娘都要遭殃。季宇哥已经断定了2人的身份了，男子所中的毒和林微生荷包里的毒成分是一样的。季宇哥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抄小路来到了凤仙阁。梅妈妈见到季宇哥去而复返，有些纳闷，季宇哥却把窦黎明搜查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梅妈妈顿时脸色大变。多谢玉郎王妃。季宇哥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剩下的事情他就不管了。是你？就是我。我刚来你怎么就要走？好不容易遇上了，不如一起喝个茶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别呀，好不容易遇上，怎么不给我面子？郭放直接上了手，把他往楼上拉。好在他还知道男女有别，并没有碰到他的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赶时间。姑娘当真是爽快，我也就不跟你藏着掖着了。之前你不是有意说要跟我做生意吗？现在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，怎么样？你之前不是没答应吗？实不相瞒啊，我这家里管得严，每个月的月钱只有那么几两银子，就那点银子哪好意思跟你合作呀？也就是最近跟你赚了一点钱，我才有这个想法。哎呀，你带带我呗。你倒是诚实。没办法啊，对你不诚实也不行，你就说你有没有门路吧。门路倒是有，也不费事，就是需要地方。我们家在京城就只有1处房子，可没有太多的地方呀。地方我有，人我也有，做的事情也不费力。你什么都不出，我拿大头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了，我不贪心，能够让我赚点零花就行了。我这里有2张造纸的秘方，我准备造纸卖纸。你有造纸的秘方？我虽然有秘方，可一旦生意做起来，眼红的人必定不少，所以我需要有人罩着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你想让我给你撑腰，帮你对付觊觎秘方的人？你放心，这种事情我手到擒来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有我在，亮他们也不敢找你的麻烦。郭公子是个爽快人，我想以你的影响力，肯定没有人敢欺负我。那是，不过话还是要说明白，挣了钱我们怎么分呢？我也不占你便宜，经营管理我也不会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多要，你给我2成，怎么样？2成？季宇哥有些为难，心里却乐了。要不1成？不能再少了，我郭公子的名声怎么也值这些钱吧？好吧，2成就2成，不过可说好了，有麻烦你解决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这里是青楼，玉郎王妃为何会在这里？你们忙，我就是来这里听听曲子，这就走了。刚刚那个人时常来你们这里吗？那位是我们老板娘的朋友，有的时候会来这里听听曲子。玉郎王妃，外面的传言是真的？回母后的话是真的。凤仙阁是什么地方？你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去得了？外面已经传遍了，说你放着好好的王妃不做，你去青楼那种下贱的地方，这以后你让外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玉郎王？
母后，我去那里不是胡闹，我是有事情要做的。你有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不能让手下的人去办呢？非要你一个堂堂王妃亲自去？救星啊！本宫倒是想知道，你去那种地方有什么事要办？母后，我要是说了，你能不骂我吗？你先说说，本宫在考虑会不会骂你。母后，您知道最近京城特别火热的金蛇狂舞？听说过，这首曲子十分的欢快，最近还传到了宫里。你应该知道，这首曲子是凤仙阁里传出来的，是在有凤来仪阁开业的时候传出来的。听说过，本宫听闻有凤来仪阁推出来的男装和女装十分的受欢迎，可和你去青楼有什么关系？那首曲子就是我创作的，有凤来仪阁也是我的。什么？有凤来仪阁是你的？是。母后，这件事儿臣可以做主。有凤来仪阁原本是姑姑的陪嫁，后来到了表妹的手里，表妹接手之后就改了名字，还推出各样的衣服，据说很受欢迎。起来吧。多谢母后。即便如此，那种地方你也不该去。我知道了，母后，我以后不会去了。母后，玉郎王妃这次知道错了，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。如此就最好了，本来也不是什么事。本宫也知道有些夫人小姐也会去，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。玉郎王是皇子中第一个封王的，你身为他的王妃，应该处处小心谨慎才是。是。表姐，要唱100遍，我得唱到什么时候去呀？活该，谁叫你去那种地方的？即便是情有可原，也应该注意一点。已经很注意了，好不好？我特意女扮男装去的，谁知碰到窦黎明，他也真是的，当时都放了我了，干嘛背后传这种小话，害得我被皇后训斥。这里是皇宫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回头传到窦黎明耳朵里，你可就遭殃了。怎么了？他做这种事情还不让人说了？要不是他，我能被罚抄写100遍女诫吗？亏我还觉得他挺好的，没想到背地里是这样的人。这么厚，抄写100遍，抄到猴年马月去。皇后娘娘向来注重规矩，你想办法讨好她，或许有转机呢。哎，表姐，你久在皇后娘娘身边，应该知道她的喜好，她都喜欢什么呀？你真是笨呢，没听出刚刚皇后娘娘的话来吗？你的有凤来仪阁不是有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吗？听说那些衣服啊，都是有凤来仪阁的掌柜设计的。我一想就知道是你，也只有你啊，才能够设计出那样的衣服来，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的，皇后娘娘也不例外。好主意，表姐，皇后娘娘喜欢什么颜色，什么花样？崔文云就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她。表姐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给皇后娘娘送去，我觉得皇后娘娘特别喜欢你。行，谁让你是我表妹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朝着一旁干呕了2下。表姐，你，别说。等没人了，季宇哥又给他检查了一遍，甚至还用了实验室里的扫描。表姐，你有了，而且还是双胞胎。真的吗？我的月信已经推迟了有7日了，原本我就有所怀疑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，还是双胞胎，你能确认吗？当然确认了，表姐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人来把把脉，不过不足1月，不知道太医能不能把出来。你是怎么把出来的？哎呀，季宇哥总不能说是因为实验室啊，我聪明啊。表妹，孩子没事吧？表姐，你别紧张，你身体好，主要以后多注意就没事。回头我给你写几个方子，你照着吃，等再过半个月，你再去找太医。表妹，如今我能信任的人也只有你了。东宫眼下看似平常，但也是危机四伏，我怀有身孕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。你总要告诉太子。等我胎稳了再说，太子的性子我清楚，他要是得知我有身孕了，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听话。万一他又放纵自己，之前调养好的身体岂不是白费了？季宇哥给崔文云列了几张食补的单子。表姐，你让人照着给你做就好了，你身边最好还是要有稳妥的人才行。你要是不相信东宫或者宫里人，可以找崔家人。你怀孕是大事，我想要是舅舅舅母知道了，肯定也会高兴的。我会的，不过崔家不在京城，就算派人过来也需要一段时间，这些日子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？表姐，
我每隔几日就过来看你。要是我总是过来，外人只怕要怀疑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那你隔几日来看我，一定要来。没问题。对了，这几日你最好不要和太子同房了。崔文云点了点头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季宇哥把女戒递给了他，李墨池松了一口气。母后让你抄女戒了，你要是累的话，本王可以模仿你的笔记，想来母后也看不出来。真的？他怎么对我这么好，好的都有点不真实了。母后罚我抄女戒，是因为我去凤仙阁的事情，你就不生气？你以为你去那里的事情本王不知道吗？对啊，你知道，难怪不生气。你知道怎么不说，害得我白白担心一场，每次都是翻墙出去的。难不成还能怪在本王身上吗？你去那种地方本来就不妥，本王考虑你是有正经事要做，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要是放纵了你，只怕你会穿着王妃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回头让母后知道了，可就不只是抄女戒这么简单，没准还会打板子。还是算了，大不了以后我不去了。你要是真想听去，等遇到了初一15的时候，本王带你去。真的？真的。季宇哥想不到，他抱怨窦黎明的那番话还是传到了正主的耳朵里。查到是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了吗？查到了，是赵茂。杀了。师父，赵茂不过是传了个话，就这么杀了他，只怕不太妥当。如果只是一般的小事也就罢了，此事涉及到玉郎王妃，甚至还牵扯到了玉郎王，绝对不容小觑。他在御前做事，这点分寸没有吗？管不住嘴的人，在宫里是活不长的。师父，我看你这么做也是为了给玉郎王妃出气吧？说起来，玉郎王妃也是遭了无妄之灾。玉郎王妃这个人性情洒脱，又有本事，倒是有几分江湖儿女的气息啊。你所说的不抄写女戒，就是打算用这些衣服来哄得母后开心？当然了，表姐告诉我的方法，她是不会骗我的。太子妃的确懂得皇后的心思，你光是想着母后了，就不想着给父皇做两身？还要给皇上做？你的有风来衣阁不也分女装和男装吗？既然你给母后做了，为什么不想着给父皇做两身？你去凤仙阁的事情，父皇虽然没提及，但不代表他不知道。你要是做了，他肯定高兴，日后有人提起，他多半也不会生气。说的有道理。玉郎王妃，这些衣服都是你设计的？是。没想到你还有此等本事。这些衣服朕和皇后很喜欢，记你一功。多谢父皇。还没到朕的生辰，玉郎王妃，你怎么这么早给朕和皇后送礼物？该不会是有事相求吧？早就提醒过他了，不要得意忘形，这下乐极生悲了吧？本宫让你抄写的女戒抄得怎么样了？错了，我心心念念给父皇母后尽孝心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，真是该死呀！哼，本宫看你是故意忘的吧？怎么会呢？母后的吩咐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抗，实在是一心都扑在衣服上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，还请母后恕罪。玉郎王妃的一片孝心，当真是感天动地啊！想来玉郎王妃已经知道错了，皇后就免了她的责罚吧。多谢父皇，母后慈悲。看样子她还真是故意。怎么会呢？这么明显在说假话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果然古今中外，只要送礼送到位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，哪怕是皇上皇后也不例外。玉郎王妃，本宫看你衣服设计的极为巧妙，不知你可有时间给本宫设计几套？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太子殿下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，喜欢什么样的配饰，什么样的图案。这有什么讲究吗？当然有了，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可是不一样的衣服穿在不一样的人身上，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像太子殿下您这般气质出众、才华卓然的人，和普通人穿的衣服自然不能一样。李墨池一口茶喷了出来，当着父皇和母后的面说话，竟然也这般不着边际。都多大人了，喝茶都能呛着。玉郎王妃觉得像本宫这么气质卓然的人，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崔文云轻轻咳嗽了2声，表妹胡闹也就罢了，
殿下怎么能够跟着一起胡闹呢？这还是当着父皇母后的面。单从肤色而言，建议穿蓝色系衣服。我们有凤来一阁最近研制出了一种宝石蓝的颜色，特别适合太子殿下的肤色。若是太子殿下能够穿上有凤来一阁的衣服，这可谓是打通一条高奢路线。真的？太子妃，这是怎么了？崔文云刚张口，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一个字来，又是一阵干呕。太子妃，你是不是？崔文云明显一惊，随即羞红着脸，微微颔首。快去请太医，把孙院正、杜太医、顾太医他们全都请过来。原来不只是为了衣服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竟然连我都瞒着。很快，太医院的太医就都过来了，滑脉确诊无疑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，太子妃这是有喜了。你是说真的？真的有喜了？的确，太子妃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太子妃有喜了。你们能诊断出我怀的是双胞胎吗？为何太子妃说怀的是双胎呢？别说我，别说我，别说我，是表妹说的。玉兰王妃，你能确定太子妃怀的是双胎吗？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就是感觉像。你现在刚刚有孕，一定要好好的养着，有什么事就跟母后说。多谢母后。林胜渊握住崔文云的手，激动的都快哭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当然了，此事你做得不错。那是当然。林墨池觉得还是不能太过于夸赞他，要不然啊，他又得得意的要上天了。东宫，林胜渊直接将崔文云抱了回来。快去给太子妃沏茶。太子，有身孕的人不能喝茶。是吗？那快去把茶叶什么的都收起来。太子妃，你想喝什么？太子，您不必如此紧张。对，本宫不紧张，本宫一点都不紧张。回到了玉郎王府，季宇哥就兴高采烈的去把赏赐的东西入库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本王再一次重新认识了王妃，不知道王妃还有多少本领是本王不知道的，本王倒是有些期待。哼，我会的本事可多了，殿下可有的等呢。那本王就一点一点挖掘，总有一天能够把王妃看懂看明白。那你可有的等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太子的身体不是已经垮了吗？不是生不出孩子吗？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殿下，为了不让宫里的太医发现当初下的药量都很低，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才能够达到效果，并不能够完全保证。我不管，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孩子，绝对不能让太子有嫡子出生。太子要真的有了嫡子，他就更加没有机会了，这么多年的筹划就都白费了。四皇子，我倒是觉得此时不宜出手，不如先等上2个月，等到东宫的人放松警惕之后再动手。刺客还没有找到吗？没有，小豆统领不知道查到了什么，皇上突然改变了态度，让窦黎明把人都撤了回来，想来可能是查出了刺客的身份。都怪江南的人办事不力，商家有这么一条大鱼流入在外，他们竟然没有查出来。这也在所难免，商家家大业大，谁能够想到商家的大公子竟然不是本人？真正的商家大公子一直在外历练，到如今为止，极少有人见过这位大公子的模样，即便是走在大街上，只怕也查不出来。我的伤绝对不能白受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人。放任这么一个人在外面，商家抄没家产一事迟早会败露，这相当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。殿下不必如此担心，当时那刺客中了毒，毒是无药可解的，想来他现在已经毒发身亡了。尽量找到他的尸体，我要确认他的确已经死了。另外再让人去查查商家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流落在外。是。公子，现在有人说太子妃有了身孕，你要不要去东宫恭喜一下？我去干什么？我要是去了，不就证明了姐姐有身孕的事情吗？现在大家都在猜测，等过些日子我再去也不迟啊。
公子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条狗还回去啊？还回去？我可没打算还回去。这可是表小姐的狗，您怎么能占为己有呢？反正我就是不还。您就不怕表小姐找上门来？就是找来了我也不还。对了，吩咐门房那边盯着点，别让表小姐进门。就说我最近在忙于科考之事，没时间接待外客。这还是他们贤明在外的公子吗？怎么像是一个活土匪呀？天这么热，你干嘛跑得这么着急啊？你是不是在找一枚簪子？什么簪子？竟然还不承认？你不用骗我了，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，她是谁？你知不知道，不问自取，是为贼也。没错，我就是小偷，我偷走你的簪子，或许不止如此，我还偷走了别人的夫君。你如此在意韩云一，为了一个簪子跟我吵架，你之前是不是想娶她来着？怪不得一开始这门婚事你说什么都不同意，你心里是不是早就有了想娶的人？本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把簪子还给本王。我要是不还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果然他心里有韩云一的位置，是我鸠占鹊巢了。本王不是那个意思。至于韩云一的事情，本王可以跟你解释，你把簪子先还给本王。你果然喜欢他是不是？林墨池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或许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有些心虚。你这个渣男！季宇哥是真的有点伤心了，哪怕是他曾经喜欢韩云一，跟自己解释一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哪怕是说他自己曾经喜欢过那个人，现在不喜欢了也行啊。可是他竟然没有一句解释，竟然还想动手打自己。王爷，王妃并没有回季家，而是去了崇文坊的一处宅子，那处宅子是王妃母亲的陪嫁。他搬出去反省反省也好，想想自己错在哪里了，让人盯着点，别惹出什么事情来。王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就别嘴硬了，你明明是很担心王妃的。本王哪里嘴硬了？王妃私自来偷东西，难道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你整日看着书房就一点没有察觉到？王爷，小的整日跟在您的身边，书房不可能时不时的都盯着。至于王妃会拿东西，应该也是怀疑之前珠宝的事情。林墨池瞪了他一眼，打开暗格，打算把簪子放在里面，突然升起了一股青烟。王爷小心！季宇哥，王妃，您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他出轨了。出轨？出轨是什么意思啊？出轨就是红杏出墙的意思。红杏出墙来形容王爷，是不是有点不太贴切？不对，红杏出墙，也就是说王爷心里有人了？真是太过分了！王爷有王妃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能够有其他的女子呢？她是谁？王妃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我都知道，王爷将来身边总会有其他人的。其他人身边可以有其他人，本王妃绝对不允许王爷身边有其他女人。李芳华也就罢了，当初的事情我可以接受，可其他人就不行了。我无法接受林墨池心中有其他女人，更不用说竟然为了其他女人要打我。王爷打您了？他想打来着，但我可不是那种站着让他打的人。不管怎么样，王妃都不该直接跑出来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可是有不少人都看到了，这下指不定要如何议论了。我都已经跑出来了，说那些还有什么用？这次出来了，我就不会回去了。要么林墨池就将韩云一的事情解释清楚，要么他们就和离。此时的林墨池正一身的红癣，痒痒的不行，哪怕泡在冷水里，仍然是奇痒难忍。王爷，要不然还是去把王妃请回来吧。不必，本王才不会去救她。王爷，王妃制作的毒物，太医都找不出解药，你若是这么一直忍着，总归不是事。你要是不好意思，奴才去说。这次林墨池倒是没说话，沉默就代表同意了。王妃，求求您救救王爷吧！王爷不知怎的中了一种奇毒，奇痒难忍，这一会儿命都要去掉半条了。哟，他倒是把这茬给忘了，书房里还藏着留下来的毒。是吗？既然中毒了，应该去找太医，找我来有什么用？或者去找那位韩云一姑娘，说不定她一出现，王爷什么病都好了。王妃，其实韩姑娘的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我亲眼所见，不是这样是哪样？你敢说你家王爷不喜欢她？
不喜欢他，干嘛要把簪子藏那么深？那一箱珠宝是不是都是为他准备的？这话他也不好回答，就连他都感觉得到王爷对韩姑娘是有心思的。王妃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眼下给王爷解毒要紧。王爷现在还在冷水里泡着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可怎么交代呀？王妃，求求您开恩救救王爷吧！不管。王妃，小的求求您了，您就可怜可怜小的。要是王爷这个时候出了什么事儿，回头宫里面皇上皇后娘娘责怪，小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这个能止痒，用它来泡澡就行了。不过本王妃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想给你惹麻烦，回去可别乱说。明白，小的明白。明白还不走？是。廖福将解药带了回来，没多久，林墨池便觉得身上不那么痒痒了。他都说什么了？可知道自己错了？王妃应该是知道错了，要不然王妃怎么可能给我解药？只不过王妃还在纠结韩姑娘的事情，不愿意回来。知道错就好，也就是本王能够如此纵容他，换作是别人，早就把他拉过来打上几板子了。这话你也就是在心里说说，真到了那天，指不定谁打谁呢。是，王爷说的对，王爷宽容大度，何必跟女人计较呢？哎呀，廖福真心的觉得心累，哄完王妃，还有哄着王爷，当下人当到他这个份上，也真是没谁了。林墨池泡完了澡，看着桌子上发黄的宣纸，王爷，听说王妃最近在造纸，想来这纸张就是王妃亲手做出来的，打算给王爷一个惊喜。王妃心里还是有王爷的。王爷，现在外面只怕已经有人知道王妃离开了王府，明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传出来。王爷，不如去把王妃接回来吧。本王去接她，她就能回来。再说本王又没有错，凭什么是本王去接她？她一点容忍之量都没有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敢污蔑本王和韩姑娘的清清白白，一副龌龊心肠。本王断然不会纵容她。她既然要在外面待着，就让她待着好了。王爷，您这不是把王妃往外面推吗？王妃本来就心中委屈，再说了，此事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。若是你早些跟王妃解释清楚韩姑娘的事情，不就没这回事了吗？本王做什么事情还需要向她解释吗？再说了，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为什么本王就不能？王爷，您这完全是在说气话。您不是那种喜欢三妻四妾的人，小的自小跟着你，知道您不喜欢三妻四妾，只想找一个人过一辈子。小的也看得出来，您现在心里大部分位置全都是王妃的。至于韩姑娘，您只不过是心怀愧疚，想要弥补罢了。王妃是性情中人，她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她肯定是以为王爷心里装着别的女人，所以才如此气愤，懊恼之下做出一些冲动的举动来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先下去吧，本王要好好想一想。王爷，韩姑娘已经不在了，这辈子都未必会出现。王妃是您明媒正娶，是要跟您相守一生的人。爹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废话，王妃都离家出走了，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怎么样，王爷气消了吗？打算什么时候把王妃接回来呀？我看悬，王爷王妃心里都憋着气，要想让他们两个和好，估计不太可能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跟在王爷身边这么久，不知道劝说着他呀？韩姑娘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够跟王妃说呢？谁跟王妃说了？是王妃自己发现的。不过王妃倒也挺能忍的，看样子王妃已经知道韩姑娘的存在许久了，这些日子一直等着王爷开口，结果王爷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。当初韩姑娘救了王爷之后，没过多久便一走了之，我就觉得不太安稳。如果真的想要一走了之，就不该留着书信，书信里面还提什么有缘再见，这不是明摆着吊着王爷吗？我哪里知道呀？你知道？你什么不知道啊？王爷是不是打算娶她为妻来着？廖福在亲爹的注视下点了点头。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呢？王爷的心思我哪里知道？王爷又没有明着说，我也是猜出来的。玉兰王，季大学士，我听说宇哥从王府里跑出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岳父大人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那就长话短说。岳父大人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。
好，我觉得二哥对上季太傅肯定没好果子吃。知不知道玉老王妃为什么跑出来？我哪里知道啊，我昨天一直忙着军中生残将领的名单，天黑才回府，今天早上才知道此事。不过二嫂气冲冲的跑回来还没回季家，我觉得肯定是生大气了。林胜渊也点了点头，像季宇哥这么讨喜的人，如果不是受了大委屈，断然不会一走了之。二哥也真是的，像二嫂这么有本事性子还好的女人，大只灯笼都难找，她竟然还惹人家生气啊！惹人家生气之前啊，也不打听打听人家父亲是谁。那季大夫可是连父皇都敢骂的人啊！你这簪子是送给谁的？是送给李芳华的吗？不是，簪子是我原本打算送给一位救命恩人的，后来他走了，簪子就一直被我收藏起来，哪知道后来被王妃发现了，他就误会了。我问你，在你心里是你救命恩人重要，还是宇哥重要？这怎么，难不成救命恩人比宇哥都要重要？本王不是那个意思，本王只是觉得两者没必要比较。本王对韩姑娘只有感激之情，对王妃自然是爱护有加，两者没有比较可言。但愿王爷说的是真的。哼！你们的事情，玉郎王已经告诉我了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怎么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跑出来呢？父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王爷表面上跟我谈情说爱的，心里却心心念念着别的女人，这我怎么能忍呢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怎么正常了？要是你心里装着其他女人，表面上还跟我娘你侬我侬的，娘心里会舒服吗？当初我和你娘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彼此心中都只有对方。至于杨氏，那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怎么就没办法了？想要拒绝还拒绝不了吗？如果爹生硬的说一辈子只有娘一个人，哪怕是祖母硬塞也塞不进去，难不成祖母还真能够找个绳子把自己吊死吗？我没有针对您的意思，只是有些生气，您别放在心上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难不成就打算在这里住着？反正我已经出来了，先这样。他要是不把韩云逸的事情解释清楚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总要弄清楚谁才是他最喜欢的人。女儿只有一颗心，他也只有一颗心，我满心满意的对他，他心里也不能有其他人。可是李芳华已经嫁过去了。那不一样，王爷心里根本就没有李芳华，他就是再怎么样我也不生气。可是韩云逸不一样，很明显王爷把她放在了心里，这个女人眼下是不在了，可万一有一天她突然蹦出来呢？既然如此，就依着你吧。谢谢父亲。你放心，父亲永远都站在你这边。我的女儿可不能平白被人欺负了去。不过你住在这里啊，只有崔嬷嬷和小环两个人，终究让人不放心呢。要不还是回府里去，也让玉郎王看清楚我们季家的态度。季宇哥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玉郎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朕听说季宇哥回了娘家。回父皇，是的。朕也明白，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的，可是不能这么一直冷下去，时间长了，情分就没有了。儿臣知道。你既然知道了，就去把玉郎王妃接回来吧。总是住在娘家，算是怎么回事？尤其是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接下来还有大用处。给伤残将领安装假肢的事情马上就要干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吵架呀。王妃，王爷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让他回去。王妃怕是不行，人已经请进来了。是大姐夫吗？季宇哥一看还真是李墨池，转身就跑。他又没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跑？跑的话岂不是显得他很心虚？犹豫再三的时候，李墨池已经到了身边。干什么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跟本王回去。我不。跟本王回去。你有毛病，我都说了我不回去。怎么办？中途不开，要不上牙痒。可这么多人看着也不好意思呀。属狗的吗？还像有人。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你不怕被人笑话，本王还怕被人笑话。哼，我就不怕被人笑话。反正你也知道我脸皮厚吗？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。我不。大姐大姐夫，你们别打架。魏咏梅赶了过来，
见到两个人气冲冲的，便友好的让两人坐下喝茶。这都几天了才过来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本王要没诚意，就不会来了。你肯定能够听懂我的心声，要不然你怎么会说一些我没说过的话？本王就算能听懂又如何？不如何？你在季家也待了几天了，跟本王回去，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凭什么你说一笔勾销就一笔勾销？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，韩云一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他一个簪子而已？何至于冲我发那么大脾气？在你心里，到底谁更重要？是不是本王给你解释了，你就会跟本王回去？你先说说看，我再决定要不要回去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也要告诉我，实验室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，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必须保证不能告知其他人，而且不要太过惊讶。好，那你说吧。本王12岁的时候就上了战场。你直接从韩云一怎么出现的，又是怎么消失的说就行了。本来要说的就是他。本王那个时候年轻，一不小心中了圈套，和军队走散了，是韩云依救的我。她是一个很聪慧、很貌美的姑娘，蕙质兰心，心地淳朴。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讽刺？心地淳朴，难不成他是在说我心地不淳朴？我心地怎么不淳朴了？能够时不时用下毒来害人，这叫心地淳朴？心地恶毒的比毒蛇都要毒了。那个时候本王年幼，又是性命攸关的时候，突然出现如此体贴懂事又温柔的姑娘，自然会心生好感。曾几何时，本王也想过要娶她，不过她拒绝了本王。再后来没过多长时间，她就流心离开了。这些年来，本王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故事听着怎么那么像外面街道上卖100文1本的小说画本子？虽然没见过，但你对她的心思一直没有改吧？那箱子珠宝就是你对她心意的象征，你把整个王府家当都捐出去了，却唯独留下那一箱子珠宝，可见你是真正把它放在了心头。哎呦，这个问题再回答下去，林墨池有预感，季宇哥一定会发疯，所以他没有说话。那他还会回来吗？他要回来的话早就回来了。本王想他应该是不想让本王为难，所以不会回来了。如果他要是回来呢？你打算怎么对他？把我王妃的位置让给他？在你心里，是不是以为本王是一个好色之徒？是，要不然你怎么喜欢我呢？本王不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对韩姑娘只是心上敬畏和感激之情。我曾经的确想娶过她，但本王已经有了你，你是本王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上了族谱，本王是不会弃之你于不顾的。原来是因为族谱，你还是没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如果韩姑娘真的出现了，本王会给予她弥补，或许是给钱，或许是找人照顾她。这两个听起来都不过分啊，毕竟是救命之恩。季宇哥也知道救命之恩大于天，不好一下子抹杀了。林墨池内心这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，再这么看着季宇哥也顺眼了不少。现在你不生气了吧？谁说我不生气了？你虽然说你不一定会把我的位置让给他，但是万一我们两个同时出现，让你选择一个救的话，你会救谁啊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。现在该你了，跟本王说说实验室是怎么回事，还有你为什么可以和宝贝心意相通，你们到底有什么来历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说起来本王也觉得奇怪，本王能够听到你一个人的心声，我想这个问题只有你能够回答得了了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听到我的心声的？就在我们成婚第2日。那不是他穿越而来的日子吗？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能够完全读懂他的心声。这么说来的话，你那么早就知道我的心声了，你怎么一直都不说呀？那我在你面前岂不相当于脱了个精光？不只看到了身体，连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都看清楚了。你要这么说倒也没什么问题。大意了，真是太大意了。不过我怎么能够想到林墨池能够听懂我的心声呢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。季宇哥这一下子觉得林墨池比自己还要奇怪了，难不成他也是穿越而来的？穿越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太难了吧，总不能心里面不想吧。其实我不是真正的季宇哥。本王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本王不会调查吗？一个人前后判若两人，做出的事情大相径庭，总是奇怪的。再加上本王能够读懂你的心理。季宇哥有些抓狂，所以啊，
能够听得懂他的心理，还需要他解释吗？当然需要解释。本王很想知道你所说的实验室是什么。原来也有他不知道的呀。其实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具身体里了。至于实验室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，而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屋子。屋子里面可以放东西，有很多东西，它就住在我的身体里。本王能看看吗？这东西不该属于你们这里，所以只有我和宝贝能够看到。至于宝贝和我能够心意相通，那是因为他是我从小养起，再加上一些手段才能够心意相通。但这些都没有办法跟你解释，就好比我会解毒一样。其实我解毒的手法和你们这里知道的不太一样。王倒是略有所知。这么说来，你不属于我们这里，你有一天会不会突然消失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。不过我想我在那个时代应该已经死了，可能回不去了。你是一直都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吗？也不是，在之前你刺伤我的那段时间，我听不到你的心声，后来伤好了就能再次听到了。早说呀！哎，我再刺伤你，然后你看看能不能听得懂我的心声。你想干什么？实验啊，试试你受伤了还能不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可不想整天被人盯着。你先把匕首放下。我不。季宇哥，我就不。你就让我划一刀，我就是想试试。以为这是裁衣服吗？哼，想试试就试试。你想干什么？要是被你实验成功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本王的话，是不是都要给本王来一刀？倒也不是不行。季宇哥，你竟然真的敢想！你又偷听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不行，我非要再给你来一刀不可。林墨池可不会站在原地让他砍，两个人就在庭院里追逐了起来。王妃这就累了，凭你这点本事，想伤得了本王还嫩了点儿。岳父，父亲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季秋才醒过来。王爷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岳父大人说的哪里话？父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有事儿是你。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够舞刀弄枪呢？还险些伤了人。要不是玉郎王躲得及时，你岂不是伤了他呀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罪过呀？不就是一个女子吗？何至于让你动了杀人的念头啊？你可知杀人是要偿命的？不仅如此，还会牵连整个季家。我们是在闹着玩呢。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你不是会读心术吗？肯定能够读得懂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现在就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岳父大人，王妃说的极是，我们的确是在闹着玩。真的？是。林墨池答应的痛快，面上却颇为无奈，这是多么明显的口是心非。你给我跪下！我怎么，我这个当父亲的管不了你了？你是不是也想一刀把我给杀了？没有，还不快求情！狗男人怎么这么狗？哟，敢骂他？岳父大人，其实王妃今日的行为已经很温柔贤惠了。难不成他还有其他过分的行为吗？林墨池，你别乱说话！你怎么能够直呼王爷的名字呢？你去给我去祠堂跪着！说句话呀！岳父大人，您今日就先饶了他吧，本王还要带他回府里。既然王爷给你求情，那这次就且先饶了你，以后万不可这般胡闹了。回去之后跟王爷好好的过日子，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更不要舞刀弄枪的，万一伤着人可怎么办呢？是，我以后一定乖乖的好好的做王爷的王妃。本王也相信，王妃一定会变好的。哼！林墨池就指了指里面，你别太过分。本王过分还是你过分？之前让本王养了1个晚上，这么容易就过去了？我不上廖府给你送解药了吗？王妃觉得这么轻易就过去了？季宇哥看着他不说话，林墨池作势往里面走，他要去找岳父大人评评理。别去别去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很简单，你向本王保证，以后不准再向本王下毒。不行，论起武功来，我打不过你；论起身份地位来，我也比不上你。
今日你又来了这么一遭，就连我父亲都向着你了。我要是再没点倚仗，岂不被你欺负死了？再说，你不是会读心术吗？你能够读得懂我给你下毒的，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又怎么会给你下毒？本王换一个，你要是有什么委屈或者不满的，你直接告诉本王，不要用下毒这种偏激的方式。那我要是说了你不听呢？只要你说了，本王会考虑的。那不行，你只说会考虑，万一你只考虑你自己，不考虑我，我不能保证一定不对你下毒，但前提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就不会对你下毒。这是他的底线了，如果这一点林墨池都做不到的话，他早晚都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将来？早一点毒死他得了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你可要想好，我指的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有很多的，你不能心里惦记其他女人，也不能碰其他女人。你也太小瞧本王了，本王是那种没有自制力的人吗？再说了，本王对李芳华是什么态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韩云一呢？季宇哥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去吧。本王今日是骑马来的，你是打算跟本王一起骑马呀，还是等马车？我大张旗鼓的出来，要是坐着马车灰溜溜回去，外人怎么看我？我的英名岂不就毁了？如此大张旗鼓骑着马回去，外人只会觉得李墨池向我低头，这样一来，我的地位就有了。我们两个骑马回去。好。我们能不能换一条路走？这条路人太多了。不行，人多了，你的地位就有了。不可，这不是我在心里说的话吗？你又偷听我在说话，你作弊，你耍无赖。本王没有啊，要不你也听听本王的心声。你明知道我听不到。那本王就没有办法了。想下毒又不行，想骂他又怕被他听到，想打他又打不过去，当真是憋屈。两个人一个笑脸迎人，一个黑着脸，传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温元之女斗不过皇子，玉郎王妃狼狈回府。季宇哥想要的名声，结果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想什么呢？哎，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半天话了，也没见你理我呀。我看你这直勾勾的看什么呢？难不成是看未来嫂子的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未来嫂子能从大街上找吗？大街上能有什么好货色？能从大街上找着就不错了。以你的名声，能够娶到媳妇都不容易，就别挑了。反正父亲也不注重家事，只要你能够给他找一房儿媳妇，生个大胖小子，不管身份地位，他都不会管的。点菜吧。小二，把你们店里好吃的都给我来一份。哥，你发财了。挣了一点小钱不算什么。我还不了解你，要只是小钱的话，你会这么大方？快告诉我，你怎么挣着钱了？我也想挣钱。不适合你。怎么就不适合我了？你都能够挣得到钱，我比你聪明多了，肯定也能挣到钱。我能做到的事情，你未必能做得到。我还就不信了。你快告诉我，你要不告诉我，我就写信告诉爹，说你的钱来路不明。你别乱来啊！让我不乱来也行，告诉我你是怎么赚到钱的。郭放想了想，就把给有凤来一阁拉客人抽取提成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你就是靠这种方式挣钱的？这种方式怎么了？我挣的钱干干净净，凭我自己的能力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倒是没有什么不好的，虽然听着，反正挣的是干净钱，你又没偷没抢的。郭放笑着摇起了扇子，脑海中还在回想刚才那一幕，和林墨池同乘一匹马的就是玉郎王妃季宇哥，他为什么觉得有点眼熟呢？原来是他呀。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我有办法报仇雪恨了。公子，你不会又想行刺四皇子吧？现在四皇子身边加派了很多人手，我们成功不了的。即便杀了四皇子，又如何抵消我们商家的深仇大恨？只有将四皇子和他背后的围甲连根拔除，那才算是真正的报了仇。公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就在刚刚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好主意。
表妹，你听说了吗？父皇已经为四皇子求娶孟国公家的女儿孟静娴，今日一早已经下旨赐婚了，就在明年3月份完婚。糟了，宝贝说起过这孟静娴的身体似乎有问题，四皇子才想娶她进门，多半是为了反套。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忘了呢？想什么呢？表姐，刚刚你说孟静娴要和四皇子成婚了，这位孟静娴你了解多少？我知道的并不多，其实对于京城之中这些各家的小姐，我知道的还真挺少的。毕竟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。孟静娴我听过，据说长得也不赖，只不过孟国公府这一带没有什么出挑的人，算是已经没落。四皇子选择他，也不知道是打的什么主意。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孟静娴有什么喜好，平日里有什么习惯，越详细越好。你打听他干什么？我怀疑孟静娴的身体可能对四皇子有用。你是说四皇子喜欢他的身体？难不成他们两个早就已经珠胎暗结了？这跳跃有点大呀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孟静娴身体很特殊，我想研究研究，说不定能够有所收获。表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收集到她的血液？血液？你想研究什么？我就是想研究研究她身体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，让四皇子如此惦念，而且之前给太子下毒的人很有可能跟四皇子有关。我得到可靠情报，四皇子娶孟静娴不是看中她的身份，是因为她身体的缘故。至于是什么原因，我还查不出来，但要是能够帮我找到她的血液，或许我就能明白了。好吧，我尽力一试，不过结果如何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太子妃刘昭训刚刚请了宫里太医，太医说有孕1个月了。崔文云脸上的笑意一瞬间消失了，就好像是夏日的绿叶一下子全都枯萎了。妍心，去库房挑选一些礼物给他送过去，另外告诉他安心养胎，如果他这一胎生的是男孩，就升为良月，如果是女孩的话，就晋升为成辉。是。刘昭训有孕是东宫的喜事儿，可是本宫也怀有身孕，怕是无暇分心照顾他，希望皇后娘娘能指派有经验的嬷嬷前去照顾刘昭训。是。表姐，你是担心回头出了什么事怪到你头上？是，如今我有了身孕，各方都在盯着我，要是这个时候刘昭训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将来我的孩子出生只怕要蒙上一层不白之约。眼下这个时候我不想出任何的错。表姐，也就是你性格好，换作是我的话，我可忍不了。听说自从玉兰王将你接回府中之后，对你是百般宠爱。也没有，我们昨天还吵架呢。能够吵架也是好的，我嫁过来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跟太子吵过架。表姐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寻常人家夫妻都巴不得不吵架呢，你们不吵架多好啊。不是去看太子妃吗？每次回来都兴高采烈的，这次是怎么了？太子妃没送你礼物？哎，我是那种看重礼物的人吗？是。我是因为表姐感觉到伤心，刚刚东宫查出来一位姓刘的昭训有了身孕。多长时间了？太医说1个多月，具体的日子也说不清，但是我想应该是在太子妃诊断出有身孕之后没多久，太子就宠幸其他人了。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刚刚有孕没多久，竟然去宠幸其他女子，这也太渣了。要是有一天我有了身孕，你是不是也会去找其他女人？林墨池无奈的笑了，他就知道这话题呀一定会引到他的身上。本王还没那么蠢，要是本王真那么做了，只怕你该给本王下绝子药了。你知道就好，要是林墨池敢像太子那样风流无度，一定选择阉了他。林墨池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突然觉得有点凉。我倒是忘了，你能够听懂我的心声。林墨池轻咳了一声，上前将季宇哥从椅子上拉起来，然后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。本王不是太子，太子需要传宗接代，需要稳固自己的地位，本王什么都不需要。反倒是太子巴不得他做一个闲散王爷，一辈子无儿无女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威胁到他的地位了。好吧，对了，你知道四皇子和孟静娴赐婚的事情吗？你知道孟静娴的事情吗？上一次宝贝在跟你说的时候，我恰好听到了。今日早朝赐婚的时候，本王刚好也在。不过本王至今都不敢相信老四会喜欢上崔明星。这有什么呀？在我们那里这种事情多了去了，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生孩子呢。男人生孩子？
他们会选择去收养其他人的孩子，也就是弃婴孤儿。被王妃这么一说，好像男人和男人在一起并不是过分的事情。哎，本王倒是很好奇，你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？就算好奇也没有用，你看不到。看不到就看不到。哎，言归正传，孟静娴的身体有什么不同？我哪里知道啊，需要化验，也就是通过她的血液分析，最好的话是给她做一个全身检查。可是很明显，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。倒也不是不可能。说来听听。老四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，接下来就是老三的了。前段时间母后组织了几次赏花宴，结果他一个都没看上。也就别替你那个弟弟说好话了。什么叫做他没看上？明明是他看上的，人家看不上他，人家看上他的，他又看不上。算是这么回事吧。如今宫里还有一些花盛开着，母后打算过几日举办一场赏花宴，孟静娴肯定在其中，太子妃也会一同前往。到那个时候应该会公布太子妃怀孕的消息。你跟着一起去，至于能不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这种场合，表姐能不能不去？万一被人推一脚或者脚下一滑，岂不是要出事？她是太子妃，像这样的场合不能不去，但是母后肯定会派人照顾她的。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太子妃有身孕的事情，只不过还没有公布，不会有人傻到当面去把太子妃给推倒。那不一定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疯子。你觉得这各家女子好看的有多少？有名的有多少？有没有花名册之类的？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？林清河想要相看女子，同样我那个弟弟也需要啊。想来他年岁也不小了，这一次科举也不知能不能考中。我看你还是甭操这个心了。季少峰的婚事，季太夫肯定会做主的，你是帮不上什么忙的。这次赏花不只是各家的女子会进宫，各家男子接到请帖的人也不少。你弟弟是六皇子的伴读，肯定在其中。你再帮我弄一份请帖呗。你怎么突然想起给人做媒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挺好玩。话说我们两个成亲的时候有没有做媒？我听说定亲之前是需要先看的。林墨池就看着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，他就没点数。好吧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别藏了，又不是没看过，有什么直说吧。王妃，徐庶派人传信来，似乎有什么事儿。这不是赤裸裸抄袭吗？太不要脸了。原来是有凤来仪阁的衣服款式遭人剽窃，对方用了不到一半的价格售卖，抢走了有凤来仪阁不少的客人。此事对你的店铺影响很大。影响肯定还是会有的，不过应该不是很麻烦。季宇哥早就猜到会有人模仿他们的款式，所以让人在衣服里面做了标识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也肯定会有人争相效仿。不过敢如此大规模做，且明目张胆的，却还是头一家。他倒是有点想要会一会这家人了。我要去看看。本王跟你一起去吧。王爷，您下午不是要去户部吗？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你去了反倒麻烦。也好，你带着小环过去。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派人回来找廖管家。本王最近在给你物色会功夫的丫鬟，等过段时间物色好了，就让她跟着你。真贴心，必须奖励一下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王爷，这是茂州传过来的信。林墨池打开了信，看过之后久久不能回神。王妃，有个客人想要单独定制衣服，这不是……不知我们可否找个地方单独谈谈？玉了王妃。啊，这货认出他来了。我们去楼上单独谈吧，让人准备一些茶点送过来。是。你来找我是做衣服还是有其他目的？两者都有。在下是真心欣赏有凤来一阁的衣服，听说你们这里可以为客人定制属于自己的衣服，在下也算是在商场上纵横过，觉得你这个主意很是新颖，也想尝试一下。那我们就先做衣服吧，我先让人给你量一下尺寸。也好。东家已经测量好了，您看看。不错不错，你这个身材可以堪称是完美比例了。谢谢夸奖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、青色多一些。我觉得你穿灰色也不错，显得老成持重，或者是红色，张扬四溢。也可。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有钱人，要不然我让人给你多做几套，蓝色、青色各做一套，灰色、红色也做一套，另外还有白色、黑色常用的颜色也给你做一套，怎么样？
在季宇哥的极力推荐下，商城一共制作了10件衣服，这是有史以来高级定制最大的一笔买卖。衣服做好大概需要2个月时间，方便留一个地址吗？到时候我们可以派人送货上门啊。当然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自己上门来取。那，这个是你的手牌，到时候凭借手牌来我们这里领取。借手牌人来取就好。没问题。没想到一个绸缎庄居然被玉郎王妃打理得如此高贵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这位兄台，说实话，我开铺子这么长时间，你是唯一一个有眼光的人。看在你这么有眼光的份上，我额外赠送你10条素帕。谢谢。不用这么客气。玉郎王妃想必已经认出了我的身份，难道你就不怕我给你惹来麻烦吗？糟了，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？万一他穿着有凤来一阁的衣服到处去行凶，回头该不会找到我们这里来吧？尤其是他们和四皇子又是那样的关系。你既然敢来找我，那就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。看样子我真的没有找错人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哎，事先说好，你可别让我去帮你刺杀四皇子之类的。虽然我们家王爷和四皇子政见不合，但也没有要杀了亲兄弟的地步。我能够救你一命，已经是看在梅大姐面子上了，其他的你就别想了。玉郎王妃误会了，经过上一次的事情，我已经想通了，不会再去刺杀四皇子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我想让他万劫不复。这只怕是有点困难吧？凭你一个人，凭你们2个人，怎么让四皇子万劫不复？你该不会是不知道他是谁吧？首先，他是皇上的儿子；其次，他背后有整个韦家撑腰，势力遍布很大。就凭你想要让他万劫不复，是不是有些太胡闹了？这已经不是胡闹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人莫不是傻掉了？如果光凭我一个人，的确是很难做到，但如果加上了你，还有你家王爷，应该就简单多了。你是想要跟王爷合作扳倒四皇子？准确的说，我是想跟玉郎王妃合作。若是玉郎王妃能够拉王爷入伙，那自然是好的。玉郎王妃不必好奇，我的确是想找你合作。我擅长的是做生意，而恰好这一点也是玉郎王妃擅长的。你我合作必定能够赚得盆满钵满，有了金钱开路，玉郎王对付四皇子绰绰有余。你怎么确定王爷要对付四皇子？他们可是亲兄弟。我之前也说了，哪怕是政见有些不合，可也没有到要取对方性命的地步。即便是林墨池不想取四皇子性命，可是你怎么能够确定四皇子不想要他和太子的性命呢？否则前段时间太子为何险些被一只毒蛇咬伤，到现在那条毒蛇都没有找到。林墨池很明显是太子一党的人，太子妃又是你的表姐，你们2家是天然站在一队的，而且四皇子和林墨池之间又有恩怨。什么恩怨？我也是听说林墨池的生母陈妃娘娘就是韦贵妃害死的，还有林墨池曾经投身战场，几次遇难都和四皇子脱不了关系。此人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知道这么多事儿？这些还只是我查到的，除此之外，只怕兄弟2个之间的明争暗斗也不少。听说三皇子的腿貌似也和四皇子有关系。这个倒是真的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这么算下来，四皇子还真是罪大恶极，非死不可。你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应该交代一下你和四皇子到底有什么仇怨？看你行为举止也不像是出身小门户，应该是从小就受到过高等教育，肯定在外历练过。你的手掌有些老茧，应该是习武之人，这样的话你的出身绝对不低。你和四皇子到底有什么恩怨？玉郎王妃可听说过江南商家？没有。我们商家在江南十分的显赫，说是第一大家族也不为过。可就在不久之前，却被诬陷和大哲王朝勾结，结果就在1个月的时间内抄家灭门，整个商家只有我和几个忠实的仆人逃了出来。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四皇子和他背后的韦家。太不要脸了，这不是强取豪夺吗？你怎么不去告御状啊？皇上还是很开明的，你去告御状，不对，你应该没有证据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刺杀他了。的确，我手上的证据不多，根本不足以扳倒四皇子和他背后的韦家。可是灭族之仇不共戴天，我定然要让四皇子和他背后的韦家万劫不复。
那个，你先冷静冷静，这报仇不是一句你要报仇就可以的，这种事情需要慢慢琢磨。你说四皇子把你们商家给抄没了，就是为了你们商家万贯家财，还有那些田地铺子，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他们应该不缺钱。此事还和青州堤坝损毁一事有关。青州堤坝损毁，定然是手底下的官员贪污。光是青州的堤坝修建就花了3年时间，3年时间往其中投下了不下500万两银子，可结果一场大雨就冲毁了。这笔损失谁来出？谁来弥补？你是说为了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所以才将矛头盯上你们商家，从你们商家抄过来的钱填上青州的窟窿？要不然玉郎王妃以为为何青州之事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，只是斩杀了几名官员的头就此了事？那可是500万两银子，相当于朝廷1年的税赋。这么一大笔银子就这么没了，朝廷的人会如何放过？韦家的人又是如何把这笔钱悉数交出来的？3年的时间，这些银子早就已经变成了他们身上的肉。既然如此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三皇子合作。他在青州没了一条腿，一直追着此事不放。你找他合作，说不定他会答应你。说到底，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为什么找我，单单只是因为会做生意吗？不是，不管是林墨池还是三皇子，他们和四皇子到底有血缘关系。一旦四皇子的事情落实，我担心他们会为了顾及皇室颜面，将此事放下。毕竟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。我找玉郎王妃合作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和你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谁啊？他是真的不知，还是在故意装傻？这个商城到底知道多少事？总感觉很神秘。你之前双腿瘫痪过一段日子，后来不知为何双腿又好了，我想应该是跟你的医术有关系。这些年来你是否一直在治疗自己的双腿呢？算是吧。我找到了一个人，他叫钱淑兰，不知道你对这个人可有什么印象？好像还真有，应该是伺候过原主的老人。他曾经伺候过你，后来因为偷盗被赶出了稷下，而就在这个前后，你的双腿瘫痪了。还有呢？我花了高价从他口中得知，害你的人是季太傅的季氏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那你知道杨氏手里的毒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我们家在江湖上也有一些势力，不犯有见多识广之人。我问过一个前辈，他说你所中的毒很像是江湖上一种失传已久的毒，研制出这种毒的人姓樊，很早之前就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。四皇子身边有一个人就姓樊。这绝对不可能，那个时候我还小。其实我也只是猜测，我想这件事可能跟你的父亲有关系。在你中毒的那一年，季太傅曾经负责过一段时间官场舞弊案，在当年很是轰动，涉案官员有上百人，其中领头的一个人叫做醉胭脂，他是一家妓院的老鸨，专门训练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将他们送到官员的后宅，然后利用他们暗中传递消息，或是威逼，或是利用，慢慢的形成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几乎将宋州一带大小官员全都掌握在手里。事情被发现的时候，皇上就派了季太傅前去调查此事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你出事了，季太傅连着上了3道折子，折返回了京城，此事就交给了另外一位大人。这件事跟我中毒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想说我中毒是和当年的案子有关？至于有没有关系，我现在也没办法证实，只是季太傅回京城之后调查的这个人是韦家的。最后这场官场舞弊案的主要始作俑者醉胭脂被斩首示众，牵扯的官员也或多或少的自尽，最后真正被问罪的官员也仅仅不过30。此事实在太突然了，你容我想一想。好，在下就先告辞了。若是玉郎王妃想通了，可以派人传信给梅大姐。你跟我合作真的只是为了扳倒四皇子和韦家人，没有别的想法吗？为商家证明算不算？算。林墨池来的时候，正好听到崔嬷嬷提起当年官场舞弊案一事，本来正犹豫着推开门的他，突然折返回去了。王爷，您不睡了？不会是又跟王妃吵架了吧？王妃已经睡下了，本王不想打扰她。今天晚上在书房睡吧。你去把当年官场舞弊案一事的卷宗抄一份回来，此事要秘密进行。季宇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是不是？我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娘，你先出去。
有什么话当着我的面问，别让我说第2遍，出去。芷心，你先出去吧。表姐，有什么事情你叫我一声就好。你想干什么？哼，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有什么就说吧，不必拐弯抹角的。钱淑兰你还记得吗？不认识。你的记性还真不太好。她曾经是我母亲陪嫁，伺候过我母亲，也伺候过我，你应该有些印象才对。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我怎么可能记得？你不记得了，我就给你提个醒。当年我双腿瘫痪之后，她因为盗窃财物被父亲赶出季家。就在前不久，我找到了这个人，他生活穷困潦倒，已经快过不下去了。我给了他一笔钱，他就告诉了我一个大秘密，一个关于你的秘密。他真的找到钱淑兰了？钱淑兰不是已经离开京城了吗？季宇哥是如何找到的？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好端端的，季宇哥为什么要找他？事到如今你还不老实交代？我？钱淑兰都跟你说了什么？说你给他钱让他在我饮食里下毒，他还跟我说了很多事，你要不要听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不可能听不懂，其实你给我下毒的事情我早已知道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苦心钻研多年。说起来我这一身的医术还都是因为你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这是承认了？可恶，这个小贱蹄子跟他娘娘有心计，当初下药怎么没多下一点呢？让他一命归西，去见他娘，或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。我承认了又怎样？就是我给你下的毒，有本事你去告诉老爷去。我想你肯定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的话，老爷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是吗？难不成他有证据？你还以为你是季夫人吗？父亲已经看清楚你的嘴脸，即便我没有证据，但只要我把钱淑兰交给他，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到那个时候，季雪欣和季少峰会面临什么样下场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老爷知道了，哪怕少峰是季家的大少爷，他也不会手下留情。崔家如今出了一个太子妃，如果他们背地里对少峰和雪欣下毒手，那可就糟了。你别去找你父亲，是我指使钱淑兰下毒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父亲再记挂着你。只要你存在一天，在你父亲的心中永远都只有你母亲，我儿子就永远成为不了季家的大少爷。只有你死了，我们母子才能够立足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告诉你父亲，少峰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跟你一向亲近，要是让他知道了此事，他的前途就毁了，季家的前途也就毁了。毒妇，老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还有脸问？瞧瞧你做的好事！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宇哥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。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贪慕虚荣、权势富贵，没想到你竟然蛇蝎心肠。宇哥那个时候才多大，你竟然就对他下毒？你的心被狗给吃了吗？老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母亲。老爷，求求您看在少峰和雪欣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你还好意思提他们？你看看雪欣被你教成什么样子了，爱慕虚荣，不知羞耻。父亲，我没有。宇哥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想到。父亲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杨氏您打算怎么处理？父亲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女儿要告诉你，杨氏给我下的毒，市面上根本不多见。这种毒来自于江湖，而且很隐秘，以杨氏手段是不可能得到的。你给宇哥下的毒是从哪里来的？老爷，我就是让人在外面买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还不说实话？父亲，您还记得当年我因为双腿瘫痪，您不顾一切折返回京城，为此事惹怒皇上。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，您现在怕是已经权倾朝野。季少峰双眸睁大，已经惊得说不出一个字来，心里更是掀起了一浪又一浪。少峰，你救救我呀！到底是什么人指使你的？娘，父亲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隐瞒他的？你快说呀！我只是想要夫人的位置。倒是有一个人告诉我，老爷外出巡查回来之后，必定会加官进爵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个没落家族的姨娘，如何能够坐得稳夫人的位置？
是他给了我药，说只要季家后宅不稳，老爷就一定会回来，差事没办妥，老爷必定会受到责罚。但是以老爷和皇上的交情，绝对不会有事儿，所以我……季秋一股怒气直接窜到了天灵盖，眼前突然一黑，直挺挺的倒了下来。父亲，你这是急火攻心，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。那个毒妇呢？他们现在还在庄子上，杨氏被关在之前的那间房间，父亲可要见他，把他提过来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看在我为你生了一对儿女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那个指使你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在寺庙上香的时候遇到他的，当时他戴着斗笠，根本看不清样貌。蠢货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何至于到现在才进入内阁？他这半辈子都被他给毁了。季秋十分的后悔，当初怎么就听了母亲的话，纳了他入府。老爷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老夫人的面上，看在少凤的面上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以后我一定会倾心礼佛，为大小姐和季家祈福。祈福？没准是诅咒吧？当初那个人给你毒药，是指名道姓让你给我下毒。不是，他是想让我给老夫人下毒，不过给老夫人下毒，你就没了指望和依靠。万一毒太强烈了，祖母一命呜呼，将来谁为你做主，让你成为夫人呀？只有给我下毒，才会一举两得，既除了眼中钉，又能够达到目的，是不是呀？父亲，您别生气，气坏了就不值得了。老爷，妾身知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滚！来人，徐管家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重打50大板。是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只是打他50大板，实在太便宜他了，应该将他千刀万剐才对。季宇哥正要开口，突然觉得肩膀被人抓了一下，林墨池冲着他摇头：“舅父不好了，许昕趁乱跑出去了。”岳父大人别着急，我这就让人去寻找。表妹，府上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有些累了，和王爷先回去了。若是有不懂的，你就去问徐管家。至于父亲会怎么处理杨氏，回头派人告诉我一声就行了。表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了，有空帮我劝一劝少峰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想最难过的人应该是他。是。此事与你无关，岳父大人被气到，也是因为杨氏。可毕竟是我提起的。杨氏算计你，岳父大人的确生气。可气成这样，中间只怕不只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我知道你是想说，父亲之所以气成这样，是因为杨氏的举动，让他这么多年来没有动过位置。他更多的是因为这个生气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是我说的，但你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好在岳父现在已经进入内阁，虽然晚了几年，但结果是好的，你就别为他担心了。我根本不是为他担心。你是为了他？这个他指的是原主。我以前认为季秋是一个大老粗，每日只知教书育人，很少过问后宅之事，所以才会让杨氏钻了空子。甚至曾经一度我以为为的不过是高官厚禄，可是现在想想，如果不是原主当年出了事，季秋早就已经封侯拜相，所以他对这个女儿还是很在意的。毕竟是心爱的女人生的孩子，季太傅怎么可能不在意？之所以被杨氏钻了空子，可能是因为季太傅之前没有看清楚他的嘴脸，再加上原主并不是很聪明，所以才吃了这么多年的亏。放眼整个朝廷，能够让父皇放心将太子还有我们几个皇子托付的人并不多，算来算去也就只有季太傅一个人。说的也是，这么看来，即便没有当年的事情，季秋挪动位置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，顶多是赏赐一些须知，只是听起来好听罢了。对了，此事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起来了？就是突然想到了，我突然打听到大毒来的特殊，然后着人打听了一下这毒来历，后来觉得事有蹊跷，才发现了各种缘由。你说父亲会怎么处置杨氏？有你弟弟在，你父亲应该不会杀了他，但也绝对不会让他好过。依我所见，可能会选择毒哑，或者将他打成残废，一辈子关在庄子上，等再过个几年，你弟弟娶妻生子了，再找机会除掉他。我觉得要不了几年，
以他对杨氏的厌恶，等到少峰成亲之后，应该会立刻处理掉他，还有杨家。隔了2天，季宇哥来到了凤仙阁，我跟你合作，合作愉快。不过此事暂时不能让林墨池知道，季家那边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他们，此事你知我知。玉兰王妃之前在自己家揭穿了杨氏的真面目，为何不直接将此事告诉季家的人呢？父亲眼下正是气头上，和他说的话，我担心会加重他的病情，而且父亲个性耿直，让他知道了反而不好。季太傅年岁大了，的确应该好好静养，不告诉他倒也应该。我们现在可合作了，你可别因为一时冲动再找四皇子去。你身体中的毒虽然解了，但余毒未清，需要积年累月身体代谢才能变好。你现在要是再去找他，再中毒了，我可未必能救得了你。没来得及感谢玉兰王妃当日的救命之恩，我听青山说了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怕是早就死了。准确的说，当日你救过我2次，一次是解毒之恩，一次是报信之恩。你不必谢我，当时我救你都是因为梅大姐的缘故，我和凤仙阁还有生意往来，如果你在这里被发现了，没准还会牵扯到我身上，所以你真的不用感谢我。父亲，你现在需要好好静养。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正好你来了，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去看看外祖母。父亲有什么话，您就直说吧。过2日，皇后娘娘在宫中举办宴会，到时候会让各家的子弟夫人小姐一同进宫。我听说你也会去，到时候你带着少峰和咏梅一同进宫。我为少峰挑选了几户人家，这几户人家的小姐无论是家世、人品、外貌，据说都不错，但这人究竟如何，还是要相看之后才能知道。父亲，您让我跟少峰一同进宫，我明白。可是表妹，您不是已经打算在科举中的学子当中挑选几个人品好的吗？我当初的确是如此打算的。你表妹父母去往，只有我这么一个舅舅依靠，终究是薄弱了一些。再加上她自己也想嫁一个门第低一点的人家，这样将来不会受委屈。只可惜这一批静静的学子之中，我看来看去也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倒是几位大人家中的子弟不错。父亲说过2日宫中宴会让我带你进宫，到时候你在家里等我，我让人派马车来接你。舅父已经告诉过我了，麻烦表姐了。表妹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男人啊？啊，我是说你是喜欢勇猛一点的，又或者文弱一点的，喜欢读书写字的？表姐好端端的，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这里又没有别人，问问怎么了？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过2日进宫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，你可要把握住。只要人品不错，家里人简单就好，我不想经营一大家子，那样很累。的确，要是家里人口太复杂了，每日光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足够把人给磨死。那除了人品以外，对长相有没有什么要求？若是人品足够好，长相倒也是其次。表妹，你还真是不挑剔，我就不行。要是长得不好看，天天对着多难受啊！这话要是让玉兰王听到，只怕会生气。他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他长得是不错，我长得也不差，而且我说了是那些长得不好看的。他要是敢生气，不就承认自己长得不好看吗？表姐，玉兰王虽然不是京城最英俊的少年，可是要论排名的话，绝对能够排到前3的。我知道第1名肯定是崔明星，崔家表哥的确长得英俊。林胜渊一脸怒气的回来，殿下，您这是跟谁生气呢？还能是谁？今日礼部定下了老四明年成亲的日子，就有御史大臣说年长的几个皇子之中，只有4皇子还没有封爵，所以请求皇上给他封爵位。父皇竟然答应了，当场就册封老四为豫睿王。他做过什么事情？老2的爵位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立下了功劳，老3是因为他断了腿。可是老4做过什么？而且之前的几桩案子都是调查的不清不楚的，不出意外就是老4做的，父皇也是知道的。眼下父皇这么做，不是在打我的脸吗？以后老4岂不是要变本加厉了？父皇这么做也是看在韦家的面子上，再有之前的事情，毕竟没有证据。父皇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
没有证据的事儿，他是不会相信的，哪怕心中有疑虑，也不会做准。而且四皇子之前也办过几桩不错的事情，再加上韦贵妃的关系，封他为王爷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更何况还有孟国公府的缘故，如果不册封的话，孟国公府那边会有意见，而且会显得皇上小气，甚至还有人会猜测是不是太子殿下针对四皇子，到时候反而不妙。不如大度一点，封他王爷，再怎么封也越不过去您呀。说的也对，老四再怎么折腾，我仍旧是太子，他最多也只是个王爷。反正父皇都已经下旨了，我总不好进宫去找父皇说。再说，不就是一个王爷吗？就连老二、老三他们封王，本宫也没放在眼里。崔文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尹生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本宫的意思是说，不管底下的弟弟们如何封赏，本宫仍旧是太子。等你的孩子生出来，本宫的地位也就稳固了。殿下说的是。对了，参加赏花宴你当心着点，千万别伤着孩子了。殿下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护着他们的。太子妃，刚刚外面传来消息，说玉郎王妃在回家的途中马匹受惊，马车掀翻了，玉郎王妃受了些许的轻伤。宇哥，没事吧？传过来的消息说，只是受了些许的轻伤，马匹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惊了，车夫都甩出去了，还是表小姐自己驾车，结果撞了一条街的摊贩，最后表小姐从车窗跳出来，才逃过一劫。你别担心，本宫这就过去看看。王妃，王妃，看到季宇哥躺在床上，眼泪唰的一下就顺着眼角的纹路流了下来。崔嬷嬷，你别哭，你别哭呀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擦破点皮。哎呦，王妃没事就好，好端端的马怎么就惊着了？驾马车的是谁呀？怎么如此不小心？对了，小环呢？小环也没事儿，只是运气不好，跳下马车的时候撞到石头了，伤到小腿。我记得马车撞到不少摊贩，也不知有没有人员受伤，先把百姓的损失支付了。王妃放心，小的已经让人去办了。王妃，京兆尹府的人正在外面调查，已经让人去找王爷了。不过王爷和玉牙王出城了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。和他说干什么？我又没有伤筋动骨，告诉他可别耽误他的事情。王爷心系王妃，若是小的隐瞒不报，回头王爷定会生气。罢了罢了，反正你都已经和他说了。王妃，京兆尹府的人有话要问您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让他们进来吧。宝贝鼻子灵，你去崔家把他接回来，我有用。之前已经派人去要过了，但是崔家那边闭门不出，好像是崔公子之前有过吩咐。明明是我的狗，他还想占为己有不成？参见玉老王妃。免礼吧。玉老王妃，在下京兆府尹唐阁，这位是京兆府少尹白哲。你们两个就是京兆府最大的官了吧？我们就长话短说吧。当时就在前面一条街道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异香，紧接着马就躁动起来了。那股香我从来没有闻到过，我怀疑是类似于能够让马匹发狂的香气，但是当时周围也没有什么香包之类的，不知道那股香是怎么来的。你们可以好好查一查。玉老王妃，除了香气以外，是否还有别的？没有了，只是我当时忙着制服马匹，其他的都没有注意，倒是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。只有一点点香气，而且还是说不上名头的香气，这样子可怎么查呀？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太子妃得知此事，担心你这边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本宫这才过来看看。怎么样，可有什么大碍吗？没什么，就是跳下马车时候磕到了，回头上一些跌打酒就可以了。只是对方实在太可恨了，竟然想要把我置于死地，要不是我身手敏捷，此刻就已经死了。可有查到什么？回殿下的话，我们也正在调查，目前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。香气就是最好的证据，只是可惜找不到了。不过他们怎么知道我会在那条街道出现？说不定早就跟踪我了。我之前去过季家，这一路上说不定有人会发现呢。怎么，你被人跟踪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了，也不会被人给害了。还不快去查，抓不到凶手，当心你二人的脑袋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得知季宇哥的马车掀翻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有一瞬间天都要塌了。
哎呦，好在他人没事。知道是谁吗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早给他下毒了。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，差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糟了，你就这么回来，父皇会不会生气啊？那边有老三，父皇不会怪罪的。你真的没有事吗？哎呀，我真的没事，我好好的。再说了，我就是大夫。对了，我还正要问你呢，是不是你在外面招惹到什么人了？对方拿你没办法，就拿我出手。你别管了，这件事本王会去查的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有什么用啊？我要的是报仇。小环一条腿差点废了，还有车夫差点也去了一条命，再加上街道两旁小摊贩，要不是当时我控制得力，只怕都要撞死几个了。你知道光是赔偿银子，我就赔偿了将近1000两。1000两银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回来呀？这怕是不太容易。我不管，我要报仇。行，如果抓到了人，本王想办法就给你处置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季宇哥直接勾住了他的脖子，两个人互相对视，爱意在这一刻爆发了。皇上，对方十分的狡猾，用一种奇异的香气让马匹癫狂，随后这人便销声匿迹了，就连那香气的来源我们都没有查到，是臣等无能。你们两个办事不力，罚俸3个月。既然京兆府尹查不出来此事，就交给刑部来查。皇甫中平，此事就交给你了。是。你不是要进宫吗？看看衣服准备好了吗？你好像有点不对劲，往常你从来不会在意我穿什么衣服这种小事，你一定有问题。那你觉得本王能有什么问题？这家伙一定有问题，只不过我猜不出来。不过也不要紧，我早晚会知道。既然没有什么事情，跟我去试衣服吧。啊？既然要打扮，那就2个人一起打扮了。这么招摇好吗？怎么不好了？我们是夫妻，穿相同款式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一次赔偿1000多两银子呢，我得想办法赚回来啊。这就是你赚钱的方法？怎么样，我的主意是不是很不错？当当当当，这是我专门为我们2个设计出来的。等那一日我们进宫，肯定会成为焦点，在场之中肯定会有很多老爷、少爷、夫人、小姐，他们肯定会问这衣服是哪里做的，你就跟人说是有凤来衣阁设计师做的，这个设计师就是我。只要是夫人们有心思，肯定会拉着自家老爷去做衣服，也不用多少，100-10来件我就赚回来了。所以你是想本王帮你一起打样子赚钱，为你招揽生意？他一边说一边解开了腰带扣子。穿着不是挺好看的吗？脱了干什么？衣服好看是好看，可未免太过于富贵了一些。本王明日能不能不穿？不可以。说到底，谁叫你在我出事的时候不在京城了？如果你在的话，没准他们就不敢对我下手了。反正你就得帮我，要不然你就自己想办法挣1000两银子还给我。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拿银子出来，要么配合他打广告。玉郎王府的钱都在他的手里，他每日能够支取的银子有限，他要是能够拿得出来银子，那说明他背地里还有小金库。看到王妃打扮得如此的艳丽，也不枉费本王等了你半日。你还笑呢？我有预感，今天你走出去肯定能够吸引很多人目光。本王也觉得王妃这份打扮没准能够引来不少的瞩目。我们2个都好看，你玉树临风，我清秀脱俗。他还是头一次听人如此自恋的夸赞自己，季宇哥气得拿拳头打他。本来就是嘛。是，王妃清丽脱俗，天生丽质。你也不差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我们2个一出去肯定赚足了眼球。说好了，到时候你可不准带回哪家小姑娘，我也不招哪家公子。他还想要找公子？王妃要是敢在外面勾三搭四，看本王怎么收拾你。想要我不勾三搭四，你也看好自己一点儿。玉郎王妃的这一身打扮真好看。不错，这个颜色和发饰都很适合你，确实很好看。
只是你的腰身和袖长好像和往日里穿的不太一样。是我设计的，前2日刚刚做好。我这不是遇到形似了吗？越是这个时候，我越要高调，让人知道我是好好的。表姐，我看你今天要不要换个发型？你觉得我梳什么样的头比较好看？表姐，我觉得你适合芙蓉归云髻，不如你让我试试。虽然没有皇后娘娘牡丹发髻亮眼，但也绝对清秀迷人。那就听你的吧。季宇哥直接接过了梳头嬷嬷手中的梳子，将太子妃之前的头发全部给拆掉了。梳头嬷嬷看的那个心惊胆战呀！玉兰王妃会梳头发吗？我从没有想过，换一种发型，竟然是另外一番样子。太子殿下看了一定会喜欢的。表姐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就没什么奖励给我呀？你想要什么呀？我听说这一次皇后娘娘会赏赐泥珠珊瑚，到时候你能不能给我一块？你要珊瑚干什么？我有用处，我想用它来研制点东西。好吧，到时候我让莲心给你送过去。不过母后赏赐的东西不好让人知道。放心吧，表姐，我肯定不会给你添乱。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表妹知。这件事就我们3个人知道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参见母后。快起来吧。太子妃和玉兰王妃的发髻都很是独特，之前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刚才皇后娘娘还说牡丹发髻就是玉郎王妃的手笔，我们大伙儿还不信，现在我倒是相信了。也不知道玉郎王妃是跟谁学的梳头的手艺。是镇远侯夫人。明白了，镇远侯不就是韦贵妃的爹？这位呢，一定是韦贵妃的母亲了。梳头在外人看来都是底下的丫鬟做的事情，他明面上是在夸赞季宇哥手艺好，实际上是在贬低他。这还真是巧了，我自小就有这个本事，看人就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发髻，还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衣服首饰。不过也分情况，要是遇到那种心口不一的蛇蝎心肠女人，尤其是那种整日戴着面具的女人，我就不知道她适合哪一种了，好像哪一种都不适合她。你这孩子就是心灵手巧。多谢母后夸奖。不少人面面相觑，看样子这位玉郎王妃也不是好惹的呀。这一下子镇远侯夫人算是碰了个钉子。我看玉郎王妃的衣服有些独特，好像和我朝的衣服款式不太一样。玉郎王妃这么做是不是对皇后娘娘不敬啊？她是茂昌侯夫人和镇远侯夫人是亲姐妹。其实这衣服款式是不是一成不变的？朝廷律法并没有规定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衣服就好比鲜花一样，百花齐放不好吗？难不成只能许一样的花开放？是不是显得过于单调了一些？我们大汉王朝疆域辽阔，人才济济，文化盛行，皇上主张科考，让各地方检举人才，是破旧立新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在衣服款式上纠结呢？玉郎王妃，这话说得不错，不必过于在意衣服的款式。我大汉王朝文化盛行，自然衣服也是多种多样的，何必拘于一格？母后这话说得不错，还是母后有眼光，不像某些人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就不必陪着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了，出去好好玩一玩，逛一逛。今天可来了不少人。是母后。表姐，太子妃，我的同学在那边呢，你去找他们，让小环跟着你好好玩。莲香，你也跟这位姑娘过去。多谢太子妃。你这位表妹性子倒是不错，也不知道姑父打算给她找什么样的人。今天来的各家子弟可不少啊。表姐，你看上她了？你这表妹看着不错，我之前也听说过她。我家中还有几个堂兄弟，他们还没成亲，跟你表妹倒算是门当户对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稍后叫他们过来。现在到处都说我们两家互相勾结，要是我表妹再嫁去你们崔家，外人指定要如何传。还是算了，我父亲已经给她挑选了好几户人家，而且表妹性子单纯，她不喜欢大户人家，只希望找一个门户简单的。这倒是可惜了。对了，姑父看中的是哪几户人家？季宇哥凑到他的耳边，把那几户人家的公子说了一遍。既然是姑父亲自挑选的，肯定是不会错的，说不定今日你们还能见着呢。父亲也是这个意思，要不然怎么让我带表妹进宫呢？这些人家有的我暗中打听过了。
有的打听的却不多，到时候劳烦表姐帮忙了。好说，到时候你看中谁了，只管来告诉我，我让人打听就是。对了，少峰怎么没过来？他跟着一起来了，不过跟着王爷走了。毕竟刚刚参加完科举考试，成绩还没有出来，但是说不准他们内部已经有消息了，让王爷跟他去国子监那边打听打听，没人能够提前知道名额了。皇后娘娘真是疼爱后辈，把太子妃和玉郎王妃真是当着自己的女儿一样疼。哼，没办法，谁叫本宫没有女儿，再加上崔家和季家会养女儿，我这2个儿媳妇既孝顺又懂事，本宫又怎么能不对他们好？何况不过就是闲谈几句，又有什么值当说的？我看各位夫人也不必太把小辈拘束了，有时间好好的管一管自家儿子才是真的。就在前2日，镇远侯家的公子和茂昌侯家的公子在青楼里为了一个歌姬大打出手，最后还打伤了人。皇后这么说是妥妥的打2个人的脸。与其操心别人家的儿子儿媳妇，还不如操心自己家的。皇后娘娘，不知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，可否说出来与妾身等人一乐？刚刚皇后娘娘在跟我等说起太子妃和玉郎王妃，2位王妃都是很孝顺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早就听说太子妃是孝顺的，不知道玉郎王妃也做了什么孝顺的事儿，说来也让我们听一听。听说玉郎王妃给皇后娘娘做了几身衣裳，皇后娘娘的发髻也都是玉郎王妃研究出来的，而且她所开的有凤来仪阁很是受欢迎呢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倒是好奇了。来人，把玉郎王妃叫过来。贵妃，你可有把本宫放在眼里？臣妾知错，臣妾不该越过皇后娘娘，让人去叫玉郎王妃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臣妾也只是好奇，绝对没有冒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话都让韦贵妃给说了，皇后娘娘此时若是惩罚她，未免显得有些小气。既然知道是错，以后就不要犯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不多时，已经有人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太子妃和季宇哥。每次宫宴的时候，韦贵妃总是会惹怒母后，母后都碍于情面不跟她计较。看样子，今日韦贵妃打算故技重施了。这有什么的？韦贵妃再怎么折腾，也大不过皇后去。充其量就是个跳梁小丑。你这话可小心些，别让韦贵妃听到了。参见太子妃，参见玉郎王妃。2位公主快起来吧。太子妃，崔公子什么时候进宫啊？本宫也不知道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没准今天都不来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皇后娘娘举办的赏花宴，他怎么能不来？太子妃，要不找人去催催他吧？赏花宴要不了多久就开始了，想来崔公子一定会进宫。对了，表姐，表哥把我的狗抱走了，到现在还没还给我呢。稍后他来了，你可要帮我要回来。怎么，他还没有还给你吗？没有，我派去的人都被他赶出来了。太子妃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表姐，喜欢表哥的人多了去了，也不在乎云生公主一个，你也不必如此费心。崔家已经出了一个太子妃，要是再出一个驸马爷，还真是皇恩浩荡，到时候外人会怎么想？再说了，以表哥的才华做驸马，实在是委屈他了。更何况云生公主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安于后宅之人，表哥将来是要做族长的，娶的妻子必定能够有能力才行。云生公主除了有个身份还有什么呀？就算是父皇真的赐婚了，只怕舅舅和外祖父那边也不会答应。本来父亲和祖父就不答应此事，之前皇上也提过，不过已经被拒绝了。可是云生公主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，没完没了。我看明星要是不成婚，她能一直纠缠下去。她再纠缠也没用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说起来，现在纠缠表哥的人真是少了很多。我何尝不知道呢？只是云生公主这2年越发的胡闹了，说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儿总是讨人嫌。这不，前几日就在明星科考之前，云生公主竟然以我的名义派人去了崔家，要不是我拦着，指不定要闹出什么样呢。要不是看在她母妃沈昭仪的份上，我早就找过去跟她理论了。行了，表姐你就别和她生气了，云生公主是不会嫁给表哥的，你还是安心养胎，可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孩子。孩子长得是否健康，
跟母亲心情有很大关系。表妹，你再帮我摸摸脉吧，看孩子是不是健康的。好啊。